穿越高武世界，我成了个毫无修为的中年废人，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那个被称作万年难得一遇的妖孽儿子。我本打算这辈子就此认命了，把所有希望都压在望子成龙上。谁知这时突然激活了扶贫子贵系统，我的实力始终会比儿子高4个大境界。于是我开始扮演一个贫苦父亲，白天在工地搬砖弯腰驼背，晚上则在家中不断割血卖菜，只为让儿子疯狂努力，而我则可以在背后不劳而获。此时刚刚激活系统的我还以为自己正在做梦，突然一连串的信息流如同瀑布刷屏般在我面前展开。丁，扶贫子贵系统激活成功，当前绑定子嗣。苏语。当前子嗣境界肉身境大圆满，根据扶贫子贵规则，宿主境界将始终高出子嗣4个大境界，宿主境界提升至大宗师大圆满。丁，子嗣正在演练莽牛拳，略有小成，宿主莽牛拳自动圆满，领悟拳意。丁，子嗣正在运转基础破气诀，钢盔门镜，宿主破气诀自动圆满。进化为混元一气功，紧接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热流，没有任何征兆的从我那早已干枯破碎的丹田中爆发了。轰！如果说我原本的身体是一条干涸了20年的库河，那么此刻就是天河倒灌，洪峰过境啊！我死死咬住牙关，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低吼，痛！但这种痛伴随着极致的爽快，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颗破碎了20年的丹田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组、愈合、扩张，并在瞬间化作了一片金色的气海。紧接着是经脉，原本萎缩堵塞的经脉，在金色能量的冲刷下，如同枯木逢春，瞬间变得宽阔坚韧，发出蹦蹦蹦如同弓弦拉满的脆响。我身上的皮肤开始泛红，毛孔中排出黑色的腥臭杂质，骨骼在爆鸣，肌肉在重组，那种充满了毁灭性力量的感觉，让我这个曾经的宗师都感到战栗。1分钟后，那股狂暴的能量逐渐平息，化作涓涓细流，流淌在四肢百骸之中。我赤裸着上身坐在黑暗中，双眼开合间，竟有一道犹如实质的电光闪过，将昏暗的卧室照得透亮。真的不是梦。我抬起手，看着自己原本粗糙、布满老茧和伤疤的手掌，此刻那层老皮已经脱落，取而代之的是如同婴儿般细腻，却蕴含着爆炸性力量的肌肤。我尝试着轻轻握拳，咔嚓，空气在掌心被瞬间捏爆，发出一声清脆的气鸣。金手指！老子的金手指！我低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眶却红了。40年啊，穿越40年，被废20年，在城墙上像条狗一样被人呼来喝去，为了几千块钱给儿子买药而点头哈腰。我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烂在泥里了，没想到老天爷终于开了眼，看着眼前系统面板上大宗师3个字，我的不由变得呼吸急促。在这个高武世界，武道境界森严，肉身境磨练皮肉筋骨，力达千金，是武道的基石；气血境体内滋生内气，以气养生，寿元延长；先天境打通天地之窍，真气外放，可成一方高手。宗师境意念干涉物质，御空飞行，摘叶飞花皆可杀人，是真正的特权阶级。我当年的巅峰便是宗师境中期，而大宗师那是屹立在宗师之上的存在，肉身抗导弹，真气化钢，一人便可镇守一座小型基地室。在整个苍蓝基地室，明面上的最强者也就是那位城主大人，听说也不过是刚摸到大宗师的门槛。而现在我只要坐在床上不动，就是这座城市的最强战力之一。而且这系统的判定太霸道了，我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眼中金光闪烁。儿子是肉身境，我直接加4级变成了大宗师。那如果儿子突破到了气血境，那我岂不是能突破武王境？那可是能踏空而行的武道强者。只要儿子稍微努力那么一点点，老子直接原地飞升。我咽了口唾沫，突然觉得望子成龙这个词在这一刻具象化了。这哪里是养儿子，这分明是养了一个超级经验包啊！就在我沉浸在获得力量的喜悦中时，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一阵压抑的低喝声。那是拳头砸在劣质沙袋上的声音。我神色一动，如今我是大宗师，五感敏锐到了极点，即使隔着墙壁，我也能清晰地看到隔壁的景象。狭小的房间里，苏雨只穿着一条短裤，浑身大汗淋漓，他那纤肿的脸上满是倔强，正不知疲倦地一遍遍挥舞着最基础的莽牛拳，每一拳都牵动着身上的伤势，让他痛得龇牙咧嘴。但他没有停，少年的眼神里写满了不甘。待我不服，为了爸，为了报名费，你一定要变强。我就不信我打不过你，只要我突破到气血境，我就能去参加地下竞技场，就能赚到钱。苏雨一边挥拳，一边咬牙自语。隔壁房间的我听到这些话，心头猛地一颤。原来这傻小子大半夜不睡觉，是在拼命想办法赚钱，甚至想去打黑拳那种九死一生的地方。傻孩子，我眼中的狂喜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前所未有的柔情，以及冰冷刺骨的杀意。我缓缓从床上站起，咔嚓，脚下的劣质地砖因为承受不住我无意间溢出的一丝大宗师威压，瞬间崩裂成齑粉。我低头看了看这一地狼藉，深吸一口气，瞬间收敛了全身气息。那个威压盖世的大宗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仿佛还是那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但只有我自己知道，一切都变了。我走到窗边，轻轻推开窗户，夜风微凉，吹动着我有些凌乱的发丝。我的目光穿透了层层夜幕，看向了城市中心那片灯火通明的富人区。王太18，城防军副统领18。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根只剩半截的劣质香烟，手指轻轻一搓，吃，没有打火机，直接冒出一缕金色的罡气，瞬间将烟头点燃。我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那双原本浑浊的眸子，此刻宛如星空般深邃，又如深渊般恐怖。以前我唯唯诺诺，是因为我真的只有一条烂命，还要留着养儿子。既然有人想打断我儿子的腿，哼，
那我就先碾碎他的骨头。我随手将烟头弹出窗外，那一点火星在空中划过一道红线，坠落的瞬间，竟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劲气，将地面坚硬的水泥地无声无息地融穿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小洞。睡觉，我转身躺回床上，心情前所未有的平静。明天早上起来，先去给儿子把那什么狗屁副统领的麻烦顺手平了吧。这一夜，苍兰基地是依旧歌舞升平，无人在意贫民窟的角落。清晨5点半，苍兰基地市 F 区的贫民窟依旧笼罩在稀薄的灰雾中。我坐在破旧的木桌前，面前是一碗稀粥和一碟咸菜，还有几个鸡蛋。苏雨低着头，机械地往嘴里塞着食物。昨晚红肿的脸颊消了一些，但玉清在晨光下显得愈发触目惊心。5科报名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在学校把心思放在练武上，其他的有爹在。我的声音平淡，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厚重。苏雨停下筷子，抬头看了看我，他总觉得今天的我有些不一样。那双原本总是因熬夜而浑浊的眼睛，此刻深邃的像是一口古井，让人看不透。但他只当是我在安慰他，轻轻嗯了一声，眼底掠过一抹无奈的坚毅。我走了。我起身，随手拎起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工装外套，跨出门槛的那一刻，我的脊背不再像往常那样佝偻。尽管我极力收敛着大宗师的气息，但每一寸肌肉，每一块骨骼都散发着一种如山岳般沉稳的律动。如今的我有了2个目标，一是为儿子撑起一片天，让他能在武道之路上走下去；二是借着这重获新生的力量，寻回妻女。6点钟的通勤动车发出沉闷的轰鸣声，穿梭在钢铁森林的缝隙中。当我踏入 F 区城防管理处的大门时，敏锐的感官立刻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灼和不安的味道。平日里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忙着交接班或在食堂抱怨伙食，但今天许许多多的人正3、5成群的聚在阴影处，窃窃私语，眼神中充满了惊恐。老苏，你可算来了，快过来，出事了！一个身影快步从人群中钻了出来，是我在队里的老伙计老张。他那张常年被风沙侵蚀的脸上，此时写满了焦急，一把将我拉到了无人的墙角，压低声音道：老苏，出大事了，你听说了吗？出什么事了？昨晚暂守的那段城墙附近，有头影猫手溜进去了。那畜生进了富人区，袭击了一个贵族家的独苗。听说那是内城某位大佬的亲戚，现在上面震怒，要把城防军线各地朝天。昨晚我和你值班，那段墙连块砖都没掉，应该不关我们的事。我平静地回道：我的好哥哥，喂，你还不明白吗？老张一拍大腿，声音颤抖：昨晚让你替班，名义上值班的还是他那一组，现在贵族重伤，梁启的叔叔梁建明肯定要保他侄子。他们要是把责任往我们这些没背景的人身上一推，说我们玩忽职守、瞒报军情，那是重罪啊！老张还没说完，城防大厅的广播就响起了冰冷的声音：各位第3大队值班人员，请立即前往血化室接受调查，违者按军法处置。老张吓得魂不附体，拉着我就要走。老苏，咱们得想办法对词。我轻轻拨开了老张的手，目光看向了办公楼的高层。你先去吧，我有自己的事儿要办。哎，老苏，你往哪儿走？那边是队长办公室。老张在身后压低声音呼喊，我却连头也没回。既然世界变了，这手气包的功我不打了。此时队长办公室内虽然房门紧闭，但我的耳力依然能清晰地捕捉到里面的谈话。我没有敲门，而是直接推门而入。吱呀，办公室内的2人猛地回头，中年男人梁建明正一脸阴沉地翻阅着排班表，而梁启则缩在椅子上，脸色苍白，那身昂贵的纳米作战服还没脱，领口甚至还沾着昨晚去极乐天厮混的酒气。看到我突然闯入，梁建明的脸色瞬间沉到了地，猛地一拍桌子：苏武，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值班！我是来辞职的。辞职？哼，苏武，你当我这里是菜市场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昨晚城墙防区出了这么大的事，凶兽潜入，贵族遇袭，而你正是昨晚的代班人员。旁边的梁启一听辞职2个字，先是惊慌，紧接着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猛地跳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对，叔，昨晚我虽然让老苏帮我顶一会儿，但我那是信任他。肯定是他故意放凶兽进来，想要陷害我，想报复我平时对他的严格要求。我，你好狠的心呐！为了搞我，竟然置全城百姓安危于不顾。他妈的，你这个卑微的平民，你是想让我不好过是吧？梁启越说越兴奋，甚至把自己都说信了，脸上露出一种扭曲的快感。他冲到我面前，挥起巴掌就要抽下去。我站在原地，连眼皮都没抬。在大宗师的世界里，梁启那记血尽出奇的动作慢的就像蜗牛在爬。就在梁启的手掌即将触碰到我的瞬间，一股微弱到难以察觉的劲气从我周身荡漾开来。砰！梁启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就感觉自己撞在了一堵无形的钢筋混凝土墙上，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的砸在办公室的档案柜上，哗啦啦落下一地文件。你敢还手？梁启捂着胸口，惊恐地看着我。梁建明也站了起来，眼神中透出一丝敬意。他是个先天境的高手，刚才竟然没看清我是怎么出手的。苏武，你这是打算抗拒调查？梁建明的声音低沉，带着一股上位者的威压。在昨晚的案子结案之前，你哪也去不了。如果你现在乖乖认罪，说是你一时疏忽导致凶手潜入，或许我还能保你平安。否则，你那个在一中上学的儿子苏雨。梁建明慢条斯理地说道，语气中充满了危险。毕竟，一个嫌犯的儿子背景审查是过不了关的。我的眼神在那一瞬间变得极度冰冷。我可以不在乎这些蝼蚁的诬陷，但我无法容忍有人用我儿子的未来做筹码。梁队长，我劝你
把刚才那句话吞回去。我跨出一步，原本平静的办公室突然狂风大作，窗户玻璃在这一瞬间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吱呀声。梁建明只觉得心头像是被一头远古巨兽顶上，浑身真气竟然在这一刻停止了运转。你到底是谁？梁建明冷汗直流，他试图站稳，却发现双腿在不自觉地打颤。就在这时，办公室的内线电话突然响起，打破了这死寂的对峙。梁建明颤抖着接起电话，里面传出一个急促的声音：“梁队长，不好了，内城纠察组的人已经到门口了。他们说要带走负责 F 区巡逻的直接责任人，尤其是带队的梁琦。”梁建明手一抖，电话掉在了桌上。他看了一眼烂泥般的纸字，又看了一眼面前深不可测的我。只要我现在还是城防军的人，只要让我认罪，或者在那之前承认所有责任，那么他的侄子就能撇清干系。既然你想辞职，我可以签，但在这之前，你得帮我办最后一件事。梁建明咬着牙，眼中闪过鱼死网破的疯狂。去纠察组那里把这件事扛下来，我给你一笔你这辈子都挣不到的钱，足够你儿子去外面大基地的武大报道，如何？我像看智障一样看着他，看来20年的底层生活真的让你们产生了一种错觉。我缓缓转过身，走向大门。这种烂透了的城防局确实没有留下去的必要了。至于你们所谓的纠察，所谓的替罪羊，谁敢拦我，我就杀谁。至于你，我微微侧头看了一眼梁建明，敢这么做，希望你那位统领上司能保得住你这颗狗头。轰！随着我走出大门，对班式的2扇厚重的合金大门竟然承受不住那残留的气劲，轰然倒塌。梁建明瘫坐在椅子上，满头大汗，直到我的气息完全消失，他才喘过气来，眼中满是怨毒。王旺，就算你是隐藏的高手又如何？这苍兰是姓王，不姓苏。你要辞职是吧？好，我让你走，但我会让你彻底完蛋。喂，统领大人吗？几分钟后，我信步走在空旷的街道上。我当然不是在漫无目的的闲逛，目标很明确，地区城防副统领的官邸。既然对方想断我儿子的前路，那我便去亲手接上。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苍兰是曾经那些高不可攀的权贵，不过是些嗓门大一点的蚂蚁。哪怕是副统领，撑死也就是初入宗师，气血未曾纯化，在大宗师面前，与肉身尽合一。我心中平静如水，我不是嗜杀之人。20年的沉沦磨去了我的浮躁，却留下了最深沉的内敛。只要对方识趣，我也不愿在这基地势力大开杀戒。然而，就在我踏入地区边缘的一条繁华商业街时，背后的几道气息引起了我的注意。队长，这个苏武不对劲。几名身穿特制贴身战衣的男女正通过耳麦急速交流。根据资料，他丹田已碎，应该只有残留体力才对。他怎么看都不像是受伤未愈的样子。被称为队长的冷峻青年，瞳孔缩成针尖大小，死死盯着我的背影。他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气场，简直像是在俯瞰深渊。上面下了死命令，梁建民举报他有问题，不能让他走脱。必须找个没人的地方动手。我看似漫不经心地走着，甚至还饶有兴致地看了一眼街边全息屏幕上的无考广告。这些人的跟踪技巧在我眼里简直幼稚得像是在玩捉迷藏。我故意放慢了脚步，引领着这几条尾巴穿过繁华的霓虹，最终停在了一处废弃的旧重工机械厂房前。这里到处是倒塌的吊车和生锈的钢梁，风吹过发出呜呜的咽气声。我停下脚步，缓缓转过身，夕阳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跟了3条街了，不累吗？都出来晒晒太阳吧。话音落下，周围原本寂静的死角里，3男2女乘五角星阵型缓缓浮现，将我的所有退路封死。为首的冷峻青年名为韩风，他手中的暗合金长刀泛着令人心悸的蓝光，他死死盯着我，眼中疑惑更浓。苏武，20年前的一代宗师，如今竟落得如此田地。但我很好奇，既然你丹田已废，为何刚才在城防局能震退梁琦？除了修炼星魔教那种燃命献祭的邪法，我想不出第2种可能。我哑然失笑，那是长辈看向无知后辈的宽容。星魔教那种出卖灵魂换取力量的杂耍，还不配入我的眼。倒是你们，梁建明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这脑子长着是用来凑身高的吗？竟敢这么小看我们！其中一名少女柳眉倒竖，她是队里的斥候，最是心高气傲。此时娇翅一伸，身形如同一道青色的电光，手中2柄不入禅意的匕首划破空气，带起凄厉的破空声，直取我的双眼与咽喉。这一击是先天境强者的全力爆发。我站在原地，连手都没抬，只是在匕首尖端距离我不足1寸时，身形诡异的向后错了一个身位。那一瞬间，在少女的感知中，我仿佛变成了一片毫无重量的残影，任凭她的刃气如何凌厉，都无法触碰到我分毫。没有证据便要人命，你们的行事风格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烂。我叹了口气，眼中闪过一抹冷意。一起上！拿下他，绝不能让他有喘息之机。韩风看出了端倪，这是极高深的身法。他低喝一声，长刀出鞘，带起一道数米长的真气刀芒，凌空斩下。与此同时，其余队员有的挥拳如炮轰，有的射出涂抹了麻醉毒素的暗器，5道先天的合力攻击，足以让一名宗师都感到棘手。然而，我却仿先天信步般的在密集的攻击网中穿梭。每当攻击即将临身，我或是微微侧身，或是屈指一弹，那些沉重如山的力道便被我轻描淡写的卸向一旁。砰砰砰！几名队员的攻击竟然自相残杀，撞击在废弃的机械上，炸裂出一堆火星。而自始至终，我的一只手还插在口袋里，神色淡然的让人头皮发麻。停手！韩风猛地收刀，满头大汗的止住众人。他
他胸口剧烈起伏，看向我的眼神中不再是怀疑，而是浓浓的惊恐。他终于看出来了，我根本没有动用什么邪法，那纯粹是武学境界上的降维打击。如果我真的是星魔教的邪徒，以对我刚才展现出的速度，他们这几个人的脖子早就被拧断了。韩风的身影开始颤抖，我负手而立，目光掠过这些年轻人，看向更远处的地区官邸。与其有远，我是什么境界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据这种东西不是靠嘴边的。梁建明想拿我当替罪羊，你们也想当他手里的刀，还是说你们背后的那位已经膨胀到可以随意在基地势力抹杀一人了？这几句话如惊雷贯耳，让韩风等人冷汗湿透了后背。我转过身，留给他们一个高深莫测的背影。别跟着了，回去告诉你们那位，有时间我会登门拜访。说完，我的身影在原地微微一晃，便消失在了复杂的工厂阴影中，只留下几名纠察队员面面相觑。苍兰第一中学武道气息浓郁的校园里，苏雨独自坐在教室角落，喧闹的课间休息与他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透明墙。他低着头，双手死死攥着那本边缘磨损的基础内气导引，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忍。只要忍到5考，只要能走出贫民窟，所有的屈辱都会随风而去。你的脸怎么回事？一声清脆如黄鹂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苏雨呼吸一滞，不用抬头他也知道是谁。许乐了，一中的校花，她穿着淡蓝色的校服短裙，高马尾微微晃动，透着一股青春逼人的灵气。走路不小心摔的。苏雨声音低沉，刻意拉开了距离。许乐的眉头紧锁，俏脸微寒。摔的？谁能摔出指印来？是不是王太带人堵你了？苏雨没有说话，只是背过身去。你个混蛋！仗着家里有城防军的关系就无法无天了吗？许乐了气得胸口起伏。我去找他理论，我就不信这学校没有王法了。别去，乐乐，别去，他会让我爸丢了工作的。我爸在那儿干了20年，那是他的命根子。看着苏雨那满是红肿，甚至还带着干涸血迹的脸庞，许乐了只觉得心口隐隐作痛。他咬着嘴唇，眼眶微红。失去工作又怎样？难道就任由他一直欺负你吗？大不了我去求我爸。以后离我远点吧。苏雨缓缓松开手，声音冷得没有一丝温度。我这种人不配跟你站在一起。苏雨，你个死木头！许乐乐气得直跺脚，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身跑回了座位。这一幕全被前排一个染着黄毛的少年拍了下来。他发出一声阴沉的怪笑，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跃动，发送了一条消息：泰哥，苏雨这小子又勾搭乐乐了，还拉了手。第2节理论课还没上完，苏雨就被叫出了教室。2号武道室位置偏僻，只有几个监控死角。当苏雨踏入室内时，厚重的合金大门轰然关闭，5个身强体壮的学生已经将他团团围住。远处的管理老师正坐在椅子上喝茶，他眼皮抬了抬，在看到领头的人是王太后，便面无表情地戴上了耳机，转过身去。一个没妈的野种，真是不长记性啊！王太穿着一身名牌格斗服，揉捏着指节，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他同样是肉身境大圆满，但从小泡在各种昂贵药剂里，气血比普通学生厚重得多。我说过，再敢靠近徐乐乐，我就打断你的腿！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啪！一声脆响，王太毫无征兆的一记耳光狠狠抽在苏雨脸上。苏雨被打得头侧向一边，口腔里瞬间弥漫起一股咸腥。他死死咬着牙，没动。不死鱼眼的样子看着就烦。回去我就让我舅舅给你那个废物父亲发辞退令，还要给他挂上失职罪，让他下半辈子在监狱里蹲着。辞退、监狱这2个词像毒针一样，狠狠刺入了苏雨紧绷的神经。那是他的父亲，那是为了养活他，在城墙下卑微了20年的父亲。我准动我爸！动了又怎样？你这种垃圾还想跟我斗？王太一脸不屑，再次挥起一拳，直出苏雨的面门。就在那一瞬间，苏雨只觉得原本沉寂的丹田处，突然涌现出一股前所未有的狂暴热流。那热流仿佛积蓄了10几年的洪流，在这一刻彻底决堤。轰！周围的空气似乎微微凝固，苏雨的瞳孔深处闪过一丝金色的羽毛。他那原本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瘦弱的身躯，此刻肌肉剧烈律动，体表竟然浮现出一层淡淡的红色真气。啪！一只长满老茧的手稳稳地抓住了王太的重拳。王太愣住了，他发现自己的拳头像是陷入了万年雪冰，任凭他如何用力，竟然无法撼动分毫气血。王太惊恐地发现，苏雨身上的气息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攀升，直接越过了肉身境的壁垒。强悍的气压逼得他呼吸困难。气血境，这不可能！我说过，不准动我爸！苏雨的声音变得极其沙哑，仿佛带着某种远古荒兽的韵律。他跨出半步，脊背如大弓拉满，腰胯合一，以及最基础的莽牛拳猛然轰出后，空气中隐约响起一声沉闷的龙象嘶鸣。砰！王太整个人像是一颗被击飞的炮弹，重重地撞在远处的加厚墙壁上。他连惨叫都没发出来，便两眼一翻，像滩烂泥一样瘫倒在地，生死不知。大哥，这怎么可能？怪我！剩下的几个小弟吓得魂飞魄散，看着苏雨身边那股如有实质的气血，哪里还有动手的勇气，连滚带爬的夺门而逃。远处的管理老师吓得手里的茶杯摔成了碎片，他慌忙扯下耳机，指着苏雨尖叫道：“你在干什么？你要造反吗？打伤了王少，你10条命也赔不起！”苏雨站在武道室中央，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那一刻，他感觉身体里充满了用不完的力量，但理智恢复后，一种深深的恐惧感涌上心头。他突破了，但他把副统领的侄子打飞了。我跑火了，
苏雨喃喃自语。与此同时，远在地区的我脚步微微一顿。叮，检测到子嗣苏雨临阵突破，晋升气血境初期，复平子规系统判定子嗣境界提升，宿主同步提升。当前子嗣境界气血境2阶，宿主境界提升为武王境6阶。怎么回事？主人脸色像见了鬼一样。你们看，苏雨的位置是空的。刚才他被王太那帮人叫走了。徐乐乐坐在位子上，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不安的情绪几乎将他淹没。他太了解王太了，那个仗着副统领舅舅横行霸道的纨绔，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猛地站起身，竟也朝着2号武道室跑去。当他推开那道沉重的合金大门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几乎窒息。王太像条死狗一样昏倒在地，生死不知。周围几个原本嚣张的小弟此刻体如筛糠，缩在角落里，连大气都不敢喘。而苏雨，那个总是沉默、总是习惯弯着腰的少年，此刻正呆滞地站在武道场中央。苏雨！徐乐乐尖叫一声，冲了过去。你竟然敢在学校里行凶伤人！教导主任随后赶到，看着地上的王太，吓得魂飞魄散，指着苏雨的手指颤抖不已。你知不知道王太是什么身份？你闯大祸了！苏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班主任也是满脸骇然与忧虑。苏雨缓缓转过头，眼神空洞中带着一抹令人心疼的倔强，声音沙哑的可怕。他说：“要让我爸进监狱，要弄我爸，我不能让他伤害我爸，绝不能！”糊涂啊！教导主任气得直跺脚，言语间满是势力。就算他说了又怎样？你打了他，你那废物父亲只会死得更快。王副统领捏死你们，就像捏死2只蚂蚁。话音刚落，门外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和急促的皮靴声，一对中年男女带着冲天的杀气闯了进来。泰尔，那中年妇女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扑到王太身边，而那个身穿黑色金链作战服、眼神如毒蛇般阴鸷的男人，王太的父亲，王家王恒。在看到独子惨状的那一刻，王恒周身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是谁干的？王恒的声音低沉的像是在喉咙里磨砂，每一个字都带着凛冽的气血波动。教导主任像条哈巴狗一样凑上去，卑躬屈膝地指着苏雨：“王先生，就是这个贫民窟出来的杂种，他刚才不知道吃了什么禁药，突然发疯袭击了王太少爷，我们拦都拦不住啊！”好，很好。王恒怒极而笑，一股气血境中期的强悍气场瞬间爆开，压得周围围上来的学生几乎喘不过气来。在这苍兰市，还没人敢把我王恒的儿子打成这样。小杂种，今天我就拆了你的骨头，不准你动他！徐乐乐张开双臂，死死护在苏雨身前，眼眶通红的喊道：“是王太先带人堵他的，是他们先动手的，你们不能不讲理！讲理！”王恒不屑地冷哼一声，看向徐乐乐的眼神中透着一股草菅人命的漠然。在这苍兰市，我王家就是理，滚开！他随手一挥，一股强劲的暗劲化作一道肉眼可见的气浪，直接将柔弱的徐乐乐掀飞出去。乐乐！苏雨惊呼一声，身形如闪电般掠出，在半空中稳稳接住了徐乐乐。那一刻，苏雨眼中的金色光芒彻底炸裂，他原本已经因为突破而消耗大半的气血，在这一刻竟然如同枯木逢春，疯狂地咆哮起来，一股淡淡的威压从他那单薄的身体里透出。他轻轻放下徐乐乐，缓缓转身，直面那位气血境中期的强者。你要动我爸，还要动他？苏雨的声音变得极其平静，平静的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跪下！王横暴喝一声，整个人如同一头下山的猛虎，右爪带着刺耳的音爆声直扣苏雨的咽喉。这一招，他存了必杀之心，丝毫没有顾及对方只是个学生。周围的老师都惊恐地闭上了眼睛。然而，此时苏雨的感官已经进入了一种奇妙的境界。王横那急如闪电的动作，在他眼中竟然变得漏洞百出。苏雨低喝一声，没有选择格挡，而是身形诡异的一矮，他整个人几乎贴着地面滑行，避开了那必杀的一招，瞬间切入到了王横的下盘。什么？王横瞳孔骤缩，他感觉到一股致命的威胁。苏雨全身的力道从脚底爆发，顺着脊椎传递到右掌，那一掌通体泛着淡淡的金红交替之色，那是极致纯净的气血在燃烧。砰！这一掌结结实实的轰在了王横的小腹之上，沉闷的撞击声响彻整个武道室。那声音不像是肉体相撞，更像是2块万斤重的铁锭在互相轰击。王横那原本狰狞的表情彻底僵死，他感觉到一股霸道到不讲道理的力量，如同毒龙一般钻入他的丹田，在那瞬间摧毁了他的气血防御。哇！这位气血境中期的强者，竟然像是一块破布袋般倒飞而出，撞翻了一整排测试椅，最后单膝跪地，猛地喷出一口夹杂着内脏碎片的鲜血，全场死寂。教导主任张大的嘴巴足以塞进一个拳头，这怎么可能？王横捂着小腹，眼神中终于露出了恐惧。明明只是个刚突破的小子，怎么可能伤到我？苏雨剧烈的喘息着，体表的汗水在高温下化作白雾。他虽然击退了对方，但这种越阶挑战也让他的身体几乎到了极限。老子杀了你！王横羞怒交加，竟然从怀中摸出了一把微型高压震动短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轰隆隆，天花板的碎裂，巨大的合金横梁如同枯枝般被折断，钢筋扭曲，发出令人牙酸的呻吟。漫天的烟尘混杂着碎石，在阳光的照射下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光柱，笔直地笼罩在武道室的中央。而在那光柱的最中心，一道身影脚踏虚空。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工装，在这一刻竟然显得比龙袍还要威严。紫金色的气血如同实质般的绸缎，围绕着我缓缓流转。武王境，踏空而行，肉身摄虚，这是超越了凡俗，真正踏入生命进化高层次的标志。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如同万座大山同时砸下，瞬间填满了整个武道室。扑通扑通，除了被一股柔和气息包裹的苏雨之外，再
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教导主任、班主任，还是那些刚才的学生，此刻全都双膝一软，整齐划一的跪伏在地。这不是他们想跪，而是源自基因深处对高等生命的战力，逼得他们不得不跪。而被这股威压针对的中心，正是刚才还要对苏雨下杀手的王恒。此刻的王恒哪里还有半点气血境强者的风范？他像是一只被按在案板上的死蛤蟆，整个人呈大字形死死贴在满是裂痕的地面上。他的骨骼在咔咔作响，脸皮被挤压的变形，眼球暴突，死死盯着空中那个如同神魔般的身影。踏空而行。王恒的喉咙里挤出破碎的风箱般的喘息声，眼中的怨毒瞬间化作了无尽的惊骇。武王，苍蓝基地市，什么时候有了武王？在这个连宗师都能被称为大人物的基地市，武王那就是天，是传说。空中的我缓缓低头，那双紫金色的眸子里只有俯瞰蝼蚁的漠然。爸！就在这死寂的时刻，苏雨仰着头，看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眼眶瞬间红了，声音颤抖着喊出了这个字。这一声爸，如同一道惊雷，狠狠劈在场所有人的天灵盖上。旭乐乐跪在地上，艰难地抬起头，美眸圆睁。苏雨的爸爸，那个守城墙的父亲。教导主任更是吓得浑身筛糠，他脑海中回荡着自己之前骂苏武是废物的话，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恨不得当场晕死过去。天哪，他刚刚竟然在嘲讽一位武王的儿子交不起报名费，感动我儿子。我的身形缓缓下降，脚尖离地3寸悬浮，我看着地上的王恒，语气平静的让人骨髓发动。你们真的很有种。不，前辈，误会，这是误会。王恒感受到了实质般的杀意，肝胆俱裂，拼命想要求饶。我不知道他是您的公子，如果知道，借我1万个胆子我也不敢啊。我是王家的人，我舅哥是城防副统领，求您看在。我甚至懒得听完他的废话，我轻轻抬起右脚，然后像踩灭一个烟头一样，看似轻飘飘的落下。砰！没有任何花哨的招式，也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就像是西瓜被重锤砸碎的声音。王恒的脑袋，连同他那求饶的话语，在我的脚下瞬间爆成了一团血雾。那无头尸体抽搐了2下，便彻底不动了。鲜血溅射在旁边那个中年妇女王太母亲的脸上，温热心甜的触感让她从呆滞中惊醒。啊！中年妇女看着自己丈夫的无头尸体，整个人瞬间崩溃，瘫软在地上，手脚并用的向后爬去。名贵的裙子上沾满了污血。你杀了他！你竟然杀了他！我面无表情，转过身，那双染血的皮靴踏在破碎的地砖上，发出哒哒的脆响，一步走向那个女人。你别过来！中年妇女披头散发，妆容花了一脸，她在极度的恐惧中试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的亲哥哥是王猛，是城防军副统领，你杀了王家的人，我哥哥不会放过你的，城主也不会放过你的。他声嘶力竭地尖叫着，试图用这层关系网来驱散那如影随形的死亡阴影。然而我的脚步连半秒都没有停顿。城防军副统领很了不起吗？这句反问充满了极致蔑视。你仗着你哥哥的势力，纵容你儿子在学校霸凌同学，为非作歹，今日便是你们的报应。话音刚落，我缓缓抬起右手，掌心之中紫金色的气血之力开始疯狂凝聚，周围的空气因为高温而扭曲。不要！中年妇女感受到了死亡的窒息，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尖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住手！一道暴怒的吼声从远处传来，伴随着急促的破空声。轰！武道室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大门被一股巨力彻底撞飞，一道身穿银色统领战甲、气息强横的身影如炮弹般冲了进来。来人面容威严，周身气血如火炉般旺盛，正是接到消息火速赶来的城防军副统领王猛。他刚一进门，就看到了妹夫那具无头尸体，以及正被我笼罩在掌下的妹妹。混账东西！王猛目眦欲裂，他看不透我的境界，但他下意识地认为，在苍蓝基地市，没人敢当着他的面杀人。不管你是谁，敢在学校公然行凶，残杀贵族，你这是在挑衅整个苍蓝市的律法。王猛拔出腰间的合金战刀，刀锋直指我，宗师境的威压爆发而出，试图震慑对方，立刻跪下束手就擒，否则……我缓缓转过头，看着这个匆匆赶来送死的大人物，我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耐烦。律法！我冷笑一声，你们欺负我儿子的时候，律法在哪？你们顶替名额的时候，律法在哪？现在跟我讲律法！我的身影突然在原地消失了。王猛只觉得眼前一花，那原本还在10米开外的男人，竟然瞬间贴到了他的鼻尖前，那股恐怖到让他灵魂冻结的武王气息，在这一刻毫无保留的爆发。你是？王猛瞳孔缩成针尖大小，手中的战刀根本来不及挥出，全身的僵硬告诉他一个绝望的事实：双方的差距，下辈子记得管好你的家人。我的大手如同铁钳一般，轻描淡写的扣住了王猛的头颅，没有任何废话，没有任何迟疑。砰！就像捏爆一颗烂番茄。这位在苍蓝基地市权势滔天，掌管着无数人生死的副统领，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脑袋便直接炸开，无头尸体晃了晃，手中的战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我随手甩了甩手上的血迹，像是在甩掉什么脏东西。全场死寂，若真可闻。旭乐乐捂住了嘴巴，教导主任翻着白眼昏死过去。我站在血泊之中，心中那口积压了20年的恶气吐出了一半。今天我很生气，原本以我活了2辈子的阅历，很多事情都可以忍，可以退，可以一笑置之，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们不该动我的儿子。我缓缓转身，看向早已吓得失尽昏迷的王母，眼中杀意未减，随后目光扫向了角落里那个瑟瑟发抖的教导主任。前辈，还请高抬贵手，人未至。一股浑厚绵长的声浪已如潮水般涌入破碎不堪的2号武道室。我那原本即将落下的手掌在空中微微一顿，我缓缓侧过头，那一双紫金色的眸子淡漠地看向门口，那里光影扭曲，一位身穿唐装、须发洁白的老者正从烟尘中缓缓走出。他看似步履蹒跚，但每一步落下，脚下的碎石都无声化为齑粉。大宗师初期，这便是苍蓝基地市的最高掌权者城主潘宏。平日里，潘宏是站在云端俯瞰众生的人物，是这座钢铁丛林的守护神。但此刻，这位老人的额头上却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原本挺直的脊背，在我那如有实质的武王威压下，也不得不微微佝偻，呈现出一种谦卑的姿态。鄙人苍蓝基地城主潘宏。潘宏走近几步，
步，却在距离我10米开外的地方便停了下来。那是他本能感觉到的死亡红线。他看了一眼地上那2具无头尸体，眼角疯狂抽搐了一下，随即深吸一口气，对着我深深作揖，语气中带着几分恭敬：“前辈，今日之事我也略知一二，实乃误会一场。”误会？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那2个字在我舌尖转了一圈，充满了讽刺。潘红硬着头皮说道：“这王家之人，平日里仗着些许军功与势力，确实有些骄纵跋扈。我身为城主，忙于城防事务，对属下家族监管不力，必有责任。但如今首恶王恒、王猛已伏诛，他们已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剩下这妇孺与学生，罪不至死，还望前辈能够看在老朽的薄面上息怒。”这番话，潘红说的极其漂亮，既给足了我面子，又试图用大局来大事化小。然而，哈哈哈哈！我突然仰天大笑，好一个误会，好一个监管不力，好一个罪不至死！笑声骤停，我猛地低下头，手指如剑，直直地指向不远处那个正看着这边的苏雨。潘红，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若不是我有这武王境的实力，刚才王恒要杀我儿子的时候，你在哪里？那个王猛拿着刀要将我就地正法的时候，你的误会又在哪里？我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冷，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潘红的心口。若是今日死的是我父子2人，你会站出来说这是误会吗？恐怕你只会在那份结案报告上签个字，说我们是乱民，死有余辜吧。潘红脸色惨白，张了张嘴，却哑口无言，因为我说的是事实，这就是这个高武世界的潜规则，弱肉强食，强者为尊。既然你们制定了这样的规则，那就别怪我不守规矩。我眼中的紫金光芒暴涨，如今我只是杀了几个杀人未遂的凶手，你们一个个跳梁小丑就纷纷跳出来跟我讲道理、讲仁慈。晚了！轰！话音落下的瞬间，我不仅没有收手，反而猛地加大了威压的输出。这一次不再是针对全场，而是精准地落在了那幸存的3人身上：王泰的母亲王泰，以及那个早已吓傻的教导主任。惨叫声瞬间响彻云霄，原本就瘫软在地的中年妇女，瞬间感觉仿佛有一座太古神山压在了背上，咔嚓咔嚓，那是她全身骨骼在重压下崩裂的脆响。她那张保养得宜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鲜血不要钱似的从口鼻中狂喷而出，整个人像是一滩烂泥般贴在地上，双眼翻白，眼看是出气多进气少了。而王泰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校园霸王，此刻更是凄惨。他在重压之下，原本被苏雨打伤的内脏彻底破裂，他在血泊中疯狂抽搐，五官因为极度的痛苦而扭曲成了一团，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垂死挣扎声，看向我的眼神中再也没有了怨毒，只剩下祈求速死的绝望。至于那个教导主任，额头早已血肉模糊。前辈饶命，前辈饶命啊！我上有老下有小，求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看着这一幕，城主潘红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作为大宗师，他何曾被人如此无视过？但看着我那肆无忌惮的紫金真气，他不敢动。他清楚的知道武王和宗师之间的差距，那是天堑。我若真要杀他，恐怕不出10招。潘红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被羞辱的怒火，语气变得急促而凝重：“前辈，且慢，我并非要阻拦您复仇，只是这王家不简单啊！”潘红上前一步，声音压低，带着几分警告与恳求：“王家虽然只是苍兰氏的家族，但他们的主脉在江南大基地市。听说家族中有老祖在军部任职高层，甚至与某些战神级强者有救。如今王恒、王猛身死，王家必然震怒。若您今日再将这孤儿寡母赶尽杀绝，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到时候恐怕会引来更恐怖的强者，甚至联邦的通缉。”说到这里，潘红顿了顿，看了一眼我的脸色，继续道：“前辈您神功盖世，自然不惧，但令郎呢？他还年轻，若是从此只能过上东躲西藏、亡命天涯的日子，连正规的武科大学都上不了，这难道是前辈希望看到的吗？”这句话终于让我的眼神产生了一丝波动。我不怕死，不怕战，但我怕儿子没有未来。我拼了命的想变强，不就是为了让苏雨能像个正常人一样，堂堂正正的活在阳光下吗？我冷笑一声，目光如刀般射向潘红：“拿联邦压我，拿王家压我。”潘红，你以为我会怕？但我苏武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我话锋一转，那即将压碎3人最后一口气的威压稍微停滞了一下，想让我放过这几条狗命？可以。我指了指地上像死狗一样的王家母子，又指了指潘红：“既然你说要保他们，那就拿买命钱来。你如此急着保下他们，无非是怕王家主脉怪罪到你头上，影响你的政绩和乌纱帽。既然是为了你的官位，那你是不是该替他们出点血？”潘红一愣，随即心中大喜，只要能谈，那就不是死局。我虽然强，但显然还是有理智的。对于强者来说，杀几个蝼蚁确实不解气，但若是能换来实打实的资源，那才是利益最大化。前辈放心。潘红连忙说道，生怕我反悔，鄙人愿意做担保，只要前辈留他们一命，我代表城主府，也代表王家，给出一份让您满意的赔礼，1亿联邦币，加上区核心地段的独栋庄园一套。另外，潘红咬了咬牙，肉痛地说道，外加3支 B 级气血液和一本高阶的武技。听到这些条件，周围还没晕过去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1亿联邦币足够富贵人家在苍兰基地市挥霍几辈子。B 级气血液在苍兰基地可以说是有价无市，高阶武技更是只有大家族核心弟子才能修炼的秘籍。这哪里是赔礼，这简直是掏空了家底。我沉默了片刻，我倒是不在乎钱，系统在手，我最不缺的就是功法和境界。但是苏雨需要，只有苏雨提升，我才可以变得更强。只有这些。我冷冷地反问，潘红额头冷汗直冒，这已经是王家在苍兰市能调动的流动资金极限了。再加上这2号武道士的维修费全免，苏雨同学的5科保送名额我亲自特批。听到最后这一句，我眼中的杀意终于缓缓消散。行吧，保送名额就不必了，我的儿子凭自己一样可以上最好的武大。我像赶苍蝇一样挥了挥手，这次就留你们一条狗命。不过我目光转向那个早已吓尿的教导主任，手指轻轻一弹，咻，一道紫金指
风瞬间贯穿了教导主任的丹田。教导主任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这种势利小人不配为人师表，废你修为，滚出教育界。做完这一切，我看都没看潘红一眼，身上那恐怖的武王威压如潮水般退去。我转过身，刚才那副杀神般的模样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关切与柔和。我快步走到苏雨面前，看着儿子那一身伤痕和血迹，眼中满是心疼。雨儿，没事吧？我伸出手，一股柔和的紫金真气渡入苏雨体内，瞬间帮他稳住了翻腾的气血。苏雨感受着体内暖洋洋的热流，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高大的父亲，眼眶发热。他摇了摇头，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光芒。爸，我没事，一点皮外伤。好，有志气，不愧是我苏武的种。我哈哈大笑，重重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随后目光看向旁边那个虽然狼狈却依然倔强地站着的少女旭乐乐。小姑娘，今天谢谢你护着我家雨儿，改天让这小子请你吃饭。旭乐乐被这位武王叔叔一看，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结结巴巴地说道：不用谢，叔叔。我笑了笑，一把搂住儿子的肩膀，走，儿子，回家，咱们爷俩今天好好喝一杯。阳光正好，我带着苏雨大步走出了校园。回家的路上，老旧的街道依旧喧嚣，但两人的心境已截然不同。苏雨时不时偷看一眼身边的我，那张脸还是那张脸，哪怕此时换回了那副懒散的表情，但在苏雨眼中，我的身影已经变得如山岳般巍峨。终于走到了无人的小巷口，苏雨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爸，你怎么突然就成武王了？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也只是宗师啊，而且这20年你的伤……苏雨满脑子问号，不仅伤好了，还连跨数级，直接封王，这简直比小说还离谱。我停下脚步，从兜里摸出一根压扁的香烟，指尖冒出一缕惊艳点燃，我深吸了一口气，吐出烟圈，转头看着儿子，眼神深邃的像是一汪潭水。系统的事太过于惊世骇俗，且解释起来麻烦。雨儿，其实你爹我这20年一直没有放弃过。我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却又带着7分真情。当年的伤虽然重，但也让我破了后力。这20年，我在城墙下擦血，在工地上搬砖，看似是苟活，实则是红尘炼心。我一直在等一个契机，也许是今天你的表现。我伸出手，帮儿子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领，柔声道：让我的心境圆满。20年的枷锁碎了。苏雨听得热血沸腾，眼眶再次湿润。爸，苏雨哽咽道：好了，大老爷们哭什么？我笑着揉了揉儿子的头，有些事不必深究，你只需要知道，从今天起，这苍蓝基地市，甚至这整个联邦，再也没有人能欺负我们爷俩。而且，我抬起头，看向遥远的星空，眼中闪过一抹令人心悸的寒芒。既然我也恢复了，甚至更进一步，那么有些陈年旧账也该去算算了。雨儿，好好修炼，等你考上京都武大，等你到了武王境，我们就去星空深处。苏雨一怔，随即心脏狂跳。去星空？去干什么？我掐灭了烟头，声音轻得像风，却重如千钧。去把你妈接回家。苏雨紧紧握住了拳头。好，少年必回答，掷地有声。第二天清晨的阳光不再像 F 区那样带着酸腐的尘埃味道，而是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毫无保留地洒在光洁如镜的大理石地板上。苍蓝基地市 A 区云顶庄园，这里是整个基地市寸土寸金的核心地带，居住者非富即贵。而此时，这座编号为001的最顶层独栋别墅已经迎来了他的新主人。我给苏雨向学校请了3天假，经历了昨天的事情，这孩子需要时间去沉淀，也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个天翻地覆的新世界。爸，这真的是我们的家吗？苏雨手里捧着一个破旧的相框，站在足有200平米的超大客厅中央，整个人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脚下踩着的是不知名兽皮编织的地毯，头顶是水晶吊灯，周围的全息智能家居正在自动调节着室内的温湿度。这与他们昨天还住着的那个漏风吊墙皮的30平米筒子楼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傻小子，这就把你吓住了。我穿着一身宽松的练功服，手里正把玩着城主潘红派人送来的庄园钥匙卡。我随手将那把象征着A区最高权限的刺卡扔在茶几上，笑着走了过来。这只是个开始，以后我们会住进比这大10倍、100倍的地方，甚至去到星空里。苏雨愣了一下，随即重重地点了点头。若是以前，他会觉得我在吹牛，但经历了昨天武道士那如同神明降临的一幕，哪怕我说太阳是我搓圆的，苏雨都会信。父子俩并没有带太多行李，贫民窟的那个家，除了回忆，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物质。我们只带走了一些旧衣服，以及最重要的那个装满了孩子母亲照片的老旧铁盒。忙活了一上午，父子亲手将那些充满回忆的相框摆在了新家的各个角落。看着照片里母亲温婉的笑容，在奢华的背景下依旧温暖。这个冷冰冰的大豪宅，终于有了一丝烟火气。呼，苏雨擦了擦额头的汗，瘫坐在真皮沙发上，随手拿起一瓶桌上特供的蓝藻营养水灌了一口。这种一瓶就要5联邦币的奢侈品，以前他只在广告里见过，现在却成了家里的日常饮用水。爸，苏雨突然放下了水瓶，神色变得有些凝重和困惑。怎么了？我正在调试家里的重力训练室，闻言走了出来。其实昨天在武道室的时候，我总觉得我的状态怪怪的。苏雨看着自己的双手，眉头紧锁。虽然我突破到了气血境，但我以前在书上看过，初入气血境的人，气血浮躁如雾，而王恒是气血境中期，气血应该凝练如水。按理说，我那一拳就算能打中他，也最多让他痛一下，绝不可能直接破开他的护体真气，把他打飞那么远。而且那一瞬间，我感觉体内像是有个漩涡，周围的空气都在往我身体里钻。苏雨越说越觉得匪夷所思。我闻言，眼神微微一凝。其实我也一直在奇怪这件事。虽然说虎父无犬子，但苏雨昨天的战绩确实不仅是越级挑战那么简单，那是近乎碾压的爆发力。你过来，坐好，凝神静气，不要抵抗。我走到儿子身前，神色严肃起来。苏雨乖巧的盘膝坐在地毯上，闭上
双眼，我伸出右手，轻轻按在儿子的背心处，心念一动，一缕柔和却精纯至极的武王级气血顺着苏雨的经脉缓缓流入。内视之下，苏雨体内的景象清晰地展现在我脑海中。看清的一瞬间，我心中便是一惊。正常气血进初期的武者，体内的气血应该如同一条潺潺小溪，稀薄且缓慢，但苏雨体内的气血竟然呈现出一种暗红色的粘稠状，如同水银一般沉重。虽然总量上确实只是初期，但这密度和质量简直比气血进后期还要恐怖。经脉宽阔，骨骼隐隐泛着玉色，这小子的底子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厚？我心中疑惑。就在我控制着那缕气血，准备深入苏雨的丹田一探究竟时，异变突生。原本安静盘踞在苏雨丹田处的那团暗红色气血，仿佛察觉到了外来能量的入侵，竟然瞬间活了过来。嗡！苏雨的丹田猛地旋转，竟然化作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色漩涡。什么？我脸色大变，我感觉到自己输入的那缕气血，竟然不受控制的被那个漩涡疯狂拉扯、吞噬，甚至这股吸力还顺着我的手掌，想要掠夺我本体的气血。不好！我反应极快，武王境的修为瞬间爆发，强行切断了那缕气血的联系，闪电般收回了手掌。噔噔噔！即便如此，那股诡异的反震力还是让毫无防备的我退后了半步。而苏雨则浑身一颤，猛地睁开眼睛，他非但没有受伤，反而感觉刚才那一瞬间，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原本因为搬家而有些酸痛的肌肉瞬间恢复，甚至体内的气血又壮大了一丝。爸，怎么了？苏雨看到我后退，吓了一跳，是不是我身体出问题了？我没有立刻回答，因为此时我的脑海深处那个沉寂了许久的系统提示音，正如同炸雷般疯狂响起。叮！检测到子嗣苏雨气血发生质变，恭喜宿主，子嗣苏雨成功觉醒隐藏体质混沌体。混沌体，天地间最顶级的体质之一，拥有此体质者，气血无属性限制，可吞噬万物能量为己用，铜镜无敌，月阶如喝水，气血浓度起步便是常人的10倍。根据富平子贵规则，子嗣觉醒体质，宿主将获得进阶版反馈。恭喜宿主获得至尊混沌体。轰！就在这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内部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原本流淌在体内的紫金气血，在这一刻竟然瞬间坍塌、收缩，最后转化成了一种无法形容的颜色，那是混沌的颜色，灰蒙蒙一片。如果说苏雨的混沌体是一个强力的吸尘器，能吞噬周围的能量，那么我的至尊混沌体就是一个正在成型的黑洞。我握了握拳，感受着那股掌控一切的恐怖力量，心中惊骇欲绝，这系统太霸道了。爸，你没事吧？苏雨见我呆立在原地，我深吸一口气，瞬间收敛了所有气息，看着满脸焦急的儿子，我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笑容，故作深沉地说道：慌什么？爹没事，只是刚才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秘密。苏雨一愣，雨儿，你刚才之所以觉得身体一样，是因为你觉醒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特殊体质。我背着手开始一本正经的科普，这种体质它能让你拥有远超常人的气血浓度，还能在战斗中吸收敌人的气血恢复自身，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能一拳轰飞王恒的原因。苏雨听得目瞪口呆，随即一股巨大的狂喜涌上心头。特殊体质，吸人力量，少年眼中的光芒简直比窗外的太阳还要耀眼。天哪，那岂不是说我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可以这么说。我笑着点了点头，眼中满是宠溺。只要你肯努力，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得到了我的肯定，苏雨激动地在原地蹦了起来，挥舞着拳头。突然，他停了下来，转过身，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脸上写满了少年的意气风发。爸，既然我是绝世天才，那我决定了。决定什么？我挑了挑眉。苏雨深吸一口气，指着窗外浩瀚的天空，我要在5年，不，3年之内，我要超越你，我要成为比武王还要厉害的强者。到时候换我来保护你，我带你去星空把妈妈接回来。看着儿子那副认真又热血的模样，我愣了一下，随即我低下头，肩膀微微耸动，似乎是在憋笑。超越我？傻儿子哟，你每往前走一步，爹我就自动往前走4步，顺便还把路给你铺成了高速公路。这辈子你想超越我，恐怕唯一的办法就是等我老的动不了了。嗨嗨，我干咳2声，强行压下嘴角的笑意，走过去拍了拍苏雨的肩膀，语重心长的鼓励道：好，有志气，爹等着那一天。不过在超越我之前，我话锋一转，指了指旁边还没收拾好的杂物箱，先把你的房间收拾好，大宗师也好，武王也好，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干活去！遵命，父亲大人。苏雨进了个滑稽的军礼，充满干劲的抱着箱子冲向了自己的房间。看着儿子充满活力的背影，我脸上的笑容渐渐变得柔和，随后又化作一抹坚毅。既然儿子有这样的天赋，那就不能让他只待在学校的温室，得给他找点真正的磨刀石才行。午后的阳光透过云顶庄园的巨型落地窗洒在地上，我刚放下碗筷，正惬意地靠在真皮沙发上剔牙。苏雨则勤快地收拾着碗筷。自从搬进这一区的大别墅，这孩子似乎还没完全适应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贵生活，总想找点活干，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觉得踏实。叮咚，清脆悦耳的门铃声打破了午后的宁静。我挑了挑眉，眼中闪过一丝了然，看来潘红那个老狐狸的办事效率还挺高。我去开门，我起身走到那扇足有3米高的雕花大门前，按下开启键。门外站着2名身穿黑色特制西装的男子，他们并非普通的快递员，而是城主府最精锐的亲卫，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先天境武者的气息。但此刻，这2位在外面足以横着走的高手，在面对我时，连呼吸都小心翼翼。苏前辈，其中一名黑衣男子双手捧着一个古色古香的紫檀木匣子，声音微微颤抖。这是城主大人命我们加急送来的。城主大人说，这是第一批赔礼，若您不满意，他再去库房翻找。我淡淡的扫了一眼那个匣子，仅仅是一眼，那2名黑衣男子就感觉浑身汗毛倒竖，仿佛被一头洪荒巨兽盯上了一般。行了，东西留下，替我告诉潘红，这是翻篇了。我随手接过匣子，就像接过一份外卖一样随意。是，多谢前辈，多谢前辈。2人如蒙大赦，对着我深深鞠躬，然后逃也似的离开了云顶庄园。我关上门，转身回到客厅，将匣子放在了大理石茶几上。爸，是谁啊？苏雨擦着手走了过来，
好奇地看着那个精致的木匣。送快递的，我随口胡扯了一句，然后手指轻轻一弹，震开了匣子上的密码锁。咔嗒，匣子开启，一股浓郁的药香瞬间弥漫了整个客厅。只见匣子内部铺着厚厚的金丝绒，中央静静躺着3只拇指粗细的试管，试管内荡漾着碧绿色的液体，宛如流动的翡翠，偶尔还会冒出几个细小的气泡，仿佛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而在试管旁边，则放着一本线装古籍，封面上写着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破空刀、B 级气血药剂、碧海龙涎。我看了一眼，便认出了这些东西的来历。我年轻的时候也只是见过。潘红这次确实是下了血本，这3支药剂，每一支在黑市上都能炒到500万联邦币以上，而且有价无市。这是给你的。我将匣子推到了儿子面前。我的。苏雨愣住了，下意识的摆手：爸，这太贵重了，而且您现在是武王，这些东西您用不是更好吗？傻小子，我哑然失笑，拿起一支药剂在灯光下晃了晃。到了武王这个境界，这种 B 级药剂喝下去跟喝糖水没什么区别，增加不了半点修为，但对你来说，这就是脱胎换骨的神药。说着，我将匣子塞进苏雨怀里，目光中带着不容置疑的鼓励。你现在是气血境初期，虽然基础扎实，但毕竟刚突破，这3支药剂足够你稳固境界，甚至冲击中期。至于这本破空刀，我指了指那本古籍，比我之前教你的那种大陆或莽牛拳强了100倍不止。莽牛拳练的是力气，这破空刀练的是杀气。在这个世道，手里没把刀，怎么保护自己？苏雨抱着沉甸甸的匣子，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的药香，眼眶有些发热。他不是傻子，他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这不仅仅是资源，更是我为他铺就的一条通天大道。爸，行了，别婆婆妈妈的。我摆了摆手，打断了儿子的煽情。我只给你请了3天假，这3天你就待在重力室里，把这些东西给我消化干净。我明白了。苏雨深吸一口气，抱着匣子，转身走向了地下1层的重力训练室。接下来的3天，对于苏雨来说是地狱也是天堂。第1天，苏雨盘膝坐在特制的合金地板上，将第1支碧海龙涎一饮而尽。若是普通武者，哪怕是气血境后期，服用这种烈性药剂也需要兑水稀释，分3次服用。但苏雨想起了父亲说的特殊体质，心一横，直接整支灌了下去。轰！药液入喉，瞬间化作滚滚岩浆，冲入他的4肢百骸。剧痛，仿佛全身的血管都要爆裂开来。但就在苏雨咬牙苦撑即将昏厥的时候，他丹田处那个神秘的黑洞再次苏醒了，那是属于混沌体的本能贪婪。嗡！苏雨的身体周围竟然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气旋，原本在他体内横冲直撞的狂暴药力，像是遇到了天敌，瞬间变得温顺无比，被那个黑洞鲸吞海吸般卷了进去。仅仅半个小时，普通人需要吸收1周的药力，被苏雨消化得一干二净。这就是特殊体质吗？苏雨感受着体内壮大了一大截的气血，满脸震惊。他没有停歇，眼中闪过一抹狠色，拿起了第2支药剂。第2天，苏雨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暴涨的力量。他赤裸着上身，手持一把训练用的合金战刀，在2倍重力下疯狂挥舞。破空刀讲究的是快与狠，一刀破空，无坚不摧。起初，他的动作还很生涩，甚至好几次差点砍到自己，但他不知疲倦，1遍、2遍、1000遍，汗水如雨般落下，又被身上蒸腾的高温瞬间蒸发。第3天黄昏，地下训练室内，苏雨的双眼布满了红血丝，但他身上的气势却凝练到了极点。3支 B 级药剂已经被他全部消耗殆尽，他体内的气血此刻如同大江大河般奔腾咆哮，发出的声音竟然透出体外，如闷雷滚滚。给我破！苏雨暴喝一声，手中战刀猛地斩出。这一刀没有动用任何花哨的技巧，就是纯粹的快，纯粹的力。是空气仿佛被撕裂了一张布帛，发出一声刺耳的尖笑，一道肉眼可见的淡白色气浪顺着刀锋斩出，直接在合金墙壁上留下了一道半寸深的白痕。与此同时，他体内的某个关爱轰然洞开。此时1楼客厅，我正翘着2郎腿，看着全息电视里的新闻联播，手里捧着一杯刚泡好的极品大红袍。悠哉悠哉！突然，叮！检测到子嗣苏雨修炼刻苦，完全吸收3支 B 级药剂，成功晋升气血境中期。富平子贵系统判定子嗣境界提升，宿主获得增幅反馈，宿主境界同步中。轰！我手中的茶杯微微一震，茶水却没有洒出一滴，但我体内的力量却在这一瞬间再次飞跃。武王境中期，叮！检测到子嗣苏雨经过1000次挥刀，演练破空刀略有小成，触发暴击反馈，宿主破空刀自动演化至圆满境界。恭喜宿主领悟破空刀意。嗡！刹那间，一股凌厉至极的锋芒从我身上一闪而逝。客厅里的那套真皮沙发，明明没有受到任何外力接触，表面却突然出现了无数道细密的裂痕，仿佛被无形的刀器切割过一般。我缓缓闭上眼睛，脑海中无数关于刀法的感悟如潮水般涌来。原本对我来说只是一本普通秘籍的破空刀，此刻在我手中，仿佛已经经营了100年。我甚至不需要握刀，只要一个念头，目光所及之处，空气皆可为刀。呼，这感觉真不错。我放下茶杯，感受着体内澎湃如海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不劳而获的惬意笑容。儿子在楼下挥汗如雨，老子在楼上喝茶升级，这就是养儿子的快乐吗？看来以后得给小雨多找点高级货了。就在这时，地下室的门开了，一身臭汗却精神奕奕的苏雨冲了上来，满脸兴奋地喊道：爸，我突破了气血境中期，而且破空刀我也入门了。我收敛了浑身凌厉的刀意，变回了那个慈祥的老父亲模样，笑眯眯地转过头。不错不错。第2天清晨，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餐桌上，我漫不经心地说道：对了，我刚才已经直接跟学校高层打了招呼，从今天开始，你只需要去上上午的理论课和基础实战演示，至于下午那些浪费时间的常规训练，就不用参加了。苏雨闻言微微一愣，不去学校训练，那我干什么？我拿餐巾擦了擦嘴，眼中闪过一丝笑意。放学后直接回家，或者我会发定位给你。你现在的身体是混沌体，学校那种过家家式的喂招已经满足不了你了。以后下午的时间，老爹亲自操刀，给你开小灶，亲自特训。苏雨看着我那深不可测的笑容，背脊莫名
明升起一股凉意。好，我听爸的，他知道我已经是武王境的超级强者，能得到武王的亲自指点，这是无数人做梦都不敢想的机缘。上午6点，苍兰第一中学，当苏雨背着书包踏入校门的那一刻，原本喧闹的校园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往日里，因为家境贫寒和王太的打压，苏雨在学校里就像个透明人，偶尔还会遭受到一些势利眼的冷嘲热讽。但今天一切都变了，快看，是苏雨。嘘，小声点，你不想活了。听说前几天王家差点被灭门，就是因为惹了他。我的天，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他是这种顶会二代？听说连城主见了他爸都要鞠躬，无数道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苏雨身上，有羡慕，有嫉妒，但更多的是一种源自骨子里的敬畏。那些曾经跟在王太屁股后面狐假虎威的学生，此刻一个个缩着脖子，甚至不敢和苏雨对视，生怕被这位太子爷秋后算账。苏雨面色平静，脚步稳健，经历了生死一线和武道觉醒，这些同龄人幼稚的目光已经无法在他心中掀起任何波澜。雄鹰会在意麻雀的议论吗？显然不会。木头，你还知道来学校啊？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清脆悦耳的喊声，打破了周围压抑的氛围。苏雨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只见旭乐乐背着一个粉色的包，扎着高马尾，正一路小跑过来。周围的男生看到这一幕，心碎了一地，却没人敢上前搭讪。现在的苏雨，在他们眼里就是身上贴着生人勿近标签的恐怖存在。你都不知道，这几天学校里都炸锅了。旭乐乐跑到苏雨身边，大眼睛忽闪忽闪，大家都在传那天的事儿，说你爸是隐世不出的绝世高人，一脚就把王家那个恶霸给踩扁了，连城主都得赔礼道歉。现在大家都叫你苏少呢。苏雨无奈的笑了笑，摇了摇头，什么苏少，别听他们瞎扯，我还是我。切，你就装吧。旭乐乐凑近了一些，压低声音，一脸好奇的问道，不过说真的，你爸给你弄来的那些资源是不是特别厉害？我感觉你现在的气息好像比那天在武道时还要深沉啊。作为班里为数不多真心关心苏雨的人，他能敏锐地察觉到苏雨的变化，那种变化不仅仅是实力上的，更是一种气质上的沉淀，就像是一把藏在鞘中的利刃，锋芒内敛。苏雨想起这几天在重力室里那种撕裂般的痛苦，眼中闪过一抹自信的光芒，确实有些提升。如果是现在的我，再遇到王恒，我有把握在3招之内解决他。哇！旭乐乐捂着小嘴，一脸崇拜，吹牛吧你！王恒可是气血境中期位，不过本姑娘信你，那你现在岂不是能轻松考上精武、魔武这种顶级学府了？精武只是目标之一。苏雨看向远方，语气平淡却坚定，我的目标是全国状元。3天不见，口气大的没边了。旭乐乐撇了撇嘴，但眼底却是掩饰不住的笑意。对了，第1节就是实战模拟课，老师说要分组对抗，咱们一组呗，正好让我看看未来的全国状元到底有多强。好啊，只要你不怕输得太难看，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本姑娘这几天也不是吃素的。两人一边斗嘴一边走向教学楼。与此同时，苍兰基地室外数十公里，这里是人类文明的禁区，是凶兽横行的荒原。残破的旧时代高速公路像是一条断裂的脊椎，横亘在杂草丛生的荒野上。倒塌的高楼大厦被巨大的藤蔓缠绕，成了飞禽走兽的巢穴。在这片充满危险与杀戮的天空之上，一道人影正负手而立，脚踏虚空。奇怪，我眉头微微皱起，低声自语。按照常理，基地室外围30到50公里的区域是低阶凶兽最密集的活跃区，以往这里应该是狼群出没，变异野猪成群结队，甚至偶尔还能看到 F 级、E 级的凶兽为了争夺地盘而厮杀。人类虽然踏足星空，但对于地球本土的生态并没有采取灭绝政策。一方面是为了保留生态多样性，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将这些凶兽作为天然的磨刀石，用来磨砺一代又一代的武科学生。可现在我放眼望去，下方的荒野安静的有些诡异，除了零零散散几只落单的铁皮野猪和疾风兔在觅食外，原本盘踞在废弃工业园区的那群嗜血魔狼不见了，栖息在旧河道边的那群铁甲鳄也不知所踪。太安静了，我的身形缓缓下降，落在一座断裂的大桥顶端。我能感觉到空气中残留着一种淡淡的、令人不安的气息，那不是普通凶兽留下的味道，而是一种更高级、更有组织性的威压。难道是有高阶凶兽路过，把这些低阶的畜生都吓跑了？我蹲下身，查看了一下桥面上的一处爪痕，那爪痕很新，应该是不久前留下的。但奇怪的是，爪痕的方向是整齐划一的，所有凶兽都在向着同一个方向迁徙，那个方向是北方，远离苍兰基地室的方向，也是深入荒野禁区、死亡大峡谷的方向。大规模的凶兽迁徙，还是某种集结？我眼中闪过一丝惊芒。作为在这个世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油条，加上前世的见识，我本能地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通常情况下，凶兽只有在2种情况下会这样反常：一是即将发生如地震、海啸般的自然灾害；二是诞生了一位能够号令群兽的兽王，正在召集兵马。如果是后者，那这苍兰氏怕是要不太平了。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我并没有像普通人那样感到恐惧，武王境的实力给了我绝对的底气。我这次出来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给苏雨找实战对象。既然这里没有，那就再往深处走走。我目光看向北方那片笼罩在黑雾中的深山老林，我就不信抓不到几只像样的陪练。话音未落，我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道被音爆震碎的残云。我的目标很明确，抓几只1级巅峰甚至地级初期的凶兽回去，扔到云顶庄园的后山，给苏雨来一场真正的荒野求生。至于兽巢的隐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真要到了威胁到儿子生活的时候，我再出手也不迟。正午的阳光毒辣地炙烤着大地，但在区云顶庄园内，恒温系统却让室内保持着最舒适的22度。苏雨提前半小时回到了家，刚走进前院的花园，还没来得及换血，一阵沉闷而充满野性的嘶吼声便穿透了厚重的别墅墙体，隐约传入耳中。吼！那声音中夹杂着暴虐、嗜血以及金属锁链剧烈碰撞的哗啦声，听得人头皮发麻。苏雨微微一怔，随即
反应过来，这应该就是父亲提到的特训，只是他没想到，这动静竟然大得像是在家里开了个动物园。爸，后山是什么东西在叫？苏雨走进厨房，见我正围着围裙，熟练地处理着食材，随口问道：“回来了？”我头也没回，手中菜刀飞舞，语气平淡：“先洗手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挨打。”哦不，练功。苏雨点了点头，坐在餐桌旁，虽然面前摆满了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但他却吃得有些心不在焉。那一声声若有若无的兽吼，像是一只无形的小手，挠得他心里痒痒的。毕竟作为一个在温室里长大的学生，他对凶兽的认知全部来自于全息课本和视频，真正面对面的接触，这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我见儿子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笑着摇了摇头：“行了，别数米粒了，既然你这么心急，那就别吃了，咱们提前开始。”说完，我随手解下围裙，甚至连擦手的动作都显得那么从容，径直朝后院走去。苏雨眼睛一亮，连忙丢下筷子跟上，穿过精致的花园，推开那扇通往后山的沉重铁门。眼前的景象让苏雨瞬间倒吸一口凉气，瞳孔猛地放大。原本郁郁葱葱、风景秀丽的庄园后山，此刻已经被暴力清理出了一块足有足球场大小的黄土地，而在那空地之上，竖立着10几根粗壮的合金桩，每一根桩子上都用手腕粗细的特制镣铐锁着一头头形态各异、散发着浓烈腥臭味的凶兽。左边是一头浑身长满黑铁尖刺的铁甲豪猪，它正在疯狂地用身体撞击着地面，每一次撞击都引得地面震颤。中间是一头直立起来足有3米高的巨岩熊，它那厚重的岩石皮肤上还残留着抓捕时的伤痕，一双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苏雨，嘴角流淌着粘稠的咸水。右边则是几头身形矫健、目光阴毒的疾风狼，它们虽然被锁着，却依旧保持着伏击的姿态，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咽。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古罗马斗兽场。这些都是爸你抓来的。苏雨看着这些只在图鉴里见过的狰狞生物，喉咙有些发干。这就是气血镜对应的一级凶兽吗？那种扑面而来的煞气，那种毫不掩饰的杀意，根本不是学校里那些穿着护具的同学能比的。我微微点头，双手抱胸，倚靠在一棵被撞断的大树旁，神色轻松的像是在看自家养的宠物狗。没错，从今天起，他们就是你的陪练。陪练。苏雨嘴角抽搐了一下，这些凶兽任何一只放出去都能引起 F 区的恐慌，结果在老爹嘴里成了陪练。爸，你是说现在我就要跟他们练？苏雨指了指那头最暴躁的铁甲豪猪。不然呢？留着过年。我嘴角勾起一抹坏笑，突然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那头铁甲豪猪的铁笼前。这是1级初期的铁甲豪猪，对应人类的气血镜初期，而你现在是气血镜中期，按理说你可以碾压它。去吧，让我看看你的本事。话音刚落，我手中寒光一闪，直接斩断了豪猪身上的锁链。吼！重获自由的铁甲豪猪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它那双赤红的兽瞳瞬间锁定了场中的苏雨。轰隆隆，它四蹄刨地，庞大的身躯如同一辆失控的重型卡车，卷起漫天尘土，带着无可匹敌的冲击力，径直朝着苏雨撞了过来。这么快？苏雨心中大惊。书上说豪猪速度慢是骗人的，这爆发力简直吓人。接刀，我随手一抛，一把未开刃的合金训练长刀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苏雨慌忙接住长刀，此时豪猪那带着腥风的獠牙已经逼近到了身前3米多。苏雨本能的做出反应，脚下步伐凌乱的向左侧扑去。呼！豪猪那满是尖刺的身体擦着苏雨的衣角冲了过去，带起的劲风刮得苏雨脸颊生疼。还没等苏雨站稳，那豪猪竟然展现出了与其体型不符的灵活性。它前蹄猛地刹住，以后腿为轴，粗壮的尾巴如同钢鞭一般，带着呼啸的风声横扫而来。该死！苏雨只能架起长刀格挡。当一声刺耳的金铁交鸣声响起，苏雨只觉得一股巨力顺着刀柄传来，虎口瞬间震裂，整个人被这股蛮力抽得连连后退7、8步才勉强站稳，双臂一阵发麻。这就是实战。苏雨额头上冷汗直冒，明明他的气血值比这头畜生高，明明他的力量应该更强，但在刚才的交锋中，他完全被压着打。那豪猪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再次咆哮着冲来，尖锐的獠牙闪烁着森冷的寒光，是要将这个人类少年刺穿。苏雨只能凭借着本能的反应，一次次狼狈的闪避。他手中的破空刀法此时变得支离破碎，完全打不出章法，偶尔砍中豪猪1、2刀，也只是砍在那坚硬的黑铁尖刺上，溅起一串火花，根本破不了防，太僵硬了。不远处的我摇了摇头，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苏雨耳中：“你在学校学的都是死套路，凶兽会等你摆好架势再攻吗？你的气血镜中期是摆什么？苏雨，别忘了你的体质。”我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低喝道：“混沌体不是让你用来当肉盾的，尝试在接触的瞬间把他的气血吃掉，吃掉！”正在狼狈躲闪的苏雨心中猛地一震，嗡！豪猪再次撞来，这一次苏雨没有选择后退，他在极度的紧张中强行逼迫自己冷静下来。丹田深处那个灰蒙蒙的混沌漩涡开始缓缓旋转，一股难以言喻的饥饿感突然从他的每一个毛孔中散发出来。来吧！苏雨双眼微眯，死死盯着冲来的豪猪，在獠牙即将触碰的瞬间，他身形如鬼魅般侧滑，不再是惊慌失措的躲避，而是有预谋的切入。他伸出左手，看似轻飘飘地按在了豪猪那布满尖刺的侧腹上。若是之前这一掌按下去，苏雨的手掌会被反震的生疼，但这一次混沌体发动，苏雨掌心的气血瞬间形成了一个小型的负压漩涡。原本气势汹汹的铁甲豪猪突然发出了一声惊恐的怪叫，他感觉自己体内狂暴的力量在接触到这个人类手掌的一瞬间，竟然像决堤的洪水一样狂泻而出。那一瞬间的虚弱感让他原本凶猛的冲撞动作出现了一个致命的僵直。就是现在，苏雨清晰地
地感觉到一股温热，狂暴的气血精华顺着左手涌入体内，瞬间补充了他刚才消耗的体力，甚至让他的力量短暂暴涨。此消彼长，这就是混沌体的恐怖。苏雨眼中的惊慌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猎人看到猎物的兴奋。趁着豪猪僵直的瞬间，他手中的合金长刀不再颤抖，而是稳稳地握紧，体内刚刚掠夺来的气血混合着自身的气血，疯狂灌注进刀身之中。破空刀第一式断流，给我开！苏雨暴喝一声，长刀化作一道凄厉的白光，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狠狠斩向豪猪那防御最薄弱的脖颈连接处。噗嗤！这一次没有火花，没有反震，那是利刃切入黄油般的顺滑感。坚硬的铁甲在这一刀面前如同薄纸，长刀深深没入豪猪的脖颈，直接切断了他的脊椎和动脉。嗷呜！铁甲豪猪发出一声凄厉的哀鸣，庞大的身躯在惯性作用下向前滑行了几米，在地上犁出一道深深的沟壑，随后轰然倒地，四肢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弹，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苏雨的脚下的土地。苏雨保持着挥刀的姿势，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虽然身体很累，但他的精神却前所未有的亢奋。他看着倒在脚下的庞然大物，又看了看自己的左手，刚才那种掠夺的快感让他至今有些迷醉。这就是真正的实战。苏雨喃喃自语，从一开始的狼狈逃窜到掌握节奏后的瞬杀，这中间的差距仅仅是因为他学会了利用混沌体的特性。啪啪啪，身后传来了我的掌声。我走了过来，看了一眼死透的豪猪，满意地点了点头，还行，悟性不错，最后那一刀借力打力，有点样子了。爸，这个混沌体太变态了。苏雨转过身，眼中闪烁着光芒。刚才我感觉他不是在撞我，而是在给我送补给，他越用力我就越强，那是自然。我递给儿子一条毛巾，意味深长地说道，不过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是1级初期的蠢猪，若是遇到速度型或者远程攻击的凶兽，你根本没有近身吸取气血的机会。说着，我的目光看向了旁边那几只跃跃欲试的疾风狼。休息10分钟，把气血理顺了，我露出了魔鬼般的笑容。下一场，2只疾风狼一起上。苏雨刚刚放下的心瞬间又提到了嗓子眼，哀嚎道，爸，不带这么拔苗助长了吧？2只，少废话，想要在这个吃人的世界活下去，想要保护你想保护的人。我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远方的星空，你得不断变强。苏雨愣了一下，看着我严肃的眼神，他握紧了手中的长刀，原本的疲惫一扫而空。来就来，2只狼而已，正好我不够打。少年擦干脸上的血迹，眼神变得如刀锋般锐利。时间悄然流逝，接下来的1周对于苏雨来说是地狱，也是重塑自我的熔炉。去云顶庄园的后山原本是一片风景秀丽的园林，如今却充满了肃杀的血腥气。每天清晨到日落，野兽的嘶吼声、金铁交鸣声从未间断。苏雨的进步速度简直可以用骇人听闻来形容。从一开始面对1级初期铁甲豪猪的手忙脚乱，到后来单刀斩杀1级中期的疾风狼，再到如今夕阳如血，将后山的空地染成一片赤红。呼呼，苏雨赤裸着上身，原本白皙的皮肤此刻呈现出健康的古铜色，肌肉线条虽然不像健身教练那样夸张，但每一块肌肉都仿佛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他的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痕，那是成长的勋章。而在他对面，一只浑身燃烧着赤红毛发的凶兽正伏在地上，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威胁声。赤焰妖狐，这是一只无限接近地级的恐怖凶兽。它不仅拥有惊人的速度，那双狡诈的树瞳中甚至透着几分人类才有的智慧。来，苏雨手持那把已经满是缺口的合金战刀，眼神冷冽如冰。经过1周的魔鬼特训，他身上的书卷气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令人心悸的煞气。嗖，赤焰妖狐动了，它没有直线冲锋，而是后腿猛地一蹬，身体化作一道红色的闪电，在空中拉出残影。它利用地形，在树干、岩石上连续借力，行踪飘忽不定，仿佛同时有3只狐狸从不同角度袭来。好快！苏雨瞳孔微缩，这只狐狸的速度比之前的疾风狼还要快上1倍。劲风扑面，一只锋利如匕首的利爪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苏雨的左侧咽喉处。若是换作1周前，苏雨此刻恐怕已经被封喉，但现在苏雨甚至没有转头，丹田内的混沌漩涡猛地旋转，周围空气的流动、温度的变化，乃至赤狐身上那一丝杀意的波动，都在他脑海中清晰成像。他上半身以一个极其诡异的角度向后仰去，是利爪擦着他的鼻尖掠过，切断了几根发丝。就在这生死一瞬，苏雨并未后退，反而抓住了赤狐就力已尽，心力未生的刹那僵直。抓到你了！苏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原本向后仰的身体如同装了弹簧一般猛地弹起，左手五指成爪，并未直接攻击，而是对着赤狐的腹部虚空一抓。嗡！空气中仿佛出现了一个看不见的黑洞，原本正准备变向逃离的赤狐，突然感觉体内的气血一滞，动作不可避免的慢了半拍。他惊恐的尖叫一声，晚了！苏雨大喝一声，右手长刀早已蓄势待发，体内那磅礴如海的气血瞬间灌注刀身，刀锋之上竟然隐隐泛起一层淡金色的毫光。破空刀第2式破军，这一刀不再追求极致的快，而是追求极致的是千军万马。我一刀破之，轰！刀光如同一颗坠落的流星，带着撕裂空气的爆鸣声，狠狠斩下。赤狐绝望地挥动双爪想要格挡，但在苏雨那经过混沌体加持的恐怖怪力面前，他的抵抗如同螳臂当车。咔嚓，扑哧，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响起，赤狐的双爪被直接斩断，紧接着刀势不减，从他的肩部斜劈而下，直接将其钉死在了地面上，鲜血喷涌，染红了苏雨的半边身子。赤狐抽搐了2下，眼中的神采迅速涣散，最终化为一具冰冷的尸体。苏雨保持着下劈的姿势，胸膛剧烈起伏，他缓缓拔出长刀，看着地上的尸体，那种征服强敌的快感让他忍不住想要长啸出声。境地级凶兽
兽，我也能杀！啪啪啪！不远处的躺椅上，我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轻轻鼓掌。不错，懂得利用混沌体。最后那一刀，破军的气势也到了70%。这一周没白练，我的声音依旧懒散，但眼神中却难掩骄傲。短短7天，就从一个只知道死读书的学生，变成一个能越阶斩杀狡诈凶兽的战士。这种天赋确实恐怖，不愧是继承了他母亲的天赋。然而，就在我准备起身给儿子递毛巾的时候，我的脑海深处那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如同天籁般响起。叮，检测到子嗣苏雨在1周内经历数十场生死搏杀，战斗技巧大幅度提升，已达精通级。富平子贵系统判定子嗣技艺精进，宿主获得暴击反馈，恭喜宿主战斗技巧境界突破，入危级。轰！我只觉得脑海中仿佛有一道闪电划破了混沌，一股无法言喻的暖流从丹田升起，瞬间游走4肢百骸。但这股暖流强化的不是肉体，而是感知与控制。世界在我眼中变了，原本在我看来只是空气的空间，此刻分解成了无数细微的气流。远处树叶飘落的轨迹，在我眼中慢得如同幻灯片。我甚至能预判出那片树叶会在几秒后落在地面的哪个点上。体内的每一寸肌肉、每一条筋膜，乃至每一个细胞的能量流动，此刻都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入微，这是无数武者穷极一生都难以触碰的境界。所谓入微，便是对力量的掌控达到了毫巅，1分力能当10分用。敌未动我先知，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我下意识地伸出手，2根手指轻轻夹住了空中飘落的一缕灰尘。这就是入微吗？我眼中闪过一抹惊喜。如果说之前的我空有武王境的力量，却像个拿着大锤的小孩，只能靠蛮力砸人，那么现在的我就是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可以精准地解剖任何对手。爸，你怎么了？苏雨擦了一把脸上的血迹，注意到我站在那里发呆，手指还保持着一个奇怪的姿势，不由得好奇问道。我回过神来，轻轻弹掉指尖的灰尘。没事，我负手而立，看着满身煞气的儿子，笑道：只是觉得你进步得这么快，为父深感欣慰。看来我也得加把劲，不然以后压不住你这个小怪物了。嘿嘿，爸你就别谦虚了，我越强，才越知道跟你的差距有多大。苏雨挠了挠头，哪怕他现在能杀赤狐，但在我面前，他依然感觉自己像是在面对一座看不见顶的高山。行了，别拍马屁了，我扔过去一瓶修复液，喝了它。与此同时，苍蓝基地市中心，城主府，平日里威严庄重的城主办公室，此刻却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低气压。作为苍蓝市的最高掌权者，大宗师潘虹，此刻正如同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战战兢兢地站在办公桌旁，额头上冷汗密布。而在他那个象征着权力的真皮座椅上，此刻正坐着一个身穿白色复古长袍的中年男子。男子面容阴柔，手指修长，正慢条斯理地把玩着潘虹最心爱的玉石镇纸。江南大基地特派员柳云，武王境巅峰特派员阁下，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潘虹咽了口唾沫，声音干涩地将那天在第一中学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包括苏武如何踏空而来，如何一脚踩爆王恒，如何捏死副统领王猛，以及自己如何忍辱负重送出赔礼。他不敢有半句隐瞒，更不敢有半句添油加醋，因为他知道眼前这位来自江南主城的特派员想要捏死他，比苏武还要容易。听完潘虹的汇报，柳云手中的动作停了下来，啪，那块价值连城的玉石镇纸在他手中毫无征兆地化为了齑粉，从指缝间滑落。潘虹的心脏猛地一抽，武王。柳云抬起头，那双狭长的眸子里闪烁着感兴趣的光芒，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有点意思。没想到这个鸟不拉屎的苍蓝小基地竟然还藏着一条潜龙。苏武，20年前那个被废掉的天才宗师吗？看来是获得了什么了不得的机缘，不仅恢复了伤势，还因祸得福破镜封王了。柳云的声音轻柔，却透着一股森寒的杀意。特派员阁下，潘虹小心翼翼地试探道，那苏武确实有些邪门，而且极度护短，王家分脉这次确实是踢到了铁板。您看这件事是不是算了？柳云斜睨了潘虹一眼，那眼神让潘虹如坠冰窟。潘城主，你是不是在小地方待久了，脑子也生锈了？柳云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钢铁城市，语气淡漠如水。王恒和王猛那2个废物，死了也就死了，那种旁系之脉的垃圾，王家主脉多的是，死1万个也不心疼。但是柳云话锋一转，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充斥了整个房间，压得潘虹膝盖发软，差点跪下。打狗也要看主人，苏武杀人也就罢了，但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当众羞辱王家，不该无视王家的威严，江南王家的脸面。若是被一个乡下武王踩在脚底下而无动于衷，那王家还怎么统领江南数亿子民？柳云转过身，看着潘虹，眼中闪过一抹残忍的光芒。王家老祖虽然闭关未出，但他老人家传下话来，苍蓝基地不需要武王，尤其是不听话的武王。潘虹闻言，心中大骇，这是要不死不休啊！那特派员打算何时动手？潘虹颤抖着问道。不急。此时云顶庄园内，苏雨赤裸着上身，汗水顺着他精壮的肌肉线条滑落，他周身缭绕着一层淡淡的灰蒙蒙气流，那是气血转到极致的意象。每一次呼吸，周围空气中游离的灵气便如同飞蛾扑火般涌入他的体内，滋养着他的经脉。一天的实战特训让他遍体鳞伤，但也让他摸到了气血境后期的门槛。在2楼露台上，我负手而立，目光穿透钢化玻璃，静静地注视着楼下的儿子。这小子比我当年还要拼。我嘴角勾起一抹欣慰的弧度，我心念一动，那道只有我能看见的湛蓝色系统面板如水波般在眼前荡漾开来。宿主苏武，绑定子嗣苏雨，子嗣境界气血境后期，宿主境界武王境后期。功法混元一气功圆满，由破气诀进化。武技莽牛拳圆满，以生拳意。破空刀圆满，以生刀意。踏叶身法大成。战斗技巧入危级。看着这一连串豪华的数据，我眼中的光芒微微闪烁。武王后期，我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那如同汪洋大海般浩瀚的力量。仅仅是1周的时间，随着苏雨的疯狂进步，我的境界也如同坐火箭般，从初入武王一路飙升到了后期。这种力量，若是放在苍兰这种小基地时，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神。但是还不够。我的目光看向北方，那是更广阔的星空，也是敌
敌人可能存在的地方。距离5科高考只剩下不到3个月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不仅有个大基地式的天才，甚至可能会有来自上面的种子选手空降。宗师境的妖孽考生倒也不是不可能。雨儿虽然有混沌体，但起步太晚，想要在3个月后横扫全国，拿下状元，光靠苦练是不行的。穷文富武，混沌体就是个吞金兽，得用海量的资源去堆。想到这里，我眼中闪过一丝决断。之前的几支 B 级药剂已经被苏雨消耗殆尽，必须补充新的燃料。次日清晨，阳光刺破云层，唤醒了这座钢铁巨兽。苏雨早早的去了学校，临走前还狼吞虎咽了3大碗变异瘦肉粥。看着儿子充满活力的背影，我收拾了一番，换上了一身不起眼的灰色休闲装，便出门了。如果说 F 区是贫民窟， A 区是权贵后花园，那么 B 区就是整个基地的经济心脏。这里寸土寸金，高楼林立，巨大的全息投影广告在空中交错，展示着各种新款的合金战刀、基因药剂和防护战衣。街道上豪车穿梭，行人们大多衣着光鲜，哪怕是路边的巡逻队，装备也比 F 区精良了不止一个档次。我双手插兜，悠闲地漫步在繁华的街道上。我那身朴素的灰色套装，在这一群锦衣华服的人群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我毫不在意。到了我这个境界，外物已是浮云，我就算披个麻袋，也是武王。珍宝阁，我停下脚步，抬头看向前方那座气势恢宏的古风建筑。这是一座足有4层高的朱红色阁楼，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门口蹲着2尊由黑金岩雕刻而成的石狮子，威风凛凛。巨大的牌匾上，珍宝阁3个鎏金大字龙飞凤舞，透着一股财大气粗的底蕴。珍宝阁，大夏联邦最大的连锁商会之一，据说其背后的势力遍布整个人类联邦，甚至在星空中都有分店。这里号称只要有钱，连星空巨兽的蛋都能买到。就是这了，我点了点头。我今天是来进货的，只有这种大店才能满足混沌体的胃口。抬脚跨过高高的门槛，一股淡雅的檀香扑面而来，瞬间隔绝了外界的喧嚣。1楼大厅宽敞明亮，摆放着数百个水晶柜台，里面陈列着各种基础丹药和凡阶兵器。此时大厅里人头攒动，大多是些低阶武者在讨价还价。我目光扫过，摇了摇头。这些东西对普通人来说或许是宝贝，但对现在的苏雨来说，杂质太多，效用太低。去楼上看看。我熟门熟路地走向通往2楼的红木楼梯。我记得高阶的药剂和珍稀材料通常都在3楼以上的贵宾区，2楼相对安静了许多，售卖的是入阶的兵器和 C 级药剂。几个身穿青色长袍的店员正在柜台后轻声交谈，看到我上来，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见我衣着普通，便没人上前招呼。我也不在意，径直走向通往3楼的楼梯口。就在我的脚刚要踏上台阶的一瞬间，站住！一道尖锐且带着几分刻薄的女声突然响起。我脚步一顿，转头看去，只见一个妆容精致、身穿紧身制服的女店员快步走了过来。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在我那双略显陈旧的运动鞋上停留了2秒，眼中的鄙夷毫不掩饰。这位大叔，女店员双手抱胸，挡在楼梯口，下巴微微扬起。你是走错地方了吧？上面是3楼，我知道是3楼。我神色平静，我要去买点东西。买东西？女店员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嗤笑一声。你知道3楼卖的都是什么吗？那是给高贵的武者老爷们准备的资源，随便一颗丹药都要几万联邦币。说着，他伸出一只手，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还有，看清楚旁边的牌子了吗？3楼是贵宾区，非会员不得入内。你有会员卡吗？会员？我眉头微微一皱。我年轻时来珍宝阁的次数不少，虽然那是20年前的事，但我从未听说过这种规矩。珍宝阁什么时候有了这种规矩？大夏律法规定，商会开门做生意不得无故射箭。我以前来的时候，并未听说要会员。我淡淡的说道：以前那是哪一年的老黄历了？女店员翻了个白眼，语气更加尖酸刻薄。土包子，我们苍兰分店自从半年前换了新经理，就立了这个规矩，想要上3楼，先充值50万办理会员。看你这一身穷酸样，把你卖了都不值50万吧？赶紧滚下去，别挡着其他贵客的路，弄脏了地毯你赔得起吗？女店员一边说着，一边厌恶地挥了挥手，仿佛在驱赶一只苍蝇。周围几个2楼的顾客也被这边的动静吸引，纷纷投来戏谑的目光。这人谁啊？穿成这样也敢往3楼闯，估计是想上去见见世面的穷鬼吧。嘿嘿，珍宝阁那个新经理可是出了名的认钱不认人，这大叔要倒霉了。听着周围的议论声，我原本平静的目光逐渐冷了下来。我不想惹事，但我更讨厌被狗咬。新经理立的规矩，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好大的官威啊！闭嘴，你个老东西还敢妄议我们经理？女店员见我不仅不滚，还敢顶嘴，顿时大怒。她平时仗着珍宝阁的事，连一些普通的小队长都不放在眼里，哪里容得下一个穷鬼放肆？保安，保安死哪去了？把这个闹事的给我扔出去！女店员尖叫着，甚至伸出手想要推搡我。然而，就在她的手即将触碰到我衣角的一瞬间，啪！一声清脆到极点的耳光声，瞬间让整个2楼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女店员整个人如同被高速行驶的卡车撞中，直接凌空飞旋了3圈，重重的砸在5米开外的展示柜上，稀里哗啦，玻璃碎了一地。女店员趴在地上，半边脸瞬间肿得像个发面馒头，嘴里吐出2颗混着血水的牙齿，整个人都被打懵了。你敢打我？她捂着脸，发出杀猪般的嚎叫，杀人了！有人在珍宝阁闹事了！我站在原地，缓缓收回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掌心，神色淡漠的仿佛刚才只是拍死了一只蚊子。谁？是谁敢在我珍宝阁撒野？仅仅过了不到半分钟，一阵急促且愤怒的咆哮声从楼上传来，紧接着一连串沉重的脚步声响起，7、8名身穿黑衣的彪形大汉冲了下来，为首的是一个身穿锦缎长袍、留着2撇
八字胡的中年男子，此人正是珍宝阁苍兰分店的经理赵德才。赵德才一脸阴沉，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出来。他在苍兰基地经营半年多，黑白两道通吃，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在他的地盘动手打人。经理就是他，那个被打的女店员见靠山来了，立刻哭得梨花带雨，指着我尖叫道：“这个穷鬼没有会员，非要硬闯3楼。”我拦着他，他不但骂我们珍宝阁是黑店，还动手打我。经理，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呜呜！赵德才顺着手指看去，只见一个穿着灰色休闲装，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正负手而立，一脸淡然。好得很。赵德才怒极反笑，眼中闪过一丝狠戾。在苍兰基地，还没人敢动我赵德才的人。老东西，不管你是谁，今天不留下一只手，别想走出这个门！给我上！废了他！赵德才大手一挥，身后的7、8名保安立刻狞笑着围了上来。这些保安全部都是气血境大圆满的好手，甚至领头的还是一个刚突破先天境的退役雇佣兵。蠢货，下辈子招子放亮！领头的保安举起手中的铁棍，狠狠朝着我的脑袋砸去。然而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轰！一股无形却恐怖至极的气场以我为中心骤然爆发，没有任何动作，没有任何招式，仅仅是气息的外放。砰砰砰砰！那7、8名气势汹汹的保安，就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狠狠拍中，瞬间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倒飞出去。他们重重地撞在墙壁上、柱子上，口吐鲜血，一个个瘫软在地，连惨叫都发不出来，直接昏死过去。什么？正准备看好戏的赵德才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双腿开始不受控制的打颤，一瞬间震飞7、8名好手。这是什么实力？大宗师？不，就算是城主潘红那个大宗师，也不可能做到如此轻描淡写，连气血波动都没有，怎么可能？赵德才的声音开始颤抖，刚才的嚣张气焰瞬间熄灭了一半。我缓缓抬起头，那双紫金色的眸子冷冷地锁定了赵德才。下一刻，我的身影在原地凭空消失，再出现时，我已经站在了赵德才的面前，两人鼻尖对着鼻尖，距离不足3寸。赵德才瞳孔缩成针尖大小，他甚至没看清我是怎么移动的。你刚才说要废了我一只手，我的声音很轻，却如同恶魔的低语。接着，在全场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我的双脚缓缓离开了地面，离地1尺，悬浮而立，周围的重力仿佛在我脚下失效，一股属于生命层次上的绝对威压，如同天塌地陷般降临在赵德才身上。踏空而行，赵德才发出一声尖叫，吓得魂飞魄散。他虽然只是个商人，但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能够摆脱地心引力，肉身摄虚，这是武王。扑通，赵德才双膝一软，重重地跪在了地上，膝盖骨都磕碎了，但他根本感觉不到疼，只有无尽的恐惧。天哪，他刚才竟然扬言要废了一位武王的手，这跟找死有什么区别？大人，饶命，饶命啊！赵德才疯狂地磕头，把地板磕得砰砰作响，鲜血直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小的该死，小的猪油蒙了心。至于那个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女店员，此刻早已吓得白眼一翻，直接昏死过去。我悬浮在半空，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只瑟瑟发抖的蝼蚁。这会员制度是你定的？不是。赵德才吓得语无伦次，是小的私自定的。我想着苍兰基地偏远，天高皇帝远，想连点财。大人，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这就废除，马上废除。我伸出一只手，如同拎小鸡一样，隔空扼住了赵德才的喉咙，将他提了起来。赵德才双脚乱蹬，脸色涨成猪肝色，窒息感让他感受到了死神的召唤，脸才脸到我头上来了。我冷漠地看着他，若是换做我年轻时的脾气，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不过今天我是来给儿子买东西的，不想见血，不吉利。扑通，我随手一甩，将赵德才像垃圾一样扔在墙角。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我落回地面，拍了拍手，淡淡的说道：“今天我要在珍宝阁消费，你看着办。”赵德才死里逃生，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听到这话，哪里还敢有半点迟疑？他连滚带爬的冲到我脚边，像条哈巴狗一样谄媚道：“大人，您能来小店？那是珍宝阁祖坟冒青烟，什么消费不消费的？您看上什么，随便拿，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免费？我挑了挑眉，这可是你说的，我没逼你，没逼，绝对没逼，是小的孝敬您的。赵德才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生怕这位武王爷一个不高兴把他拍成肉泥。行吧，既然你这么有诚意，我嘴角勾起一抹和善的微笑，带路去3楼，把你这最好的气血药剂、断体丹药，还有什么天才地宝都给我拿出来。10分钟后，珍宝阁3楼，原本琳琅满目的货架，此刻变得光秃秃的，比狗舔过还干净。赵德才看着空荡荡的库房，心在滴血，脸上却还得陪着笑脸。大人，这就是本店所有的库存了，3支秘籍、龙血草提取液、10瓶紫金断体丹，这些东西加起来价值超过2亿联邦币，是他这分店3年的利润啊！但跟自己的小命比起来，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我看着面前堆成小山的资源，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些东西足够把苏雨那小子的混沌体喂饱一阵子了。东西不错，我正准备找个袋子装起来，突然我的目光落在了赵德才左手食指上的一枚古朴银戒上，我眼睛一亮，空间戒指。在这个世界，储物装备虽然存在，但因为空间晶石极其稀有，所以价格昂贵且有价无市。哪怕是1立方的空间戒指，也能换一套 A 区的别墅。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精灵竟然私藏了这种好东西。感受到我那如狼似虎的目光，赵德才浑身一僵，下意识地把手往身后缩了缩。那个，我看你这戒指挺别致啊，我笑眯眯地说道。赵德才都要哭了，这可是他花了半辈子积蓄，托关系才从黑市买来的保命家当啊，但他敢不给吗？看着我那似笑非笑的表情，赵德才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颤抖着摘下戒指，双手奉上。大人，若是喜欢这枚内戒，便一并孝敬给您了。我毫不客气地拿过戒指，神念一扫，发现里面的空间虽然不大，只有1立方米左右，但也足够装下这些药剂和丹药，算你识相。我将地上的所有物资一股脑扫入戒指，然后将戒指戴在手上，心情大好。行了，今天的事
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的身份。我拍了拍赵德才那油腻的脸蛋，留下一句警告：懂，小的懂。大人只是路过的普通顾客。赵德才拼命点头。我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出了珍宝阁。阳光洒在我身上，摸着手上的空间戒指，想着家里那个嗷嗷待哺的吞金兽儿子，我觉得自己这个爹当的真是太称职了。而在我身后，珍宝阁内一片狼藉，赵德才瘫坐在地上，看着被洗劫一空的店铺，欲哭无泪，只能狠狠地给了那个昏迷的女店员一脚。败家娘们，差点害死老子！正午的阳光透过云顶庄园的落地窗，将客厅照得暖意融融。苏雨刚推开家门，就被眼前的景象震得愣在了原地。原本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用金丝楠木、玉石，甚至低温合金打造的精美礼盒，堆得像座小山。而在那堆宝山后面，我正翘着二郎腿陷在真皮沙发里，手里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那枚从珍宝阁经理手上顺来的银色内件，眼神里透着一股暴发户般的惬意。见儿子回来，我随手一挥，咻，一个贴着极品封条的紫檀木盒划出一道抛物线，精准地落向门口。爸，这是……苏雨手忙脚乱地接住盒子，一脸懵逼，打开看看。我指了指盒子，语气平淡：你小子前2天不是在后山特训时抱怨气血恢复的慢吗？今天老爸出去逛了圈，顺手给你弄了点补给，够你用一阵子了。苏雨咽了口唾沫，颤抖着手指打开了木盒，轰，一股浓郁到几乎化不开的药香扑面而来。仅仅是吸了一口，苏雨就感觉体内疲惫的气血瞬间活跃了起来。只见盒子里静静躺着3支泛着血金色光泽的试管，上面赫然印着珍宝阁的防伪标识 ：B 级龙血草提取液。苏雨倒吸一口凉气，手一抖，差点把盒子摔了。这种 B 级药剂，一支就要1000万联邦币，这里有3支，这哪里是一点补给？爸，这得花多少钱啊？苏雨声音都在颤抖。咱们家虽然有点钱了，但也不能这么造啊！我瞥了儿子一眼，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淡淡道：钱，谈钱多伤感情。老爸今天1分钱没花，没花钱。苏雨瞪大了眼睛，满脸写着你逗我，谁会这么大方，送好几亿的东西给咱们？遇到个热心的珍宝阁经理，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他说看我骨骼惊奇，非要送我这些东西交个朋友，盛情难却，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苏雨无语，虽然知道老爹在鬼扯，但看着那些真金白银的资源，他心中的感动无以复加。他知道父亲这是在用尽一切办法为他的武道之路铺设基石。行了，别发呆了。我站起身，拍了拍儿子的肩膀，眼神变得严肃起来。距离5科高考还有不到3个月，既然资源管够，那就别给我省。是，保证完成任务。苏雨紧紧抱着盒子，眼中燃烧着熊熊烈火。接下来的几天，云顶庄园的地下训练室成了苏雨的闭关之地，有着混沌体这个作弊器般的存在。苏雨根本不需要像普通武者那样担心虚不受补。B 级龙血草，吞；紫金断体丹，吞；高能压缩兽肉，吞。海量的资源砸下去，配合我亲自指点的破空刀精髓与蟒牛拳的励志极境，苏雨的修为就像坐上了火箭。第5天，气血境后期巅峰。第7天，轰！地下室传来一声沉闷的爆响，苏雨浑身气血如龙，在体外形成了一层实质般的红色铠甲。气血境大圆满，这不仅仅是境界的提升，更是质的飞跃。现在的苏雨，单纯论气血总量，甚至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初入先天境武者。又是新的一天清晨，苏雨意气风发地去了学校，而我则像往常一样坐在2楼阳台上喝茶。但今天我手中的茶杯却始终没有送到嘴边，不对劲！我眉头紧锁。作为武王境强者，我对危机的感知极为敏锐。从今天早上开始，我的眼皮就一直跳，心里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阴霾。就在这时，嗖，一道略显狼狈的身影跌跌撞撞地冲进了云顶庄园的范围。我眼神一凝，还没等对方落地，我就已经出现在了那人面前。潘红，来人正是苍蓝基地城主大宗师潘红。只不过此刻的潘红哪里还有半点城主的威严？他头发凌乱，脸色惨白，身上的唐装都被冷汗浸透了。前辈，快去救你儿子！潘红顾不上喘气，抓住我的手臂，声嘶力竭地吼道：那个江南来的特派员柳云，那个疯子，他去劫杀苏雨了！轰！听到劫杀苏雨4个字，我原本平静的眼眸瞬间变得赤红如血，一股恐怖到让天地变色的杀意瞬间从我体内爆发。柳云，我咬牙切齿地念出这个名字，没有半句废话，整个人化作一道紫金色的流光，瞬间消失在天际。那种速度引发的音爆声甚至震碎了庄园的所有玻璃。看着我离去的方向，潘红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眼中满是后怕与挣扎。完了，这下全完了。作为城主，他本该配合特派员行动，但他也是个有底线的人，更何况他深知苏武的可怕。柳云那个蠢货，为了20年前的私怨，竟然选择对孩子下手。此时苍兰第一中学外，一条必经的林荫小道上，苏雨停下了脚步。原本热闹的上学路，此刻却静得可怕，连鸟叫虫鸣都消失了。既然来了，就出来吧。苏雨深吸一口气，手缓缓摸向了背上的合金战刀。呵呵，感知倒是敏锐，不愧是那个人的儿子。一道阴冷的声音突兀地响起，前方的树荫下，一个身穿白色复古长袍、面容阴柔的中年男子缓缓走了出来。柳云，他看着苏雨，就像是在看一只待宰的羔羊，眼神中既有残忍，又带着一种变态的兴奋。你是谁？苏雨浑身肌肉紧绷，第6感疯狂预警，告诉他眼前这个男人极度危险。我是谁不重要。柳云弹了弹指甲，漫不经心地说道：重要的是，你爹叫苏武，而我最讨厌姓苏的人。20年前，江南主城天才战，你父亲苏武也是在这个年纪，也是这般意气风发。柳云的脸上露出一抹狰狞的回忆。苏雨心中一惊，原来是父亲当年的仇人，父债子偿。柳云一步步逼近，身上散发出的气息让周围的树叶纷纷枯黄凋零。今天我就先毁了他的希望，我要让他尝尝失去至亲的滋味。轰！柳云抬起手，一股属于武王
境巅峰的恐怖威压刚要爆发，但他突然顿住了。他看着苏雨那张酷似苏武年轻时的脸，心中的扭曲让他改变了主意，直接拍死太便宜了。他要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比苏武强，哪怕是面对苏武的儿子。杀你！我不屑用武王境的实力。柳云冷笑一声，身上的气息开始迅速回落。宗师、先天、气血境，最后他的境界稳稳地停在了气血境大圆满。当年苏武以气血境大圆满败我，今天我就用同样的境界灭杀你这个小杂种！我要证明我柳云同阶无敌。柳云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他从腰间抽出一把软剑，剑锋如毒蛇吐信。小子，拔刀吧，让你死个明白！感受到对方变化的气息，苏雨原本紧绷的神经微微一松，随即一抹前所未有的战意在眼中炸裂。同阶一战，苏雨握紧了手中的战刀，体内的混沌漩涡开始疯狂旋转，发出一声无声的咆哮。如果是武王，我必死无疑；但如果是同阶，我还有希望。此时的空气仿佛凝固，连风声都在这恐怖的杀意下静止。嗖，柳云动了。他虽然将境界压制在了气血境大圆满，但那毕竟是一位经营武道数十年的颠峰武王，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浑然天成，没有一丝多余的烟火气。手中的软剑如同一条择人而噬的灵蛇，在空中划出诡异而刁钻的弧线，直刺苏雨的咽喉。快、准、狠，这就是武王级的战斗意识。苏雨眼神一凛，全身上下的汗毛都在这一刻倒数，感知全开，周围的一切都在他脑海中放慢。但即便如此，柳云的剑依然快得让他心惊肉跳。苏雨脚步轻移，身体如同鬼魅般侧开，几乎是贴着那冰冷的剑锋，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致命一击。剑气割破了他领口的校服，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斩！避开的同时，苏雨并未退缩，手中合金战刀顺势横扫，带着气血境大圆满的全部力量斩向柳云的腰腹。柳云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他的身体仿佛没有骨头一般，以一个违背物理常识的角度微微一扭，便轻松躲过了这势大力沉的一刀。紧接着，他手腕一抖，软剑瞬间化作漫天箭雨，如暴雨梨花般倾泻而下，每一剑都笼罩着苏雨周身的死穴。当当当当，密集的金铁交鸣声响彻林间，火星四溅。苏雨面色凝重到了极点，只能被动防御。他的战刀虽然刚猛，但在柳云那如水银泻地般的剑法面前，显得笨拙无比。该死，这就是武王的底蕴吗？苏雨的手臂被震得发麻，虎口已经崩裂，鲜血顺着刀柄流淌。虽然力量相当，甚至因为混沌体的缘故，苏雨的气血更加绵长，但在技巧上，他被全方位碾压。柳云就像是在戏耍一只老鼠，每一剑都不致命，却都在苏雨身上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仅仅10个回合，苏雨已经变成了血人。怎么这就不行了？柳云一边挥剑，一边发出残忍的嘲笑。看来你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强，老东西，你高兴得太早了。苏雨深吸一口气，不再一味防守，他在等待一个对方松懈的瞬间。混沌体在体内疯狂运转，伤口传来的剧痛反而让他更加清醒。终于，当苏雨手中的长刀被挑飞，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柳云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快意，软剑如毒蛇吐信，直取苏雨咽喉。结束了，小杂种！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苏雨那双原本充满惊慌的眼睛里突然爆射出一道金光，他不退反进，面对那必杀的一剑，他竟然主动用左肩迎了上去。扑哧，软剑贯穿了苏雨的左肩，鲜血飞溅，但苏雨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用肌肉死死卡住剑身，右手如同铁钳一般，顺势扣住了柳云握剑的手腕。抓到你了！苏雨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带血的白牙，那笑容让身为武王的柳云都感到心头一寒。嗡，一股恐怖的吸力从苏雨掌心爆发。什么？柳云脸色骤变，他感觉自己体内的气血竟然不受控制地向着苏雨体内狂涌而去，就像是一个装满水的气球被开了个口子。给我滚开！苏雨吸取了对方的气血，原本枯竭的力量瞬间暴涨。蟒牛拳、撼山，他低喝一声，右拳并未挥出，而是直接贴着柳云的胸口，寸劲爆发。这一拳带着苏雨全部的愤怒，带着混沌体掠夺来的力量，如同一头远古蟒牛撞击神山。砰！一声沉闷到令人牙酸的巨响，柳云只觉得胸口仿佛被重锤砸中，那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将他整个人轰得离地而起，如同断线风筝般倒飞出10几米，重重砸在一棵大树上，将那两人合抱的大树拦腰撞断，烟尘四起。苏雨拔出肩头的软剑，随手丢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眼神却亮得吓人。就算是武王压了境界，照样挨揍。嗨嗨嗨嗨！废墟中，柳云挣扎着爬了起来，他原本整洁的白袍此刻沾满了泥土和鲜血，他抹去嘴角的血迹，看着不远处的苏雨，眼中的轻视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蝼蚁咬伤的极度羞怒与疯狂。好，很好，若我真的只是气血境，今日说不定真的栽在你手里了。柳云的声音变得沙哑而阴毒，没想到苏武那个废物竟然生出了你这种怪胎，那种吸取气血的能力是魔功吧？苏雨的心微微一沉，他能感觉到刚才那一拳虽然打断了对方的肋骨，但并没有造成致命伤。武王的肉身经过千锤百炼，哪怕压制了境界，其强度也远超常人。不过游戏结束了，柳云缓缓站直身体，眼中的红光越来越盛。我承认你是个天才，但天才往往死得最早。轰！话音未落，柳云身上的气息突然变得狂暴起来。他虽然没有解开境界压制，但他动用了武王级的爆发秘术，这一次他的速度比之前快了整整1倍。唰！苏雨甚至没看清他的动作，只觉得眼前一花，一股凌厉到极点的劲风已经扑面而来。死吧！柳云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把匕首，直刺苏雨心脏。太快了，根本来不及躲。难道真的要死在这了吗？死亡的阴影笼罩心头，苏雨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甘。
不，我不能死，老爸还在等我回家吃饭，我还要去星空把妈妈接回来。我的武道之路才刚刚开始啊！给我开！在这生死的极限压迫下，苏雨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吼，他猛然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出，体内的混沌漩涡仿佛感受到了主人的意志，开始疯狂旋转，甚至发出了实质般的轰鸣声。周围空气中游离的血气，刚才吸取柳云残留的气血，在这一刻被强行压缩点燃。咔嚓，苏雨体内仿佛有一道枷锁被打破了，一股气血之力从他丹田深处涌出，气血外放，先天境。苏雨周身爆发出一层淡淡的红色气浪，竟然硬生生将柳云的匕首阻挡了片刻。丁，检测到子嗣苏雨临阵突破，晋升先天境初期，宿主境界同步中，恭喜宿主打破人体极限，晋升武皇境初期。虽然苏雨临阵突破到了先天境，挡住了必杀一击，但柳云毕竟是武王巅峰的底子，那把匕首虽然被气浪阻隔，却依然一点点地刺入了苏雨的胸膛。先天，该死的小杂种，更留你不得！柳云眼中杀意暴涨，体内气血狂涌，给我去死！然而就在匕首尖端刚刚刺破苏雨皮肤的一瞬间，滚！一声夹杂着无尽的威严与愤怒，在柳云的脑海中轰然炸响。这声音不是通过耳朵听到的，而是直接作用于灵魂。嗡！柳云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仿佛被一柄重锤狠狠砸中。他手中的匕首明明距离苏雨的心脏只有1厘米，却无论如何也刺不下去了，因为他周围的空间凝固了，一股无形却浩瀚如海的力量瞬间笼罩了方圆千米。在这股力量面前，哪怕他是武王巅峰，也脆弱的像只蝼蚁。精神念力，柳云惊恐的抬头，艰难的转动眼珠，只见高空之上，一道熟悉的身影正踏空而来，不是飞行，是瞬移。前一秒还在天边，下一秒已经出现在了苏雨身前。此刻的我身上没有任何气血波动，但我站在那里，周围的空间都在微微扭曲。动我儿子！我伸出一只手，轻轻握住了柳云那只拿着匕首的手腕。咔嚓，清脆的骨裂声响起，柳云的手腕直接被捏成了粉碎，匕首哐当落地。柳云发出一声惨叫，但紧接着惨叫声戛然而止，因为我的另一只手已经按在了他的天灵盖上。柳云，20年没见，你还是这么让人恶心。我看着面前这个满脸惊恐的旧敌，语气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本来还想留你多活几天，让你看看我儿子的风采，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动了杀心。既然如此，那就下地狱去忏悔吧。此时的柳云眼中只剩下无尽的绝望与难以置信，他感受到了那股禁锢他的力量，那不是武王的气场，那是精神力实质化。武皇？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是武皇？柳云在心中疯狂咆哮。武皇境啊，那是真正踏足人类巅峰，精神力与天地交融，一面可杀人的存在。苏武几天前明明还只是武王，怎么可能直接跨越那道天堑？但他永远得不到答案了。我的手掌微微用力，下辈子注意点！砰！就像是捏碎一块豆腐。这位来自江南大基地不可一世的特派员，巅峰武王柳云，连最后的遗言都没来得及说出口，整个头颅便在我掌下直接炸开，一代枭雄就此陨落，死得毫无尊严，死得干脆利落。我随手甩了甩根本没脏的手，转过身，刚才那副杀神般的模样瞬间消失。我看着满身是血、摇摇欲坠的苏雨，眼中的冰冷瞬间化作了无尽的温柔与心疼。雨儿，没事吧？我伸出手，一股精纯至极的武皇级气血渡入苏雨体内，瞬间止住了他的伤势，修复着他受损的经脉。苏雨感受着体内暖洋洋的热流，看着眼前这个为了自己一怒杀人的父亲，眼眶发热。他摇了摇头，露出了一个虚弱却灿烂的笑容。爸，我没事，而且我好像突破先天了。傻小子，我揉了揉儿子的头，声音有些哽咽。突破是好事，但下次别这么拼命了，爹可受不了这个刺激。半小时后，云顶庄园，苏雨已经被安排去医疗舱休息了。虽然伤势看着吓人，但在武皇气血和混沌体的双重作用下，并未伤及根本。1楼客厅，我坐在真皮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热茶，神色平静。而在我面前，苍蓝基地城主潘虹正跪在地上，浑身颤抖如同筛糠。他知道那个让整个苍蓝高层都得点头哈腰的柳云，在我手里就像个小鸡仔一样被捏死了。这种冲击力让他对我的敬畏达到了顶峰。起来吧，我淡淡的说道。虽然你是个墙头草，但最后那一刻，你还是去报信了。这份情我记下了，多谢前辈不杀之恩。潘虹如蒙大赦，颤颤巍巍的站了起来，但腰依然弯着，不敢直视我。这个柳云是王家派来的。我吹了吹茶沫，漫不经心的问道。是的。潘虹不敢隐瞒，柳云是王家的客卿，20年前似乎与前辈有过节。这次王恒和王猛的事，给了他公报私仇的借口。王家，我放下茶杯，眼中闪过一抹寒芒。看来这个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跟我说说这个江南王家到底是个什么成色？潘虹连忙点头，神色凝重的说道：前辈不可小觑啊，王家乃是江南大基地赫赫有名的顶尖豪门，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家族中武王境强者不下10指之数。柳云虽然强，但在王家也只是排在前10。说到这里，潘虹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带着深深的恐惧。而且传闻王家有一位活了200岁的老祖宗，常年闭关不出。据说那位老祖早在10年前就已经踏入了武圣之境。武圣，我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一声轻响。武道8境，肉身、气血、先天、宗师、大宗师、武王、武皇、武圣、武皇境是精神力实质化，能御物杀人，神念覆盖全城。而武圣境那是真正超凡入圣的存在，精神力与天地元气完美融合，举手投足间能引动天地之力，肉身不朽，寿元500载，甚至能短暂的脱离大气层，在境地轨道生存。别看只差一个境界，但其中的差距如同云泥，一个武圣足以轻易镇压10个武皇，有点意思。我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嘴角勾起一抹兴奋的弧度。若是之前只有武王境，面对武圣我或许还得掂量掂量，甚至得带着儿子跑路。但现在我可是武皇，按照系统的尿性，只要
苏雨再突破几个小境界，什么狗屁武圣，到时候也就是一拳的事。行了，我知道了。我站起身，拍了拍潘红的肩膀。这件事你烂在肚子里。柳云是死于凶兽袭击，明白吗？明白，明白。柳特派员视察荒野，不幸遭遇兽皇袭击，为国捐躯。潘红反应极快，立刻编好了剧本。去吧，打发走了潘红。我走到落地窗前，看向江南大基地的方向。武圣嘛，希望你这把老骨头硬一点，别到时候连我一拳都接不住。此时正在医疗舱里呼呼大睡的苏雨翻了个身，梦呓道：爸，我想吃红烧肉。2个月的时间，对于漫长的武道之路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奇怪的是，这期间苍兰基地是风平浪静，那个江南王家仿佛彻底遗忘了柳云和王恒的死，没有任何报复的迹象。但我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低气压，对方不动则已，一动必是雷霆万钧。此时云顶庄园后山原本被当作斗兽场的空地，如今已经变得坑坑洼洼，四周的合金围栏上布满了触目惊心的刀痕，刷刷刷，一道残影在林间穿梭，速度快的连落叶都来不及惊动。少年赤裸着上身，手持一把玄铁战刀，身形如鬼魅般在梅花桩上腾挪转移。他的每一次出刀都没有带起丝毫的风声，但刀锋划过之处，空气却泛起了一圈圈肉眼可见的涟漪，那是刀意，破空刀，大成之境。哼！苏雨低喝一声，身形在半空中违反物理常识的一折，脚尖轻点一片飘落的树叶，整个人借力再次拔高3尺，踏叶身法圆满斩，一刀劈下，前方一块3米高的巨石瞬间一分为2，切口平滑如镜，收刀落地吐气。苏雨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原本青涩的脸庞如今棱角分明，眼神中透着一股坚毅。2个月，在海量资源的堆砌和我这位武皇级私教的魔鬼训练下，苏雨的境界如坐火箭般冲到了先天境后期。这个速度若是传出去，足以让整个联邦的武道教育界地震。要知道，普通天才想要走完这一步，至少需要1年。2楼露台上，我手里端着紫砂壶，看着楼下儿子的表现，嘴角微微上扬。还行，我心念一动，那个湛蓝色的系统面板在眼前浮现。宿主苏武，绑定子嗣苏雨，子嗣境界先天境后期，宿主境界武皇境后期。功法混元一气功圆满，由破气诀进化。武技蟒牛拳圆满，以生拳意。破空刀圆满，以生刀意。踏叶身法圆满，战斗技巧入危级。武皇后期，我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那浩瀚的力量。现在的我，哪怕不动用气血，光靠精神念力，也足以轻易抹杀同阶的武皇。至于那个所谓的王家老祖武圣，我眯了眯眼，眼底闪过一抹战意。就在这时，嗡！庄园的警戒系统发出了轻微的提示音。我神念一扫，便看到了站在大门口，一脸焦急却又不敢按门铃，只能在原地踱步的城主潘红。这老小子又来了！我身形一闪，瞬间消失在露台。客厅内，潘红捧着热茶，屁股只敢坐半边沙发，神色拘谨中带着几分急切。这2个月，他成了云顶庄园的常客。作为夹在我和王家中间的受气包，他现在的日子是如履薄冰。但他很聪明，既然已经得罪了王家，那就只能死死抱住我这条大腿。前辈，行了，别整这些虚的。我摆了摆手，坐在主位上，是为了基地外那些凶兽的事吧？前辈明鉴。潘红苦笑一声，从怀里掏出一份极其详细的电子地图，投影在茶几上。这2个月，基地周围的凶兽越来越反常，原本应该在深山里的高阶凶兽频频在外围现身，甚至袭击了几支佣兵小队。眼看还有半个月就是武道高考了，这次高考不仅有本市的学生，还有隔壁几个卫星城的考生要来苍兰会合。若是到时候考场出了乱子，或者出现兽潮，潘红擦了擦冷汗，我这个城主掉脑袋是小事，耽误了孩子们的未来才是大事啊！我看了一眼地图，上面标注着一个个红点，密密麻麻，最终会去向一个方向。我点了点头。苏雨也要参加高考，我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前辈，经过我们侦察机的拼死探查，终于锁定了源头。潘红指着地图上距离苍兰基地300里外的一片深红区域，语气凝重道：落霞山脉深处有一头新晋的兽王，是一头变异雷云虎。根据能量波动分析，它的实力至少堪比人类的武王巅峰，甚至半只脚踏入了兽皇的门槛。它正在召集周围所有的兽群，似乎在酝酿一次大规模的兽潮。变异雷云虎吗？我摸了摸下巴，武王巅峰的凶兽，对于现在的苍兰基地来说确实是灭顶之灾，但在我眼里也就是一巴掌的事。行，我知道了。我站起身，接过地图，神色淡然。是，多谢前辈，多谢前辈。潘红大喜过望，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离开苍兰基地后，我直接踏空而行，在高空拉出一道白色的气浪，径直往落霞山脉遁去。落霞山脉之所以得名，是因为这里常年笼罩着红色的瘴气，宛如落霞一般美丽却致命。这里山峦叠嶂，古木参天，每一棵树都有100米之高，遮天蔽日，简直就是凶兽的天然乐园。刚一进山，我就察觉到了异常，外围静得可怕，连鸟叫声都没有。而越往深处走，空气中那股躁动的兽性就越浓烈。这就是兽王的威慑力吗？我悬浮在树冠之上，强大的精神念力如潮水般铺开，瞬间覆盖了方圆100里。很快，我就锁定了潘红所说的那个位置。我的眉头突然一皱，在精神感知的反馈中，那片山谷确实有一股极其狂暴的雷霆气息，那是变异雷云虎无疑。但是在那股雷霆气息的旁边，竟然还蛰伏着另一股气血波动。这股气血波动极其隐晦，若不是我达到了武皇境，且拥有入危级的感知，恐怕根本发现不了。它虽然隐晦，但其总量和质量竟然庞大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股气血，我瞳孔微缩，竟然比武王巅峰的雷云虎还要强上10倍不止，堪比武皇后期的人类气血。难道这山里藏着一只成年的兽皇？我瞬间警惕起来，如果是成年兽皇，那今天恐怕是一场恶战。此时山谷中央正趴着一头足有卡车大小的恐怖巨兽，它通体覆盖着蓝紫色的条纹皮毛，每一根毛发都像钢针般竖立，周身缭绕着噼里啪啦的电弧。它每一次呼吸，鼻孔中都会喷出2道焦灼的雷火，将地面的岩石烧得焦黑。变异雷云虎，这就是让潘红吓得睡不着觉的罪魁祸首。而在雷云虎的四周，还匍匐着4头 C 级巅峰的铁甲巨鳄，充当着护卫。这阵仗确实称得上是一方霸主。然而，我的目光并没有在雷云虎
虎身上停留哪怕1秒。我死死地盯着雷云虎身后那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落，在那里有一堆由各种灵果、珍稀矿石堆成的小山，而在宝山的最顶端趴着一只白色的小毛球，那是一只体型只有家猫大小的小兽，它通体雪白，没有一根杂毛，看起来毛茸茸的，十分可爱。它的耳朵尖尖的，有些像狐狸，又有些像猫，额头上还有2个微微凸起的小鼓包。此刻，这只小兽正四仰八叉地躺在灵果堆里呼呼大睡，嘴角还挂着一丝晶莹的口水。而那头威风凛凛的雷云虎，此刻竟然像是一只温顺的大猫，时不时小心翼翼地用尾巴帮这只小兽驱赶周围的蚊虫。我藏身于100米外的一棵古树后，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那股堪比5黄金的恐怖气血，正是从这只正在睡觉的小毛球身上散发出来的。雷云虎不是兽王，我心中明悟，它只是个保姆，这只小兽才是真正的祖宗。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变异兽，返祖还是拥有上古血脉的神兽后裔。就在我观察之际，那头雷云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猛地抬起巨大的头颅，一双铜铃般的虎目死死盯着我藏身的方向，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咆哮。吼！这一声咆哮瞬间惊醒了正在睡觉的小兽，小兽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不满地嘟囔了一声，然后极其人性化地用爪子捂住了耳朵。雷云虎见主子被吵醒，眼中的凶光更甚，他认定是那个躲在暗处的虫子打扰了主人的休息。轰！雷云虎周身雷光大作，张口便是一道水桶粗细的雷柱，朝着我藏身的古树轰来。被发现了吗？我冷哼一声，既然暴露了，那就没必要躲了。孽畜，找死！我一步踏出，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那道恐怖的雷柱轰碎了古树，却连我的衣角都没沾到。下一秒，我已经出现在了山谷上空。面对那头武王巅峰的雷云虎，我连手都没抬，仅仅是一个眼神，嗡！一道无形的精神利刃瞬间划破虚空。原本正准备扑上来的雷云虎，动作突然一僵，他那坚硬如铁的头颅上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道血线，噗嗤！巨大的虎头瞬间滑落，鲜血如喷泉般涌出，一击秒杀，连带着旁边的4头铁甲巨鳄也被一散的精神风暴直接震碎了内脏，瞬间毙命。整个山谷瞬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那个刚刚睡醒、正揉着眼睛的小毛球，一脸懵逼地看着面前倒下的保姆和护卫。白色小兽呆呆地看着地上的尸体，又抬头看了看悬浮在空中的我，他那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瞬间从迷茫变成了极度的警惕与愤怒。后，他猛地站起身，原本只有巴掌大的身体竟然在瞬间膨胀了一圈，浑身的白毛根根竖起，如同炸毛的刺猬。轰！一股属于5黄级的恐怖气血波动，毫无保留地从他体内爆发。好强的气血！我眼中金光爆闪，这小东西光凭气势竟然就能抗衡我。人类，你竟敢杀我的小弟！下一刻，让我瞳孔地震的一幕发生了，这只小兽竟然张开嘴，吐出了一句虽然稚嫩但咬字清晰的人类语言，口吐人言。这可是传说中只有达到兽圣境界或者拥有极其高贵的神兽血脉才能做到的事。我要吃了你！小兽奶凶奶凶地咆哮一声，后腿猛地一蹬地面，咚！整个山谷的地面瞬间塌陷，它的速度快到了极致，竟然化作一道白色的闪电，瞬间突破了阴障，带着撕裂空气的尖笑直扑我的面门。那一爪挥出，空间都隐隐扭曲，泛起金色的爪毛，好快！单纯的肉身速度竟然比雷云虎快了3倍不止。我心中一惊，但我毕竟是身经百战的武皇，我眼神瞬间变得冷静，入危级的战斗技巧开启。在小兽扑来的轨迹中，我精准地预判了对方的落点，身形微微一侧，唰！小兽的利爪擦着我的鼻尖掠过。再来！小兽一击不中，在空中灵活地扭动身体，尾巴如同一条钢鞭，带着破风声抽向我的后脑。我抬起右手，并没有硬接，而是运用巧劲，轻轻在它的尾巴上一点，砰！小兽被这股巧劲带得失去平衡，在空中翻滚了几圈才落地。后，它显然被激怒了，再次发起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抓、咬、扑、扫，动作快如闪电，每一次攻击都蕴含着足以开山裂石的恐怖怪力。然而几分钟后，我依然双手负后，悬浮在空中，连一脚都没乱，而那只小兽却已经在地上累得呼哧带喘，舌头都吐出来了。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小东西是个典型的富二代，空有一身堪比武皇的恐怖气血和神兽底子，但战斗经验简直就是负数。他的攻击全靠本能，直来直去，毫无章法。遇到我这种技巧大师，根本就是被当猴耍。打完了，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容。既然你没招了，那就轮到我了。轰！我不再留手，我体内的武皇气血瞬间爆发，凝聚成一只遮天蔽日的紫金大手印，朝着小兽狠狠抓去。小兽感受到那只大手印中蕴含的恐怖力量，原本凶狠的眼神瞬间变了，那是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他发现自己那引以为傲的气血之力，在我面前竟然被死死压制。完了完了，要死了！眼看大手印即将落下，那只刚才还不可一世、扬言要吃人的小兽，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我大跌眼镜的动作。他猛地往地上一趴，2只前爪抱住脑袋，把屁股撅得老高，瑟瑟发抖的大喊：“大侠饶命！我投降！”嘎！空中的我动作一僵，那只紫金大手印悬在小兽头顶3寸处，硬生生停住了。这剧本不对啊！说好的神兽尊严呢？说好的宁死不屈呢？我散去气血，缓缓落在小兽面前，有些好笑的看着这个还在发抖的白毛团子：“你刚才不是挺凶的吗？还要吃我？”小兽偷偷抬起一只爪子，露出一只水汪汪的大眼睛，见大手印没了，这才松了口气。他立马换上一副谄媚至极的表情，2只后腿直立，前爪作揖，2眼泪汪汪的说道：“误会，都是误会，大哥、大佬、爷爷，我那就是起床气，跟您闹着玩呢。”他一边说着，一边还努力挤出2滴眼泪，看起来可怜弱小又无助。我虽然气血强，但我真的还是个宝宝啊！我才出生不到3年，连架都没打过几次，
刚才就是吓唬吓唬你。小兽吸了吸鼻子，看着我似笑非笑的表情，心里慌得一批。他虽然怂，但他聪明啊。他的传承记忆告诉他，眼前这个人类是个狠角色，而且身上有一股让他觉得很舒服却又很危险的气息。如果不认怂，今天真的会被做成微博的。别杀我，我很有用的。见我还在打量他，小兽急了，连忙推销自己，我会寻宝，方圆百里内的天才地宝我都闻得到，这山谷里的宝贝都是我找来的，我还能预知危险，谁有恶意，我隔着8条街都能感应到。而且我吃的很少的，很好养活的。我听着小兽的自我介绍，心中的杀意早已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兴趣。能寻宝，能预知危险，这简直就是为了苏雨量身定做的保镖加外挂。苏雨那小子以后要去更广阔的天地，必然危机四伏。我虽然强，但也不能24小时贴身保护。如果有这么个小东西跟着，寻宝鼠不对，看这长相，应该是某种上古异种。我心中盘算着，但面上却依旧冷若冰霜，空口无凭。我身上气血再次涌动，做事要动手。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万一我带你回去，你趁我睡觉咬我一口怎么办啊？不敢不敢！小兽吓得浑身一哆嗦，白毛炸起，连连摆手。我发誓，我发毒誓，发誓没用。我蹲下身，伸出一根手指，指尖凝聚出一滴紫金色的精血，上面缭绕着5黄级的精神烙印。想要活命，就签了这个，这是主仆契约，签了它，你的生死就在我一念之间。如果你敢有二心，不仅你会死，你的灵魂也会湮灭。我的声音如同恶魔，这是我在这2个月期间阅读书籍时看到的秘法，没想到真的用到了。小兽看着那滴精血，眼中闪过一丝挣扎。它是高贵的神兽，怎么能给人类当宠物？但是他看了看旁边雷云虎那凉透了的尸体，又看了看我那双冰冷的眼睛，呜，兽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小兽委屈的瘪了瘪嘴，最终还是屈服于生存的本能。他伸出粉嫩的小舌头，在那滴精血上舔了一下，嗡，一道古老的符文在一人一兽的额头上一闪而逝。契约成。我瞬间感觉自己的意识中多了一道微弱的联系，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通过这道联系掌控小兽的生死。呼，我满意的站起身，一把拎起小兽的后颈皮，把它提溜到眼前。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我混了。既然你这么白，又是个球，我想了想，展现出了极其随意的起名天赋，就叫你小白吧。小兽四肢无力的垂着，眼神空洞，仿佛失去了受生的希望。小白，好土的名字，但是他敢怒不敢言，只能弱弱的喵了一声。对了，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指了指旁边那堆灵果和矿石，这些都是你找的？小白连连点头，都是好东西，送给主人当见面礼。我大手一挥，将那堆价值连城的宝物全部收入内戒，表现不错。我揉了揉小白的脑袋，将他随手往肩膀上一扔。小白趴在我宽厚的肩膀上，感受着那股强大的安全感，原本忐忑的心情竟然慢慢平复了下来。这个人类虽然凶了点，但好像跟着他也不赖，至少不用自己去抓雷云虎当保姆了。一人一兽化作流光，消失在落霞山脉的尽头，失去了兽王的控制，山间的凶兽也恢复了正常。苍蓝基地也去云顶庄园，我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庄园门口。此时，那位平日里日理万机的城主潘红还在门口等待，看到我归来，且身上并没有沾染一丝血迹，潘红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一半。前辈，潘红连忙迎了上去。那落霞山脉的兽王解决了，我语气平淡，你去安排5考试一把，别出岔子。是，多谢前辈。潘红大喜过望，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识趣的退下。打发走了潘红，我并没有回别墅休息，而是径直走向了后山。此时，后山的斗兽场早已一片狼藉，地面上横七竖八的躺着10几具地级凶兽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而在尸体堆的中央，苏雨正赤裸着上身，手持合金战刀，大口喘着粗气。他的身上又添了几道新伤，但眼神却亮得吓人。爸，你回来了。苏雨看到我，随手甩干刀上的血迹，咧嘴一笑，那种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煞气，在他笑起来的瞬间消散无踪，变回了那个阳光少年。不错。我点了点头，刚想夸2句，爸，你肩膀上这是个什么东西？苏雨的目光突然被我肩头那个白茸茸的毛球吸引了，那玩意儿看起来像猫又像狐狸，正懒洋洋地趴在那里，一脸莫挨老子的高冷表情。听到东西2个字，原本还在装死的小白瞬间炸毛了，他猛地直立起身子，2只前爪叉腰，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瞪着苏雨，奶声奶气却又嚣张至极的吼道：大胆，你才是东西，你全家都是东西，吾乃上古神兽，天生地养的灵物，鉴于你对本尊的不敬，本尊决定罚你当我的小弟。苏雨愣住了，他眨了眨眼，看看那个只有巴掌大的毛球，又看看一脸淡定的老爹，这玩意儿会说话，成精了。我耸了耸肩，伸手弹了一下小白的脑门，把他弹得一个趔趄。这是我在落霞山脉收服的小家伙，叫小白。别看他个头小，这次潘红吓得睡不着觉的，兽潮危机就是这会引来的。什么？苏雨瞪大了眼睛，瞬间来了兴致。他蹲下身子，视线与我肩膀上的小白齐平，一脸戏谑地打趣道：哟，原来是神兽大人啊！失敬失敬，那以后我可就靠您罩着了，在苍蓝基地横着走没问题吧？小白傲娇地扬起下巴，虽然刚才被我弹了一下很没面子，但在小弟面前气势不能输。他晃了晃那条蓬松的大尾巴，哼哼道：那是自然，只要你乖乖听话，以后本尊带你吃香的喝辣的。这方圆百里的母兽，嗨嗨，凶兽见到本尊都得绕道走。看着这只狐假虎威的小兽，苏雨忍不住笑出了声，但他很快就会发现，这个神兽的含金量远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接下来的半个月，云顶庄园的日子变得异常充实。苏雨原本以为多了一只神兽，家里会变得鸡飞狗跳，但他没想到，这只名叫小白的神兽，竟然成了他武道之路上最大的外挂。小白虽然被我收服，但他体内那股堪比5黄金的恐怖气血，就像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再泄露的核反应堆。他因为年纪太小，根本控制不住这股力量，导致他经常气血上涌，燥热难耐，只能靠睡觉来压制。而苏雨作为混沌体的拥有者，最缺的就是高纯度的气血能量。于是，一个极其诡异却又和谐的画面出现了。每天下午，苏雨也不练刀了，就盘膝坐在院子里，而小白则四仰八叉地躺在苏雨的头顶或者怀里，一脸享受。苏雨运转功法，
疯狂地从小白身上抽取那些溢散出来的气血之力，这些气血纯净到了极点，根本不需要炼化，入体即化为自身气血。我在一旁看着这互惠互利的一人一兽，嘴角疯狂抽搐。这哪里是修炼，这分明就是两个挂逼在互相刷板。小白是个无线充电宝，苏雨是个超级快充头，这俩货凑在一起，升级速度简直不讲道理。第3天，苏雨突破先天境大圆满；第7天，苏雨触摸到了宗师的门槛；第12天，轰！一股强横无比的气息从苏雨体内爆发，宗师之境，18岁的宗师。苏雨睁开眼，眼中金光四射，他握了握拳，感受着那种掌控一切的力量，激动的差点从天上掉下来。爸，我成宗师了，我真的成宗师了。而小白则是一脸虚脱的趴在地上，吐着舌头，累死本尊了。这小子是属饕餮的吗？差点把本尊吸干了。而就在苏雨突破宗师的同时，一直坐在2楼露台护法的我，脑海中也响起了那期待已久的天籁之音。丁，检测到子嗣苏雨在短时间内连续突破，晋升宗师境初期。富平子贵系统判定，子嗣跨越大境界，宿主获得反馈，宿主境界同步中，恭喜宿主晋升武圣境初期。轰隆隆！这一刻，不仅仅是云顶庄园，整个苍蓝基地市的天空都变了颜色。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祥云汇聚，紫气东来3000里，一股浩瀚、威严、不可名状的气息，以我为中心，瞬间覆盖了整座城市。城内的所有武者，无论是在修炼的，还是在睡觉的，此时都惊恐地发现，自己体内的气血竟然在不受控制地向着区的方向朝拜。露台上，我缓缓睁开双眼，武圣境，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肉体力量，而是精神与天地合一。如今我已经能够略微操控天地元气。所谓天地元气，乃是伴随宇宙诞生的灵气，其常常与各种力量关联，强大而神秘。而人类的修炼，先是修炼气血，以达到武皇，获得强大的精神力，最后精神与天地合一，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操控天地元气。这种感觉，我深吸一口气，哪怕是我2世为人，此刻也不禁心潮澎湃。武圣啊，这是真正站在了这颗星球的巅峰，寿元500载，肉身不朽，甚至可以肉身横渡外太空。我看向楼下那个刚刚因为突破宗师而兴奋不已的傻儿子，嘴角勾起一抹宠溺的笑容。18岁的宗师确实是妖孽，但你爹我可是武圣。我收敛了漫天的异象，变回了那个普普通通的中年人。我从2楼一跃而下，轻飘飘地落在苏雨面前。明天就是武道高考了，我抬头看了看夜空中的繁星，语气变得深邃而悠远。雨儿在。苏雨神色一怔，这次武考尽力就行，自身安全为重。我语重心长地说道，不说凶兽，这次武道高考最危险应该是还是人类。知道了，爸，明天我会注意的。苏雨随口应道，知道，你知道个蛋。我没好气地给了苏雨一个脑瓜崩，清脆的响声让旁边正在啃鸡腿的小白都吓了一跳。哎呦，爸你干嘛？苏雨捂着脑袋，一脸委屈，我都宗师了，还被打头，这让我的面子往哪搁？打你是让你长记性。我翘着2郎腿，神色严肃地说道，别以为成了宗师就天下无敌了，这个世界很大，大到超乎你的想象。我打开全息投影，调出一份加密的资料，我已经通过一些特殊渠道打听清楚了，今年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外来考生聚集苍蓝基地，是因为苍蓝附近新建了几个星际跳跃点的卫星城。我指着地图上那几个红色的标记，沉声道，这些考生大部分来自火星。火星？苏雨眉头微皱，在这个时代，火星早已不是那个红色的荒漠。数百年前，地球资源枯竭，一部分掌握了顶尖科技和财富的达官贵人举族迁徙到了火星，建立了更加高等的文明圈。可以说，火星人类就是如今联邦的贵族阶层。没错，我冷笑一声，那群自诩为高等人类的家伙，虽然科技发达，基因优化液当水喝，但因为没有野生凶兽的原因，导致他们本土出生的后代虽然境界高，但实战能力往往有些虚浮。所以，为了通过那苛刻的联邦精英选拔，很多火星家族会把子女送到地球来参加高考，美其名曰下乡镀金，实则是来抢占地球考生的名额，刷分。我眼中闪过一丝寒芒，而且这些少爷小姐们下手极黑，在他们眼里，地球土著跟荒野上的凶兽没什么区别。往年没少发生地球考生被废，甚至被打残的事情。我看向苏雨，语气变得郑重，我不担心你打不过他们，我是担心你下手太轻，反受其乱。记住，上了考场，不管他是火星的还是水星的，敢对你龇牙，就给我往死里打。苏雨听完，眼中也闪过一丝冷意，抢名额，把地球人当垫脚石。他握了握拳，指节咔咔作响，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放心吧，爸，管他是哪来的，只要敢惹我，我就让他们知道厉害。第2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苍蓝第一高中的校门口早已是人山人海，警戒线拉出了3公里远，全副武装的城防军维持着秩序，无数家长在警戒线外焦急的等待，眼神中充满了期盼。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武道高考是唯一的逆天改命的机会。我开着城主送的限量版悬浮豪车，带着苏雨和化作围脖趴在肩头的小白，低调的停在了 VIP 通道口。去吧，我拍了拍苏雨的肩膀，没有多余的废话，我在外面等你。苏雨点了点头，一身黑色劲装，显得干练而冷峻。他刚一下车，周围就有不少学生认出了他。快看，是苏雨，那个传说中的苏少，听说他爸是影视大佬。嘘，小声点。苏雨无视了周围的议论，径直走向校门。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入校门的一瞬间，轰隆隆，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一股巨大的气流从天而降，狂风呼啸，卷起漫天沙尘，吹得无数考生和家长东倒西歪，甚至连学校门口的电子横幅都被扯断了。怎么回事？快看天上！众人惊恐的抬头，只见
见云层被粗暴的撕裂，十几艘造型科幻、通体漆黑的小型宇宙飞船，如同钢铁巨兽般悬停在学校上空。蓝色的尾焰喷吐着高温，将周围的空气烧得扭曲。那是来自火星的私人穿梭机。闲杂人等闪开，飞船上扩音器传出冰冷而傲慢的声音，完全没有顾及下方还有密集的考生人群。飞船缓缓降落在学校旁被临时征用的大空地上，巨大的起落架在地面上压出了深深的凹痕。舱门打开，是白色的冷气喷涌而出，一群身穿银白色纳米作战服、气质高贵且冷傲的年轻人鱼贯而出。他们男的英俊挺拔，女的容貌姣好，皮肤都好得如同瓷器一般。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排队检录，而是站在舱门口，用一种看动物园猴子的眼神扫视着周围灰头土脸的地球人。这就是地球吗？空气里的尘埃真多，呛得我嗓子疼。一个金发少年嫌弃地捂住了鼻子，没办法，忍忍吧。谁让家里的老头子非要我来这拿个省状元呢？另一个红发少女把玩着手中的激光匕首，眼神轻蔑。不过看这一群歪瓜裂枣，哪怕是那几个所谓的天才，也不过才先天境初期，真没劲。我站在人群外，双眼微眯，神念瞬间扫过这群人，好大的手笔！我心中冷笑，这群人大约有50个，其中竟然有接近1/3的人身上的气息波动达到了宗师境。虽然大多是靠药物堆上去的宗师，根基不稳，但放在这群还在气血境、先天境挣扎的地球学生里，确实是降维打击。自从生态恢复后，火星的资源确实比地球丰富太多了。就在这时，天空中再次传来一声更为沉闷的轰鸣，一艘通体流线型、外壳镶嵌着星辰金的豪华飞船缓缓降落。这艘飞船的周围甚至还有4架无人战斗机护航，排场之大，令人啧舌。舱门打开，红毯自动铺下，一老一少2道身影缓缓走出。走在前面的少年约莫18、19岁，长相妖异俊美，穿着一身看似简单实则价值连城的流云丝长袍。他手里拿着一把折扇，脸上挂着漫不经心的笑容，仿佛是来郊游的。真搞不懂父亲。少年一边走一边摇着折扇，语气中满是不耐烦，非要我来这鸟不拉屎的苍蓝基地。以我的天赋，就算在火星也能轻松考上好大学，何必来跟这群泥腿子抢食？他叫李星河，火星李家的少主，而李家在整个联邦都是排得上号的门阀。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位身穿灰袍、佝偻着背的老者。老者看似风烛残年，但这艘飞船周围狂暴的气流在吹到他身前3尺时，竟然自动变得柔顺无比。少爷，老爷的安排自有他的道理。老者名为李博，声音沙哑却清晰地传入李星河耳中。地球虽然没落，但毕竟是人类祖地，藏着不少大机缘，而且这次第一星区的联邦高层似乎有意在地球选拔种子，这里的关注度并不比火星低。行吧，我知道了。李星河摆了摆手，赶紧考完赶紧走。李博笑了笑，浑浊的老眼中满是宠溺。然而就在他准备收回目光，护送少爷进入考场的那一刻，嗡！李博那原本半眯着的眼睛猛地睁开，一股无形的精神风暴以他为中心，瞬间扫过全场。他的目光掠过了正在维持秩序的城主潘红，掠过了那些所谓的火星天才，最后死死地定格在了人群边缘，那个依靠在车边，肩膀上趴着一只白猫的中年男人身上。在李博看过来的一瞬间，我也抬起了头，四目相对，隔着数百米的人海，隔着喧嚣的城市，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电闪雷鸣的异响，但在两人的精神世界里，却仿佛有2座万丈高山狠狠地撞在了一起。轰！李博的脚步猛地一顿，原本佝偻的脊背瞬间挺直，那双浑浊的老眼中爆发出骇人的金光，死死盯着我。胜！李博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小小的苍蓝基地，这种偏远到连地图都要放大好几倍才能找到的地方，怎么可能藏着一尊武圣？而且对方的气息深邃如海，虽然看似内敛，但那股若有若无的波动，竟然让他这个老牌武圣都感到了一丝心悸。怎么了，李博？走在前面的李星河察觉到了老者的异样，疑惑地停下脚步回头问道。李博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体内沸腾的气血，眼神复杂的收回目光。没什么，少爷。李博的声音多了一丝前所未有的凝重，只是没想到这浅水之中竟然真的盘着真龙。少爷，这次考试切记收敛几分傲气，这地方不简单。李星河愣了一下，他还是第一次见李博露出这种表情。他顺着李博刚才的视线看去，却只看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大叔正在给一只白猫喂火腿肠，切，神神叨叨的。李星河不以为意的转过头，大步走进了考场。而另一边，我慢条斯理的剥开火腿肠的包装，喂给肩头的小白，嘴角勾起一抹淡然的笑容。武圣嘛，火星来的老家伙，实力倒是不错，可惜气血衰败，也就是个初阶武圣。我拍了拍手上的碎屑，目光看向考场内苏雨的背影。上午的阳光有些刺眼直，随着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起，紧闭了2个小时的校门缓缓打开，考生们如潮水般涌出，喧闹声瞬间打破了早晨的凝重。理论考试对于大多数武科生来说，就像是餐前的开胃小菜，虽然重要，但决定不了生死。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哪怕你把5道理论基础背得滚瓜烂熟，到了荒野被凶兽一口咬死也是白搭。那道关于变异风狼弱点的题目我好像答错了，选了腹部。没事，理论分才战时，下午的实战才是重头戏。只要能杀一头1级凶兽，顶你做对10道选择题。考生们3两2的聚在一起，有的眉飞色舞，有的垂头丧气。而那群来自火星的贵族考生依旧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他们甚至不屑于和周围的地球考生交流，一个个神情倨傲。人群中，苏雨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了出来，他神色平静，看不出丝毫波澜，仿佛刚才经历的不是高考，而是一场普通的随堂测验。爸，苏雨一眼就看到了靠在树荫下显得有些懒散的我。怎么样？我笑着把肩膀
上睡得正香的小白递了过去。放心吧，苏雨接过小白，顺手撸了一把那柔顺的白毛。那些题目太简单了，基本都是一些常识，那就行。我点了点头，走，带你去吃顿好的。下午的实战考核才是硬仗，持续1天半，也就是36个小时。这期间吃喝拉撒都在荒野，没点体力可不行。父子俩找了家安静的餐馆，点了几份高能益寿肉排。饭桌上，我一边切着牛排，一边看似漫不经心地说道：“刚才在考场外，我看那些来自火星的考生，虽然大多数气血轻浮，但是达到宗师初期的倒是不少。其中一位似乎是大家族的公子，更是达到了宗师后期。宗师后期，苏雨手里的动作一顿，眼中闪过一丝惊讶。18岁的宗师后期，确实是天才。不过你也别怕。”我笑了笑，眼神变得深邃。他是宗师，你也是，而且你有混沌体，还有我教你的杀人技，真要动起手来，鹿死谁手还不一定。记住，进了考场，除了自己，谁都别信，尤其是那些火星人。知道了，爸。苏雨咽下最后一口肉，眼中闪烁着猎人般的光芒。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管他是火星的还是水星的，照打不误。下午2点，苍蓝基地外10公里，黑铁森林边缘，这里是人类文明与蛮荒凶兽的交界处。高耸入云的巨木遮天蔽日，远处时不时传来令人心悸的兽吼。数千名考生被集结在缓冲区，每个人手腕上都戴上一个黑色的金属手环，这就是天眼。终端，总教官站在高台上，声音洪亮如钟。他不仅能记录你们的生命体征、击杀积分，还内置了微型摄像探头和求救信号发射器。一旦遇到不可抗力的危险，按下红色按钮，教官会立刻赶到。但请记住，求救即视为弃权。与此同时，数千枚拳头大小的银色圆球天眼无人机如同蜂群般升空，悬浮在每一位考生的头顶。这些天眼是联邦科技的结晶，拥有全地形追踪、热成像分析、战力评估等功能。他们会将考生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甚至气血波动的频率，实时传输回指挥中心。而此刻，在苍蓝基地高耸的合金城墙之上，一间宽敞明亮、充满科幻感的总指挥室内，巨大的全息屏幕占据了整面墙壁，上面分割成数千个小画面，正实时播放着考场的情况。房间中央的圆桌旁已经坐了5个人，除了苍蓝城主潘红外，还有3位身穿联邦制服的中年人，以及那位来自火星李家的老者李博。潘城主，这次的考生质量似乎不错啊。说话的是一位面容和蔼、身材微胖的中年人，他是联邦派来的监察使之一张掖。武皇境初期，张监察过奖了。潘红陪着笑脸，心里却有些打鼓。往年这种场合，他这个大宗师就是最高长官，但今年多出了许多的火星考生，这一屋子全是武皇，他压力山大。就在这时，指挥室的自动门划开，一位工作人员恭敬地引着一个身穿灰色休闲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苏前辈。潘红眼睛一亮，连忙站起身迎接。这一举动让在座的3位联邦监察使都微微一愣。这位便是苏兄吧？张掖是个自来熟，也是个聪明人，他早就接到了内部消息，苍蓝基地疑似出了一位隐士武皇。此刻见我气度不凡，立刻客气地迎了上去。在下张掖，联邦东部战区监察使。我微微点头，目光扫过房间内的众人，我的视线在另外2位监察使身上停留了1秒，一个面容冷峻，不苟言笑，一个眼神锐利，似乎在审视我。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坐在主位旁正闭目养神的李博身上，感应到我的注视，李博缓缓睁开眼，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朝着我微微颔首，算是打过招呼。2个武圣之间的默契尽在不言中。苏某见过各位。我神色淡然，不卑不亢地找了个空位坐下。哈哈，来，苏兄，我给你介绍一下。张掖热情地充当起了中间人。这位是杜监察使，这位是李监察使，而这位，张掖指着李博，语气变得格外恭敬。这位是来自火星李家的元老李前辈，此次特地前来苍蓝基地，是为了考察这一届的苗子。火星李家，我眉头微挑，故作不知地问道。久仰，没想到李家对地球的考核也如此上心。李博笑了笑，声音沙哑，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哪里，只是受家主所托，来看看这些小辈们的表现罢了。倒是苏先生，听说令郎也是本届考生，虎父无犬子，老朽很是期待啊。这句话看似客气，实则绵里藏针。我淡淡一笑，拿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小孩子过家家罢了，比不得李家的麒麟儿，只希望贵公子手下留情，别把我那不成器的儿子打哭了就行。呵呵，苏先生说笑了。李博眼中闪过一丝异色，这个苏武面对自己这个武圣竟然如此从容，甚至隐隐有一种平起平坐的姿态。好了，时间到了。一直没说话的冷面杜监察看了看时间，沉声道：考核开始，各位请看大屏幕吧。众人闻言，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前方那块巨大的全息屏幕。黑铁森林边缘，随着总教官一声令下，数万名考生如同出笼的猛兽，冲进了茂密的丛林。规则大家都清楚了。猎杀凶兽获取积分 ，F 级1分 ，B 级5分 ，D 级20分 ，C 级100分。2. 抢夺他人手环可获取对方1半积分，但禁止恶意致残致死，违者取消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3. 生存36小时，直到撤离信号响起。苏雨混在人群中，并没有急着像其他人那样疯狂冲刺，他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黑色手环，又抬头看了看头顶悬浮的那颗天眼无人机。苏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他身形一动，脚下踏叶身法施展，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般窜入丛林，速度快的连天眼都得开启高速追踪模式才能跟上。500米转瞬即逝，这是一片开阔的林间空地，一头体型庞大、浑身覆盖着黑色铁毛的巨熊正趴在地上啃食着一头野鹿。气血境中期，铁背熊。这种凶兽以防御力著称，普通的合金战刀砍在它身上只能留下1道白印。对于一般的考生来说，遇到铁背熊绝对是噩梦，通常需要3-5人组队才能围杀。后，铁背熊察觉到了人类的气息，猛地站起身，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他那双充血的熊眼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瘦小的两脚兽，仿佛在看一顿加餐。然而，苏雨连刀都没拔，他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甚至还打了个哈欠，太弱了。苏雨摇了摇头，经历了我的魔鬼特训。
训。这种动作笨拙的铁背熊在他眼里简直全是破绽。轰隆隆，铁背熊被这个人类的轻视激怒了，四肢着地，如同一辆重型坦克般冲了过来，每一步都震得地面颤抖。就在熊掌即将拍碎苏雨天灵盖的一瞬间，苏雨动了，没有花哨的躲避，只有简单直接的一拳，莽牛拳，寸劲，砰！一声沉闷的巨响，时间仿佛定格。那头重达吨余的铁背熊竟然被苏雨这看似轻飘飘的一拳直接轰得双脚离地，向后倒飞出7、8米远。他的胸口处深深凹陷下去一个拳印，胸骨尽碎，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重重砸在地上，抽搐了2下就不动了。一拳秒杀，击杀气血境中期凶兽，积分+5，当前排名第1022名。苏雨看都没看地上的尸体，转身就走，动作潇洒的一塌糊涂。而这一幕正好被指挥室里的大屏幕捕捉到，并给了一个特写。指挥室内原本还在谈笑风生的几位监察使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好霸道的权力，这小子的肉身力量恐怕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先天境大圆满。张掖忍不住赞叹道：“不仅是力量。”一直没说话的冷面度监察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他的发力技巧很完美，那是拳意。小小年纪竟然领悟了拳意。潘虹在一旁听着大佬们的夸奖，心里乐开了花，脸上却还得装作谦虚。嗨嗨，这是我们苍兰一中的苏雨，平时比较低调，只有我和李博神色未变。我是早就知道儿子的实力，而李博则是眼神微微一凝，这小子果然不简单。李博心中暗道。与此同时，考场的另一端，一片乱石林中，一声惨叫响起，一名地球考生被一脚踹飞，重重地撞在岩石上，手腕上的积分手环被强行扯下。切，才15分，真是个穷鬼。李星河嫌弃地把抢来的手环扔在地上，一脚踩碎。他身后跟着4个身穿银色作战服的火星考生，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先天境甚至宗师境的气息。少爷，我们已经清理了这片区域的几10个地球考生了，积分暂时排名第1。一个狗腿子模样的少年谄媚道：“那是必须的。”李星河摇了摇折扇，目光看向森林的更深处，继续吧，实战考核。第2天正午，烈日当空，黑铁森林内的温度已经攀升到了40度，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树叶味和淡淡的血腥气。苏雨抬起手腕，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看了一眼最新的积分榜，第1名李星河1850分，第2名苏雨1005分，还是第2，而且差距被拉大了。苏雨靠在一棵参天古树的树干上，眉头微皱。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他几乎没有合过眼。凭借着混沌体对气血的敏锐感知，他猎杀凶兽的效率已经是普通考生的10倍不止。如果是单打独斗，那个李星河拍马也赶不上他。这帮火星人真把考场当成自家后花园了。苏雨冷哼一声，通过一些地球考生得知，他早就知道李星河在玩什么把戏。组队虽然规则上没有明令禁止组队，但李星河带着4个高手，分工极其明确。这种流水线作业，积分涨得能不快吗？然而就在苏雨准备起身继续寻找猎物时，嗡，一股极其杂乱且剧烈的气血波动突然闯入了他的感知范围。那是人类武者交手时爆发的气息，而且其中有一股气息让他感到莫名的熟悉，此刻却充满了慌乱。苏雨身形一顿，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苏雨没有丝毫犹豫，脚下踏叶身法施展，整个人如同丛林中的幽灵，无声无息地向着波动传来的方向前行而去。林间空地，跑啊，继续跑啊！刚才不是挺能跑的吗？哈哈哈！地球的小妞就是不经打，才几下就没力气了。刺耳的嘲笑声此起彼伏，5个身穿银色作战服的火星考生正围成一个圈，像看猴子一样看着圈中央的少女。少女正是旭乐乐。此时的她狼狈不堪，原本扎得高高的马尾散乱下来，脸上沾满了泥土和擦伤，那身洁白的武道服被利刃割开了好几道口子，渗出嫣红的血迹。她的左臂无力地垂着，显然是脱臼了，右手死死握着一把断裂的匕首，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屈辱。而在她脚边，那枚积分手环已经被踩得粉碎。你们太过分了！旭乐乐咬着牙，眼眶通红。手环你们已经抢了，积分也归你们了，为什么还要这样羞辱人？为什么？人群分开，李星河摇着那把标志性的折扇，慢悠悠地走了出来。他看着旭乐乐，眼中没有丝毫怜悯，只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戏谑。因为无聊啊！李星河耸了耸肩，杀凶兽太枯燥了，总得找点乐子。有人说你和那个第2叫什么苏雨的关系不错，听到苏雨2个字，旭乐乐的脸色一变，啧，看来是真的。李星河眼中闪过一丝阴狠，那个苏雨现在排在第2，咬得我很紧啊！我很不喜欢有人追在我屁股后面，既然抓不到他，那就先拿他的小女朋友开刀。李星河打了个响指，旁边一个先天大圆满的狗腿子立刻狞笑着上前，手中的合金长棍在手里拍得啪啪作响。嘿嘿，小妹妹，别怪哥哥手重。旭乐乐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呼！就在那根长棍即将砸在旭乐乐身上的瞬间，一道凄厉的破风声骤然炸响，没有人看清发生了什么，只觉得眼前一花，一道黑影如同一枚出膛的炮弹，瞬间撞进了包围圈。砰！那个手持长棍的火星考生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整个人就像是被疾驰的列车撞中，胸骨塌陷，倒飞出10几米远，狠狠砸进灌木丛中，生死不知。烟尘散去，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挡在了旭乐乐身前。少年赤裸着上身，肌肉线条分明，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暴虐气息，他的眼神冰冷得如同万年寒冰，死死盯着眼前的这群火星考生。苏雨，旭乐乐睁开眼，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眼泪瞬间决堤。你怎么来了？他们人多，你快跑啊！跑！苏雨转过头，看了一眼旭乐乐脱臼的手臂和脸上的伤痕，心中的怒火瞬间点燃了理智。他伸出手，轻轻帮旭乐乐擦去脸上的泥土，声音温柔却藏着无尽的杀意。被人欺负了，怎么不按求救键？我不想被淘汰。旭乐乐哽咽道：“傻丫头。”苏雨转过身，面向李星河等人，缓缓拔出了背后的合金战刀。哟！李星河看着突然出现的苏雨，不仅没有惊慌，反而收起了折扇，眼中露出一抹兴奋的光芒。苏雨，我等你很久了，原本以为要到后面点才能遇到，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扫了一眼那个被苏雨一拳轰飞的手
手下，眉头微挑，一拳秒杀先天大圆满，不错，看来你确实有点本事，不全是靠运气刷的分。不过李星河话锋一转，身上的气势陡然爆发，你以为凭你一个人就能翻盘吗？轰！宗师境后期，一股强横的气血波动从李星河身上席卷开来，周围的落叶被气浪卷起，在空中粉碎。与此同时，他身后的另外3名火星考生也纷纷摆出战斗姿势。3个宗师初期指挥室内，看到这一幕，联邦的几位监察使都坐直了身体，这下麻烦了。张掖眉头紧锁，李星河是宗师后期，而且装备精良。苏雨虽然也是宗师，但只是初期，再加上还有3个帮手，这几乎是必死之局。李博坐在椅子上，手里端着茶杯，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似有若无地看了一眼旁边的我。苏先生，看来令郎有些冲动了。英雄救美虽好，但也得量力而行啊。若是现在按下求救键，或许还来得及。我面无表情，只是静静地看着大屏幕，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李前辈多虑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些架是必须打的，哪怕头破血流。战场上以多欺少，算什么本事？畜生东西！苏雨冷冷地吐出几个字，没有任何废话，脚下猛地一蹬，轰！地面炸裂，他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主动冲向了那3个宗师初期的杂鱼。狂妄，找死！那3人大怒，纷纷挥舞着兵器迎了上来。然而他们低估了苏雨。滚！苏雨低喝一声，精通级的战斗技巧在这一刻展现的淋漓尽致。他在3人的围攻中，身形如同穿花蝴蝶，每一次闪避都恰到好处，只差毫厘。莽牛拳震！他抓住一个空档，一拳轰在一名火星考生的刀背上，恐怖的震荡之力顺着刀身传递，直接震裂了对方的虎口。紧接着一记鞭腿横扫，将第2人踢飞。第3人刚想偷袭，却被苏雨一个回身肘击狠狠砸在面门上，鼻梁骨粉碎，惨叫着倒地。苏雨是在生死边缘磨砺出来的，而这些火星少爷虽然境界高，但缺乏真正的血性。废物！李星河脸色一沉，骂了一句。他没想到苏雨解决战斗的速度这么快，看来还得本少爷亲自出手。李星河不再观望，他脚下一动，那双特制的战靴喷射出一股微弱的气流，推动着他的速度瞬间暴涨1倍。找死！他双拳之上覆盖着一层蓝色的能量拳套，带着刺耳的音爆声，直取苏雨面门，一接鼓舞。星陨拳，这一拳的威势比之前的杂鱼强了10倍不止。苏雨瞳孔微缩，避无可避。来，他全身气血涌动，莽牛拳的拳意凝聚在右手，硬碰硬的轰了上去。砰！一声巨响，气浪翻滚。苏雨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顺着手臂传来，骨头都在呻吟，整个人被震得连退5、6步，每一步都在地上踩出一个深坑。而李星河仅仅退了半步。宗师后期果然强。苏雨甩了甩发麻的手臂，神色凝重，境界压制，再加上对方明显有全套武器，硬拼力量，自己吃亏。呵呵，感觉如何？李星河得意地扬了扬拳头，你拿什么跟我斗？靠你那把破刀吗？再来！李星河得势不饶人，身形如鬼魅般欺身而上，攻势如狂风暴雨般倾泻而下。苏雨拔出战刀格挡，当当当，火星四溅。李星河的拳头硬得像金刚石，每一拳打在刀身上，都震得苏雨气血翻涌。李星河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抓住苏雨就力未生的瞬间，蓄力一拳轰在战刀的中段，咔嚓！那把伴随了苏雨许久的合金战刀，终于承受不住宗师后期的狂轰滥炸，发出一声悲鸣，断成2截。苏雨小心！旭乐乐惊呼出声，脸色惨白。指挥室内，李博嘴角的笑意更浓了。胜负已分。战场上，苏雨看着手中的断刀，被李星河一拳轰在胸口，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嗨嗨！苏雨挣扎着站起来，胸口火辣辣的疼，不堪一击。李星河一步步走来，脸上写满了胜利者的傲慢。没有了武器，境界又不如我，你还能怎么办？苏雨抹去嘴角的血迹，低着头，没人能看清他的表情，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笑。你说的对，硬拼，我确实拼不过。苏雨缓缓抬起头，那双眸子里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一片灰蒙蒙的混沌之色。但是谁告诉你我只有刀？李星河眉头一皱，心中莫名升起一股不安，装神弄鬼。结束了。李星河不想夜长梦多，全身气血凝聚，那是他最强的一击，是要一拳打穿苏雨的胸膛。呼，拳风呼啸，眨眼即至。就在这一瞬间，苏雨没有躲，也没有挡，他竟然张开双臂，以一种拥抱的姿势迎向了李星河的拳头。找死！李星河大喜。然而，当他的拳头接触到苏雨胸口的一瞬间，并没有传来骨骼碎裂的声音，相反，他感觉自己的拳头像是打进了一团棉花里，又像是陷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泥潭。紧接着，苏雨的一只手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抓到你了！苏雨的声音如同恶魔的低语，混沌体发动，嗡，一股恐怖到极点的吸力顺着2人接触的皮肤爆发。什么？李星河的瞳孔瞬间放大到了极致，他惊恐地发现自己体内那引以为傲的宗师后期气血，竟然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疯狂地涌入苏雨的体内。在干什么？放开我！李星河拼命想要挣脱，但他越挣扎，气血流失的越快。仅仅2秒钟，他那张原本红润的脸庞就变得苍白如纸，双腿开始发软。而反观苏雨，原本有些萎靡的气息，在这一刻如同加了油的烈火，瞬间暴涨，伤势愈合，气血充盈，甚至隐隐有突破宗师中期的迹象。这就是火星天才的气血吗？味道不错。苏雨眼中金光爆射，感受着体内那股爆炸般的力量。刚才打得很爽是吧？现在该我了。苏雨松开了李星河的手腕，此时的李星河已经虚弱的连站都站不稳了。还给你！苏雨低喝一声，右拳紧握，那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力量，还叠加了刚刚从李星河那里掠夺来的气血。这一拳没有花哨的技巧，只有绝对的暴力。砰！一声比之前任何一次碰撞都要响亮的巨响，苏雨的拳头重重地轰在李星河的胸口，那件价值连城的内米作战服瞬间炸裂，护体气血如同纸糊一般破碎。噗！李星河眼珠暴突，口中喷出一道2米高的血溅，整个人如同被踢飞的足球，倒飞出去30多米，一连撞断了3棵大树才停下来。他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地上，胸口凹陷，
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眼中的骄傲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深深的恐惧和迷茫。他输了，输给了一个低贱的地球人，全场死寂。那几个刚刚爬起来的火星考生看到这一幕，吓得双腿一软，又跪了回去。指挥室内，李博手中的茶杯咔嚓一声被捏得粉碎，猛地站起身，脸色铁青。这是什么功法？我依旧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吹了吹茶沫，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嘲讽。李前辈，稍安勿躁，小孩子打架嘛，有点底牌很正常。战场上，苏雨大口喘着粗气，平复着体内翻腾的气血。他走到李星河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天才。你输了。苏雨弯下腰，一把扯下李星河手腕上的积分手环。还有你们。苏雨转过头，看向那几个瑟瑟发抖的火星考生，自己教还是我动手？几分钟后，苏雨手中的手环已经多达20几个，他将这些积分全部划入自己的账户。排行榜刷新，第1名，苏雨3250分，断层低。苏雨扔掉那些废弃的手环，转身走到旭乐乐面前，从怀里掏出一支 C 级修复液递给他。还能走吗？旭乐乐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如同战神般的少年，脸上飞起一抹红晕，重重地点了点头。那就走吧。苏雨捡起地上的断刀，背在身后，看向森林外走去。残阳如血，将苍蓝基地外那片广袤的黑铁森林染上了一层凄艳的橘红。随着最后一抹余晖沉入地平线，持续了整整36个小时的实战考核终于落下了帷幕。考核结束，所有考生立即停止战斗，前往最近的集结点撤离。教官的声音通过天眼传达。听到这声音，那些考生们纷纷如释重负地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有人欢呼雀跃，庆幸自己活了下来；有人掩面痛哭，那是被凶兽吓破了胆；还有人相互搀扶，一瘸一拐地往回走。通往苍蓝基地的合金大路上，一支长长的车队正在行进。处于队伍最前方的苏雨背着那把虽然断裂却依旧锋利的战刀，神色平静。在他身边，旭乐乐虽然受了伤，但这会儿也经过了简易包扎，正一脸兴奋地叽叽喳喳。苏雨，你知道吗？旭乐乐挥舞着完好的那只手，眼睛里全是小星星。3250分啊，这可是苍蓝基地建成以来的最高纪录，而且是断层式的第一。第2名才刚刚破1000分，连你的零头都不到。苏雨微微一笑，并没有太多的得意。对于拥有混沌体和武皇老爹的他来说，去欺负这群同龄人确实有点胜之不武。他的目光早已不在这个小小的考场，而在更广阔的星空。不过有些人似乎很不服气啊。苏雨敏锐的感知捕捉到了一道阴毒的视线，我没有回头，只是用余光扫过车队的后方。那里李星河的那米作战服已经破破烂烂，那张原本英俊傲慢的脸此刻肿得像猪头，眼神中充满了怨毒，死死盯着前方。出了考场，在基地市严苛的法律下，苏雨不信对方敢公然动手。回到苍蓝基地，此时已经是华灯初上。作为1年1度的盛事，基地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巨大的全息屏幕滚动播放着考生的最终排名，每一个名字的出现都会引来一阵欢呼或叹息。快看，第1名出来了，苏雨，是我们一中的苏雨。天哪，3250分，这数据没搞错吧？往年的苍蓝基地的状元能有800分就顶天了。当苏雨和旭乐乐走进广场时，气氛瞬间被引爆。原本那些平时和苏雨没多少交集的同学，此刻全都热情地围了上来。雨哥，牛逼啊！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用力拍着苏雨的肩膀，激动得满脸通红。以后你就是我亲哥，苟富贵，勿相忘啊！苏雨同学，能不能给我签个名？我家妹妹特别崇拜你。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苏雨虽然有些不适应，但也只能礼貌地应对。运气好而已。刚走进广场的李星河看见这群地球人正在为苏雨欢呼，噗！原本就内伤未愈的李星河气得气血翻涌，差点又是一口老血喷出来。少爷，您没事吧？旁边的狗腿子连忙扶住他，滚开！李星河一把推开跟班，那双充血的眼睛死死盯着被众星捧月的苏雨。他是谁？他是火星李家的少主，是天之骄子。结果在这个乡下地方被一个泥腿子当众打脸，还抢光了积分，成了最大的笑柄。苏雨，李星河在心中咆哮，指甲深深嵌入掌心，鲜血淋漓。我们走。他不想再多待1秒，带着满身的屈辱，在无数嘲笑的目光中，灰溜溜地钻进了那辆豪华悬浮车。基地市中心，一座专供外宾居住的豪华酒店顶层，啪！昂贵的水晶杯被狠狠摔碎在地上，红酒如鲜血般在大理石地面上蔓延。我要他死，我现在就要他死！李星河面容扭曲，状若癫狂地在房间里咆哮。李博，那个苏雨必须死，不仅要他死，我还要把他全家一起弄死。我要让整个苍蓝基地知道得罪我李家的下场。房间角落的阴影里，李博静静地站着，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上看不出悲喜。他看着自家少爷这副失态的模样，心中暗自叹息，这就是家族培养出来的接班人吗？遇到一点挫折就歇斯底里，毫无城府。少爷，李博缓缓开口，声音沙哑，那个苏雨杀不得，至少现在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好杀。为什么？你是武圣，你是家族派来保护我的武圣，在这个破地方谁能拦得住你？李星河红着眼睛吼，因为苏雨现在是考场第一，是联邦重点关注的对象。而且李博顿了顿，脑海中浮现出考场外那个中年人与我对视的画面。而且苏雨的父亲苏武深不可测，我怀疑他也是一位武圣。哈哈哈哈！李星河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李博，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能出武圣？就算他是武圣，也就是个野路子，能跟你这种家族底蕴堆出来的正统武圣比吗？我不管！李星河猛地冲到李博面前，死死抓着老人的衣袖，眼神疯狂。这是命令，我是家族继承人，我现在命令你去杀了苏雨，立刻，马上，否则我就告诉我父亲，说你见死不救。看着我被人羞辱，看着眼前这个激进疯狂的少年，李博沉默了。家族等级森严，虽然他是武圣，但在李家，他依然是仆老奴。明白了。李博深深叹了口气，眼中的无奈逐渐化作了一抹冰冷的杀机。既然少爷执意如此，那老奴便替少爷除了这个心魔。至于那个苏武，若是他识相也就罢了，若是不识相，哪怕拼着受联邦处分，老奴也定让他陨落于此。说完，李博的身影微微一阵模糊，凭空消失在房间内。此时的苏雨并不知道一场针对他的杀局已经展开。
处理完积分登记后，天色已晚，苏雨和旭乐乐漫步在基地的商业街上，街道两旁霓虹闪烁，路边摊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给你要的草莓冰淇淋。苏雨递过去一只粉红色的甜筒，谢谢。旭乐乐接过冰淇淋，甜甜一笑，那双大眼睛弯成了月牙。苏雨，你知道吗？今天是你这3年来最帅的一天。苏雨咬了一口自己的原味冰淇淋，耸了耸肩，怎么？我以前不帅吗？以前也帅，但是太闷了，像个小老头。旭乐乐做了个鬼脸，然后偷偷看了苏雨一眼，脸颊有些发烫。那个，你考了第1，肯定会去最好的精舞或者魔舞吧？苏雨点头，那我也要努力了。旭乐乐握了握小拳头，眼中闪过一丝落寞。虽然我去不了精舞，但我会报精舞隔壁的学校，到时候我们还能经常见面吗？少女的心思如同这夏夜的风，有些燥热，又有些青涩。苏雨停下脚步，看着这个一直以来都在默默支持自己的女孩。她虽然是一心向武的直男，但并不是木头。当然，苏雨伸出手，轻轻揉了揉旭乐乐的头发。到时候我罩着你，谁敢欺负你，我就像今天一样把他打飞。旭乐乐愣住了，随即脸上绽放出比烟花还要灿烂的笑容。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两人相视一笑，空气中仿佛都冒起了粉红色的泡泡。然而，这狗粮撒的，我都快吃撑了。一道极其杀风景的声音突然从背后悠悠响起，苏雨和旭乐乐吓了一跳，连忙分开，转过身。只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路灯下，我双手插兜，肩膀上趴着正在啃鸡腿的小白，一脸姨母笑的看着两人。这个女孩还不错，屁股大好生养。啊呸，我是说根骨清奇。我还没说话，肩膀上的小白就先开口了，一副老气横秋的点评模样。还行吧，但是只有一个母人类够吗？我看电视上那些强者都是3妻4妾的。小白舔了舔爪子上的油，歪着头，用那双灵动的眼睛上下打量着苏雨。苏雨被我和小白弄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旭乐乐更是羞得捂着脸，说了声叔叔好就转身跑了。爸，小白，你们能不能正经点？苏雨无奈地看着我们，我很正经啊。我慢悠悠地走过来，看着旭乐乐离去的背影，嘴角微扬，普通朋友，行吧，爸相信你。不过年轻人要注意节制，练武之身，元阳未泄之前，停。苏雨赶紧打断我的虎狼之词，我跟他真的没什么，我现在只想变强。我笑了笑，眼神中的戏谑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前所未有的凝重。我抬起头，看向街道尽头的黑暗天空，那里原本璀璨的星光突然暗淡了下来，一股无形却恐怖的威压，如同乌云盖顶，瞬间笼罩了整条街道。路灯开始闪烁，周围的行人仿佛感知到了什么大恐怖，本能的四散逃离。原本喧闹的街道在几秒钟内变得空无一人。来了，我淡淡的吐出2个字。半空中，一道苍老的身影缓缓浮现，他没有借助任何飞行器具，就那样负手而立，脚踏虚空，灰色的长袍在夜风中猎猎作响，周身缭绕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气血波动。李博，此时的他不再是那个佝偻着背的管家，而是一尊掌握生杀大权的武圣。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父子，目光如鹰隼般锐利，声音冰冷的如同万年寒冰。原本老夫不想以大欺小，但奈何有些人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我将苏雨挡在身后，神色平静，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位武圣，而是一个普通的邻居老头。难道堂堂李家少爷输了比赛还要输人品吗？我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打了小的，来了老的，你们火星李家就这点出息，放肆！李博面色一沉，冷喝一声，轰！一股属于武圣境的恐怖威压如潮水般倾泻而下，周围的建筑玻璃齐齐爆裂，柏油马路瞬间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输得起输不起，不是你们说了算，今日我只是为少爷办事。李博眼中杀机毕露，苏雨只觉得呼吸困难，整个人像是被一座大山压住，连动一根手指都困难。这就是武圣吗？仅仅是威压，就让他这个宗师毫无反抗之力。我笑了，我往前踏了一步，轰！一股同样恐怖，甚至更加霸道的气势从我体内冲天而起，紫金色的气血如龙，瞬间撕裂了李博的威压封锁。2股武圣级的气场在空中碰撞，发出一声沉闷的雷鸣。在我的地盘动我的儿子。我抬头，目光如电，直视空中的李博。老东西，是谁给你的勇气？李博瞳孔猛地一缩，你果然也是武圣。虽然早有猜测，但真正感受到我那深不见底的气息时，李博心中还是掀起了惊涛骇浪。这个偏远基地真的藏着一条龙，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既然同为武圣，那老夫便来领教一下阁下的高招。李博深知今日若不完成任务，回去无法向家族交代，而且他自是出身名门，修炼的是顶级功法，不信打不过一个野路子。苏武，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免得因为儿子浪费了这一身修为。我李家要杀的人，还没有能活下来的。看着那即将爆发的大战，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手，而是微微侧头，对着肩膀上的小白低语道：“小白，带苏雨走。”我不走。爸，苏雨急了，想要上前走。我的声音不容置疑，这种级别的战斗，光是余波就能震死你，你在这里只会让我分心。小白虽然平时不靠谱，但关键时刻还是很讲义气的。他知道轻重，立刻从我肩膀上跳下来，身体瞬间变大一圈，一口咬住苏雨的衣服：“小子，别添乱，跟你爹比，你就是个脆皮鸡，快走！”小白化作一道白光，硬生生拖着苏雨向远处遁去。李博见状，竟是以元气凝聚出一道火焰击向苏雨，想跑留下来，你的对手是我。我冷哼一声，屈指一弹，嘣，一道紫金指径瞬间击碎了那道火焰。老东西，你的对手是我，今晚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有来无回。我缓缓升空，与李博遥遥相对。此时数公里外的城墙之上，3道身影正静静地伫立在夜色中，遥望着市中心那2股冲天而起的恐怖气息。联邦的3位监察使，武圣之战啊！张烨看着那扭曲的天空，微微摇头，眼中满是忌惮与无奈。传闻火星李家在本土就是霸道，我看确实如此。为了一个小辈的争斗，竟然出动武圣在闹市区动手，在咱们地球的地盘上还如此嚣张，难道我们就这样看着吗？旁边那
那位脾气火爆的李姓监察使双手抱胸，冷哼一声，拳头捏得咔咔响。那能怎么样？一直沉默寡言的杜姓监察使叹了口气，目光中透露出一丝深深的无力感。那可是武圣，我们3个虽然是武皇，但上去也是送菜，而且那是李家，联邦高层都要给几分面子的李家。杜监察使看着远处那2道已经碰撞在一起的身影，摇了摇头。我们监察使的职责是维护考核秩序，但面对这种级别的私斗，我们根本无力插手。那个苏武虽然也是武圣，但恐怕凶多吉少啊！可惜了那个苏雨，天纵之才，今晚怕是要随父陨落了。夜风凛冽，卷起地上的枯叶，2道流光一前一后，瞬间划破苍蓝基地的夜空，落在了距离基地30公里外的一片荒芜戈壁滩上。这里是真正的无人区，除了嶙峋的怪石和呼啸的风声，再无其他。好，很好。李博脚踏虚空，灰袍在风中猎猎作响。他看着同样悬浮在对面的我，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但更多的是冷冽的杀机。苏武，老夫原本以为你会借助基地内的平民做掩护，让我投鼠忌器，没想到你竟敢跟出来。单凭这份胆色，你算个人物？我负手而立，紫金色的气血在体表微微荡漾，隔绝了外界的寒风。我看着李博，淡淡一笑，这里没有别人，也不用装什么前辈高人了。李博，你引我出来，不就是想杀了我，再杀掉我儿子，好回去给你那废物少爷交差吗？正好，我也想试试，传说中火星李家的正统武圣到底有多少斤两？狂妄！李博面色一沉，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上瞬间布满寒霜。老夫虽然只是初阶武圣，但修行的乃是李家绝学离火玄功，能引动天地离火，焚尽万物，其实力岂是你这种在地球山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野路子能比的？今日老夫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底蕴，什么是正统。轰！话音未落，李博周身的气势陡然爆发，方圆10里的天地元气仿佛受到了君王的召唤，疯狂地向他汇聚。原本漆黑的夜空竟然被映照成了诡异的赤红色，熊熊烈火凭空而生，围绕着李博疯狂旋转，将他衬托得如同一尊从岩浆中走出的火焰魔神。去！李博枯瘦的手掌猛地向前一推，吼！无尽的火焰在空中瞬间凝聚成一条长达100米的赤炎火龙，那火龙栩栩如生，鳞片毕现，带着焚天逐海的高温和令人窒息的威压，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火龙所过之处，空气被瞬间烧穿，发出令人牙酸的滋滋声，下方的戈壁滩更是直接化为了流淌的岩浆。这就是武圣，引动天地之力，一击可毁成灭地。面对着扑面而来的恐怖火龙，我的神色却没有丝毫慌乱，我的瞳孔中倒映着漫天火光，但眼底却是一片死寂的冷静。花里胡哨，我不会调动天地元气，我只是双脚在虚空中微微分开，脊椎大龙猛地一抖，全身的肌肉在这一刻如同精密的仪器般协同运作，气血涌动，气血压缩，莽牛拳，真意崩山。我没有躲避，而是迎着那巨大的龙头，朴实无华地轰出了一拳。这一拳没有绚丽的光效，没有惊天动地的元气波动，只有纯粹的极致的气血力量。砰！当拳头与火龙接触的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1秒，紧接着轰隆隆，一股恐怖的震荡波以碰撞点为中心，疯狂向四周扩散。那条不可一世的100米火龙就像是被一根钢针刺破的气球，从龙头开始寸寸崩裂，漫天的火焰在我那霸道绝伦的拳意面前被硬生生震成了无数朵细小的火花，消散在夜风中。强大的冲击力于是不减，直接轰在下方的戈壁滩上，炸出一个直径数十米的巨型深坑，烟尘冲天。什么？李博瞳孔猛地一缩，满脸的不可置信，不动用天地元气，纯靠肉身力量震碎了老夫的火龙。这怎么可能？在武道界的常识里，武圣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能借用天地之力，肉身再强也有极限，怎么可能对抗浩瀚的天地？但他不知道，我不仅是武圣，还是拥有至尊混沌体的武圣，我的肉身强度本就是同阶的10倍不止，这就是所谓的正统。我从漫天火星中走出，连衣角都没有焦黑一片。我拍了拍手，语气中带着一丝失望，如果只有这点温度，可不够格啊！庶子修得猖狂，李博被我的轻蔑彻底激怒了，他双手快速结印，呼呼呼，更加狂暴的天地元气汇聚而来，在李博身后形成了一个直径超过100米的巨大火焰漩涡，漩涡高速旋转，发出尖锐的呼啸声，产生的恐怖吸力甚至将地面的巨石都吸上了天空，瞬间融化成岩浆，给我吞了它！李博厉喝一声，巨大的火焰漩涡如同末日风暴，朝着我碾压而来。面对这更加狂暴的一击，我终于缓缓拔出了腰间那把普通的合金长刀，刀身如水，寒光凛冽。下一刻，一股凌厉到仿佛能切开空间的锋芒从我身上冲天而起，我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深吸一口气，双手握刀，对着那遮天蔽日的火焰漩涡轻轻一斩，破空刀断流，是一道只有3米长的紫金色刀光脱手而出。这道刀光在100米漩涡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但它却锋利的让人不敢直视，它像是一把烧红的餐刀切入牛蛹，毫无阻碍地切开了火焰漩涡的外壁，切断了内部的元气节点。最后，轰！巨大的火焰漩涡在空中一分为2，随后因为结构崩塌而轰然炸裂，漫天火雨落下，如同绚丽的烟花。而我依旧持刀而立，神色淡然。李博踉跄着从火光中现身，脸色有些苍白，但眼中的怒火却越烧越旺。没想到你一个野路子武圣，竟然把意境领悟到了这种地步。李博咬牙切齿，但是不使用天地元气加持，你终究只是在消耗自身。我看你能撑多久？您！随着李博一声大喝，周身散落的火焰再次凝聚，化作一副流光溢彩的赤红色战铠，将他全身包裹。战铠表面流淌着岩浆般的纹路，散发着数千度的高温。紧接着，李博虚空一抓，一柄通体通红的长刀凭空出现。这把刀刚一出现，周围的空间就被烧得扭曲变形，发出嘶嘶的声响。李博身形一动，这一次他不再远程施法，而是选择了近身搏杀。他虽然是法师流的武圣，但有神兵和战铠加持，近战同样恐怖。唰！李博如同流星般七进，手中的长刀带着焚天逐海之势，狠狠劈向我的头颅。我眼中闪过一抹古怪的笑意，我手腕一抖，手中那把普通的合金长刀迎了上去。当2刀相交，爆发出震耳欲聋的金属轰鸣声，火光四溅中，李博只觉得一股诡异的力量顺着刀身传来，那不是硬碰硬的反震力，而是一股极其刁钻的旋转力道，竟然将他那一刀的威势卸掉了70%。
怎么可能？李博大惊，他手里拿的可是一阶古武啊！我手里那把破铜烂铁，按理说应该在接触的瞬间就被斩断融化才对。可是我的长刀虽然被烧得通红，却始终没有断裂，因为在两刀接触的瞬间，我的手腕以一种肉眼无法捕捉的频率震动了上千次。战斗技巧入危级，我利用高频震动和巧妙的卸力技巧，将此等恐怖冲击力分散到了全身，甚至引导到了周围的空气中。李博不信邪，疯狂挥刀，当当当当，夜空中两道身影化作光团，疯狂碰撞。李博的攻势如狂风暴雨，每一刀都带着滔天火势，恨不得将我融化。而我大多时候都在防守，偶尔挥出一刀，必定是点在李博发力的薄弱点上，逼得李博不得不回防。打了上百个回合，李博越打越心惊，也越打越急躁。他发现我就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无论他如何爆发，对方都能轻描淡写的接下。而且我手中的反铁长刀，在我入危级的操控下，竟然硬生生抗住了鼓舞的轰击。我一刀震退李博，甩了甩有些发酸的手腕，淡淡道：“你的刀法太糙了，全靠神兵利器和修为压人。看来火星的武道确实有些走偏了。”闭嘴！李博心态崩了，老夫这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绝望。李博彻底疯狂了，他不再保留，体内的武圣气血疯狂运转，甚至开始燃烧本源精血。轰轰轰！9条巨大的火龙凭空出现，封锁了我所有的退路。李博高高跃起，手中的鼓舞爆发出耀眼的红光，刀身瞬间暴涨至10米，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对着被困在中央的我当头劈下。这一击汇聚了李博毕生的修为，是他最强的一招。死吧！面对这铺天盖地的必杀之局，我却突然收起了手中的长刀。我看着从天而降的李博，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等的就是你拼命的这一刻。如果李博一直猥琐风着，我想要拿下他还得多费点手脚，但现在对方竟然主动把全身的气血和元气都送到了面前，那就不客气了。我身形一闪，竟然不退反进，迎着那恐怖的刀光冲了上去，找死！李博大喜。然而就在刀锋即将触碰到我的一瞬间，我的身影微微一晃，入危级身法爆发，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开了刀锋，整个人如同八爪鱼一样，瞬间贴到了李博的身前。两人的距离不到10厘米，我伸出双手，直接按在了李博那燃烧着火焰铠甲的胸口上。老东西，借你的气血一用！嗡！原本正在狂笑的李博，表情瞬间凝固，他感觉自己贴着我的那块皮肤，突然变成了连接深渊的入口。他体内那正在疯狂燃烧，准备释放必杀一击的磅礴元气和气血，竟然在这一瞬间决堤了。什么？我的气血，我的元气！李博惊恐地尖叫起来，他想挣扎，想后退，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那股吸力太恐怖了。仅仅是一个呼吸的时间，李博身上那威风凛凛的火焰铠甲噗的一声熄灭了，空中那9条恐怖的火龙因为失去了能量供给，瞬间消散成虚无，就连他手中那把鼓舞上面的光芒都暗淡了下来。而反观我，随着海量的高质量武圣气血入体，我全身的紫金光芒暴涨。不要放手！我是李佳。李博此时已经吓得魂飞魄散，我看着眼前这个老头，我松开手，一记肘击，砰！这一肘结结实实的轰在李博那失去了护体真气的胸口上，咔嚓咔嚓，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响起，李博的胸骨瞬间粉碎，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嘴里喷着混杂着内脏碎块的鲜血，倒飞出数百米，轰然砸进了一座石山之中，将半座山头都撞塌了，烟尘弥漫。我缓缓落地，活动了一下脖子，发出咔吧咔吧的脆响。我走到废墟前，看着像死狗一样躺在乱石堆里，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的李博，摇了摇头。所谓的正统武圣，就这。我伸出手，像拎小鸡一样把李博提了起来。此时的李博满脸鲜血，眼神涣散，哪里还有半点武圣的威严？他看着我，眼中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和绝望。别杀我！李博虚弱的求饶。放心，现在不杀你。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森寒。你家少爷还在基地里等着你呢。我提着李博，身形一闪，化作流光，朝着苍蓝基地的方向飞去。苍蓝基地，钢铁城墙之上，夜风呼啸，带着荒野特有的寒意。3位来自联邦的武皇级监察使，此刻正伫立在墙头，目光死死地盯着数十公里外那片刚刚平息了能量波动的荒原。就在几分钟前，那里还如同炼狱一般，火光冲天，刀气纵横，那是属于武圣级别的战斗。结束了。张掖吞了口唾沫，声音有些干涩。就在3人惊疑不定之时，咻！一道紫金色的盾光划破漆黑的夜幕，由远及近，带着令人窒息的破空声瞬间袭来。来了！3人心头一紧，本能的运起护体气血，轰！流光重重地落在城墙之上，坚硬的合金地面瞬间皲裂，激起漫天烟尘。待烟尘散去，光华敛尽，一道挺拔的身影从阴影中缓缓走出。我穿着那身灰色的休闲装，身上甚至连一丝灰尘都没有沾染，神色平静的就像是刚去楼下散了个步。而在我手中，正像拎着一只死狗一样，拎着一个浑身是血、四肢瘫软、不知死活的老头。当3位监察使看清了那老头的脸，嘶！一阵整齐划一的倒吸凉气声响起。那张脸虽然已经被打得变形，满是血污，但那身标志性的灰袍骗不了人。是李博，是那位来自火星李家高高在上的正统武圣李博。此时的他气息微弱如游丝，胸口塌陷，哪里还有半点之前的不可一世？张掖感觉自己的脑子都要炸了。他设想过无数种结局，苏武战败身亡，或者苏武重伤逃遁，甚至2人平手霸占，但他唯独没想过，我竟然能生擒一位武圣，还把他打成了这样。击败和击杀是2个概念，而击杀和生擒更是天壤之别。想要生擒一位武圣，那实力至少要高出对方2个小境界，达到碾压的程度才行。难道他是中阶甚至高阶武圣？天哪！苍蓝基地这潜水里到底藏了一条什么样的巨龙啊？我随手将昏迷的李博换了只手拎着，目光淡漠地扫过面前这3个已经吓傻了的联邦官员。愣着干什么？我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李星河在哪里啊？3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脑一片空白，嘴巴张了张，却因为过度的震撼和恐惧，喉咙像是被卡住了一样，半天发不出声音，哑巴了。我眉头微皱，身上那股刚刚经历过杀
杀伐的武圣威压不经意的泄露了一丝，咔嚓，三人脚下的地砖瞬间粉碎。在天豪酒店顶层总统套房，张烨第一个反应过来，吓得差点跪下，语速快得像机关枪。那是基地专门接待外宾的地方。李星河考核结束后就一直在那里。谢了，我点了点头，甚至没有多看他们一眼，脚尖一点，整个人再次化作一道紫金流光，朝着基地市中心的方向激射而去，直到我的气息彻底消失，城墙上的三人才感觉那座压在心头的大山被搬走了。呼呼，三人大口喘着粗气，发现彼此的后背早已被冷汗湿透。变天了，真的变天了。杜监察望着我离去的方向，喃喃自语。此时天豪国际酒店顶层总统套房内，该死的地球土著！李星河坐在真皮沙发上，手里拿着一瓶价值不菲的红酒，却喝得咬牙切齿。他的脸虽然经过了简单的治疗消了肿，但那种火辣辣的屈辱感却如同复古之居，怎么也甩不掉。李星河猛地灌了一口酒，眼中闪烁着怨毒的光芒。在他看来，李博出手那就是降维打击，武圣杀宗师跟捏死一只蚂蚁有什么区别？苏雨现在大概率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或者正在李博的手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什么天才，什么第一名，在绝对的实力和背景面前都是垃圾。李星河这样安慰着自己，试图用家族的荣耀来填补内心的挫败感。就在这时，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毫无征兆的炸裂，那扇由特种合金打造的防爆大门竟然像一张薄纸片一样被一股恐怖的巨力直接踹飞，扭曲变形的门板呼啸着飞过半个客厅，重重的砸在落地窗上，将整面防弹玻璃砸得粉碎。李星河吓得手一抖，红酒洒了一身，整个人从沙发上弹了起来，惊恐地看向门口，谁敢闯本少爷的房间？烟尘散去，门口站着一个中年男人，而在他的右手上正提着一个血人。李博。当看清那血人的面容时，李星河脸上的怒容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极度恐惧。那是他的护道者，是他李家的武圣，是他敢在地球横行霸道的最大底气，此刻却像是一条死狗一样被人拎在手里。这不可能，这是幻觉。李星河踉跄着后退2步，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嘴唇哆嗦着，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怎么？很意外？我冷笑一声，大步走进房间。这就是你倚仗的正统武圣，这就是你要杀我儿子的底气。扑通，我随手一甩，将半死不活的李博扔在了李星河脚边，鲜血溅射在李星河的皮肤上，温热的触感让他终于意识到这不是梦啊！李星河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手脚并用的向后爬去，缩在沙发角落里。你别过来！我警告你，我可是火星李家的嫡系少爷，我父亲是李家家主，我爷爷是新主境强者，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李家绝对不会放过你。到了这个时候，他依然在试图用家族的名头来吓退我。我一步步逼近，强大的气场压迫的李星河几乎窒息。李家，我在沙发前站定，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只瑟瑟发抖的蝼蚁，眼中满是轻蔑。如果李家都是你们这种货色，那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话虽如此，我心里却很清楚，现在的我确实还惹不起整个李家，但我不能露怯，更不能杀了李星河，那就是不死不休的死仇。李家会不惜一切代价报复，所以我要诛心，我要演一场戏。李星河见威胁无效，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你到底想怎么样？他带着哭腔，眼泪鼻涕呼了一脸。我想怎么样？我眼中寒光一闪，猛地俯下身，一把揪住李星河那昂贵的衣领，将他整个人提到了半空中。你之前不是很嚣张吗？不是派这个老东西来要我儿子的命吗？现在你再嚣张一个给我看看！呜，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李星河悬在半空，双腿乱蹬，像个无助的孩子。求求你放过我吧，我有钱，我可以给你很多钱，1、10亿，只要你放过我，我什么都给你。钱！我冷笑一声，眼神中充满了厌恶。啪！我抡圆了胳膊，一巴掌狠狠地抽在李星河的脸上。这一巴掌没有动用气血，纯粹是肉身的力量，但足以让李星河铭记终生。半颗带血的牙齿飞了出去，李星河的左脸瞬间肿得像个发面馒头，整个人被打得眼冒金星，脑瓜子嗡嗡作响。这一巴掌是替我儿子打的。啪！反手又是一巴掌。这一巴掌，我想打就打。李星河被打懵了，眼神涣散，除了哭嚎求饶，再也没有半点反抗的念头。别打了，别打了，我就是个屁，您把我放了吧。看着曾经不可一世的火星贵族，此刻像条狗一样求饶，我心中的戾气终于消散了大半。我像扔垃圾一样将李星河扔回沙发上。听好了，我整理了一下有些褶皱的衣领，换上了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我转过身，背对着李星河，看向窗外破碎的夜空，声音变得低沉而神秘。李博，我知道你醒了。地上原本装死的李博身体微微一颤，艰难地睁开了一丝眼缝。回去告诉你们李家那几个老不死的。我的声音中透着一股傲视天下的霸气，以及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底蕴。真以为这小小的苍蓝基地能凭空冒出一位武圣？若不是我背后的势力不愿暴露，不愿与你们李家那点微末道横计较，今天你们两个就得死在这。说完这番话，我身形一闪，直接从破碎的落地窗跃出，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只留下房间里一老一少在冷风中瑟瑟发抖。背后的势力，李博艰难地喘息着，眼中满是惊恐。是啊，一个散修怎么可能强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有这种越界战斗的技巧？除非他是某个上古隐士宗门的传人，或者是联邦最高层暗中培养的守护者。此时的屈云顶庄园，苏雨正焦急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额头全是冷汗，眼睛每隔几秒就要看一眼墙上的挂钟。都怪我，都怪我！苏雨喃喃自语，指甲深深掐进肉里。如果不是我惹了李星河，爸也不会去跟武圣拼命。那可是武圣啊！如果爸有个3长2短，一想到父亲可能会死，苏雨感觉天都要塌了，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攥住。哎呀，别转了，转得本尊头都晕了。沙发上，小
小白正趴在那里啃着一只烧鸡，但他那双滴溜溜转的眼睛出卖了他的不安。那个，要是老大真被打死了，咱们还是赶紧跑路吧。小白含糊不清地说道，顺便抹了把嘴上的油。我刚才看了一下，往南边跑可以，咱们找个深山老林躲个几百年，等你成了武圣再出来报仇，岂不美哉？你闭嘴！苏雨猛地回头，红着眼睛瞪了小白一眼。要跑你跑，我就在这等。如果爸真的回不来，我就去跟那个老东西拼命。切，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呢？本尊这是战略性撤退。小白缩了缩脖子，声音小了下去。其实他心里也慌，那个长期饭票要是挂了，就在这一人一兽陷入绝望之际，咻，一道熟悉的破空声响起，紧接着一道身影如流星般从天而降，稳稳地落在庭院的草坪上。苏雨和小白猛地冲到落地窗前，只见月光下，我双手插兜，神色轻松，正笑眯眯地看着屋里的他们。我身上别说伤口了，连衣服都没乱。爸！苏雨发出一声惊喜的喊叫，直接冲了出去，一把抱住了我。这一刻，什么宗师的风度，什么强者的尊严，全都抛到了脑后。他只是个担心父亲的孩子。爸，你没事吧？那个老头呢？你没受伤吧？苏雨上下摸索着我，声音哽咽。傻孩子，我心中一暖，任由儿子抱着，笑着揉了揉苏雨的头发。你爸我是谁啊？区区一个火星来的老头，也想伤我？早被我打发回去了。老大，你终于回来了。这时，一道白影也窜了过来，小白直接抱住了我的大腿，用脸疯狂蹭着裤脚，那谄媚的模样简直辣眼睛。呜，老大你可吓死我了！刚才那小子非要拉着我跑路，被我义正言辞的拒绝了。我说老大神功盖世，区区武圣算个屁，我誓死要在这里等老大凯旋。小白一边说着，一边还偷偷给苏雨使眼色。苏雨无语，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我好笑的看着这一幕，轻轻踢了小白一脚。行了，别演了，就你这怂样，估计刚才都在规划逃跑路线了吧？嘿嘿，小白被拆穿也不尴尬，顺势在地上打了个滚，卖萌道：“那不是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吗？”我摇了摇头，目光温柔的看向苏雨，雨儿，这次事情解决了，李家短时间内应该不敢再来找麻烦。但是我的话锋一转，语气变得郑重，我只能吓唬他们一时，等他们回过味来，或者调查清楚我的底细，更大的暴风雨还会来，所以我们不能停下，抓紧时间变强。我拍了拍苏雨的肩膀，火星岳阳大基地，这里是人类在火星建立的最大聚居地之一，也是联邦赫赫有名的财阀。李家的核心大本营，不同于地球的蔚蓝与生机，火星的天空呈现出一种压抑的暗红色，巨大的能量护盾笼罩着整座城市。而在城市的最中心，一座通体由黑色星辰金打造的悬浮宫殿，正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李家祖地星辰殿，大殿内气氛凝固到了冰点，一张由陨石核心雕刻而成的王座上，端坐着一位身穿紫金长袍的老者，正是李家家主李渊。星主境6阶，这是一个足以肉身横渡星空，一击摧毁小型卫星的恐怖存在。此时，李渊的面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大殿下方的2排李家高层，此刻一个个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触了家主的眉头。在大殿中央，曾经不可一世的武圣李博，此刻正跪伏在地，气息萎靡到了极点。家主，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李博的声音颤抖着，充满了羞愧。那个苏武，他没有动用任何天地元气，仅凭借肉身力量和诡异的技巧，就击败了老奴。砰！李渊猛地一拍王座扶手，那坚硬无比的星辰金扶手瞬间化为齑粉。没有动用天地元气，李渊缓缓站起身，一股仿佛来自远古巨兽的恐怖威压瞬间席卷全场。单凭肉身便能镇压你这个手持1阶古武的正统武圣，而且还是在苍兰那种小地方。李渊的双眸中闪烁着危险的寒光。来人！随着李渊一声暴喝，大殿角落的阴影突然蠕动起来，一名身着黑色紧身内米作战服、面容冷艳的女子凭空出现，单膝跪地，暗卫首领魅影，听候家主差遣，动用家族在地球的所有情报网，给我查，我要知道这个苏武的一切，以及他背后到底站着哪个势力。是，名为魅影的女子领命，身形化作一缕黑烟，瞬间消失在大殿之中。李渊重新坐回王座，目光再次落在瑟瑟发抖的李博身上。至于你，李渊冷哼一声，身为家族供奉的武圣，竟然被一个无名之辈生擒，还被人像死狗一样拎着去见一个小辈，你把李家的脸都丢尽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自己去炼火池，领罚3年，能不能活着出来，看你的造化。李博闻言，脸色惨白如纸，身体剧烈颤抖，但他不敢有丝毫反抗，只能重重磕头，谢家主不杀之恩。处理完李博，李渊看向地球的方向，目光仿佛穿透了数亿公里的星空。地球苍兰基地，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距离武道高考结束已经过去了1周。叮咚，门铃声再次响起，又来，有完没完啊？趴在真皮沙发上啃苹果的小白翻了个白眼，四肢摊开，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这已经是今天的第12波了吧？本尊的美容觉都被炒没了。正在客厅里修炼混元一气功的苏雨也是无奈的叹了口气，睁开眼整理了一下衣衫，没办法，这就是成名的代价。苏雨苦笑道：“自从他的实战录像被公布，那3250分的断层成绩和各种越阶秒杀的战斗集锦，瞬间引爆了整个联邦高校圈。各大高校的招生办简直像是闻到了腥味的鲨鱼，疯狂地往云顶庄园挤。前天是江南武大的副校长亲自上门，许诺给苏雨核心弟子待遇，外加1位武皇做导师。然而苏雨自己的父亲都已经是武圣，哪能稀罕这武皇？于是江南武大含泪出局。昨天是西部战区第1军校开出了少校军衔的诱人条件，就这样，苏雨在1周内拒绝了10几所一流大学的邀请。这次来的不一样，我的声音从2楼传来，我穿着一身宽松的居家服，手里端着紫砂壶，慢悠悠地走下楼梯，目光透过大门，似乎已经看穿了一切。2艘1级星际穿梭机，那应该是顶级学府才配拥有的座驾。我走到沙发主位坐下，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京都武大、魔都武大，华夏武道界的2座泰山北斗，终于坐不住了。大门打开，2人马几乎是同时跨进了云顶庄园的客厅。左边一位是身穿黑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他身材魁梧，国字脸，每一步落下都沉稳如山，周身隐隐散发着一股铁血杀伐之气。京都武大招生办主任雷震，巅峰武皇。右边
面一位则是一位身穿白色职业套裙、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女子，她容貌绝美，气质清冷，但眼神却锐利如刀，周身环绕着一股淡淡的精神念力波动。魔都五大特招组组长林清如，巅峰武皇，而且是一位精神念师。这两人放在任何一个小型基地时都是需要城主跪迎的大人物，但此刻他们一进门，目光就齐刷刷地越过苏雨，锁定在了那个坐在沙发上喝茶的我身上。雷震和林清如同时心头一凛，他们都是巅峰武皇，感知力极强，但在他们的感知中，眼前的我就像是一个普通的邻家大叔，身上没有任何气血波动。可是当他们的目光与我对视时，却感觉到一种面对浩瀚星空的渺小感，深不可测。两人对视一眼，瞬间收起了身为顶级学府高层的傲慢，神色变得恭敬起来。晚辈雷震见过前辈，晚辈林清如见过前辈。两人同时抱拳行礼，我微微颔首，随手一指对面的沙发，坐。既然是为了雨而来的，那就开门见山吧。我这个人不喜欢绕弯子。雷震和林清如坐下，目光终于落在了旁边的苏雨身上，仅仅一眼，两人眼中就爆发出惊人的光彩，气血如龙，内敛而不乏，好苗子，简直是完美的璞玉。雷震心中狂喜，资料上说他是宗师，但亲眼所见，这气血质量比一般的中期的宗师还要恐怖。嗨嗨，雷震率先开口，声音洪亮：“苏雨同学，我是京都武大的，我们学校的风格你也知道，讲究实战与根基。”说着，他伸出3根手指，入校即享受序列待遇，所有修炼资源免费且不设上限。第二，提供一套可直通新主境的功法绝学八荒路合功，以及挑选2门武技。第三，由我们京都武大的一位院长，新主境3阶的强者，亲自收你为关门弟子。此言一出，整个客厅都安静了一下，苏雨也忍不住心跳加速。新主境强者当师傅，这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机缘。呵呵，雷主任好大的手笔。旁边的林清如扶了扶眼镜，嘴角勾起一抹优雅却充满攻击性的笑容。不过，苏雨同学是练刀的，你们精武那群练拳的大老粗，真的能教好他吗？林清如转头看向苏雨，眼神变得柔和且充满诱惑力。苏雨同学，我们魔都武大位于联邦最繁华的经济中心，无论是眼界还是资源流通，都不是精武那种老古董能比的。我们的条件如下：同等级别的资源供给和新主级导师，这是标配，我就不多说了。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林清如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抛出了杀手锏。我们魔都武大掌握着太阳系中一处刚刚开发的星空古迹入口，只要你加入我们，学校承诺在大2之前给你一次进入古迹探寻古武传承的机会。古迹？苏雨愣了一下，在这个高武时代，除了现代武道，最神秘也是最强大的，便是那些从星空深处发掘出来的古武传承。每一个古迹的发现，都代表着无数的机遇和风险。探寻古武的机会，一直没说话的我，突然放下了手中的茶杯，发出多的一声轻响。我似笑非笑地看着林清如，林老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所谓的古迹是一处破碎级遗迹吧？里面的空间极不稳定，进去的人九死一生。你是想让我儿子去给你们当探路使，还是真想培养他？此言一出，林清如的脸色瞬间变了。他没想到这个偏远基地的隐士强者，竟然连这种绝密情报都知道。实际上这1周里，我并没有一直待在苍兰基地，凭借着武圣的实力，我穿梭于各个基地，当然也打探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前辈误会了，我们……林清如刚想解释，行了，我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然后看向旁边的雷震，雷主任，既然魔都武大想赌运气，那你呢？有没有点实在的东西？我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眼神深邃，比如直接给一件现成的古武兵器。雷震闻言，瞳孔猛地一缩，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我，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这个男人太懂行了，一开口就直接切中了要害。探寻古迹是花大饼，不仅危险而且看脸，但现成的古武兵器那是实打实的资源。雷震沉默了片刻，似乎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看了一眼天赋异禀的苏雨，又看了一眼深不可测的我。收到一位天赋异禀的学员的同时，还拉拢了一位疑似武圣的强者，不亏。最终，他猛地一咬牙，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巴掌大的金属盒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苏前辈果然是行家，既然魔都武大玩虚的，那我们精武就玩实的。雷震打开盒子，嗡，一股刺骨的寒意瞬间席卷了整个客厅，连空气中的水分都瞬间凝结成了冰霜。盒子里静静躺着一把只有匕首大小、通体透明如同月光的飞刀。这是……苏雨眼睛都直了，混沌体竟然发出了一丝渴望的震颤。一阶古武神兵寒月刃，雷震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肉痛，但更多的是决绝。这是我们在火星一处遗迹中发掘出来的，虽然只有1阶，但它是由星河碎片打造，无坚不摧，且自带破甲和冰封双重属性。最关键的是，它是念力兵器，等苏雨同学将来达到武皇觉醒了精神念力，便可以使用。只要苏雨同学签字，这把刀现在就是你的。旁边的林清如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根本拿不出能与之媲美的筹码。魔都武大虽然有钱，但这种级别的古武神兵都是战略储备，他一个招生办组长根本没有权限调动。既然金武如此有诚意，林清如叹了口气，站起身，对着我和苏雨微微欠身，语气中充满了遗憾。那晚辈就不自取其辱了。苏雨同学，祝你在金武前程似锦。说完，他毫不拖泥带水，转身离去。客厅里只剩下雷震一脸期待地看着苏雨。爸，苏雨看向我，眼中满是询问。我看着那把寒月刃，满意地点了点头。临走前，雷震心情大好，那张严肃的国字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他从怀中掏出一个通体漆黑、表面流淌着淡淡幽光的金属手环，郑重地递到了苏雨手中。这
是精武学员专属的智能终端，不仅是你的身份象征，更是连接精武庞大资源库的钥匙。雷震语气肃然地交代道：“八荒陆河宫的加密数据包已经预置其中，至于那2门额外的武技，你现在就可以通过手环登录藏经阁进行挑选。一旦选定，秘籍的全息影像和修炼要诀会直接传输到你的手环上。”苏雨接过手环，他将其扣在手腕上，伴随着滴的一声轻响，一道淡蓝色的全息光幕瞬间在眼前展开，无数繁杂深奥的选项如瀑布般流淌而下。苏雨，欢迎加入精武。留下这句话，雷震拍了拍苏雨的肩膀，随即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去，登上飞船，化作流光消失在天际。吃过晚饭后，苏雨盘膝坐在真皮沙发上，神情专注地浏览着手腕上投射出的虚拟光幕，那是京都5大专属的藏经阁资源库。一旁，我手里拿着遥控器，看似在漫不经心地看着晚间新闻，实则余光一直瞥向儿子那边，心里跟猫抓似的。臭小子，动作快点啊！你不选好，你爹我怎么？白嫖！我心中暗自催促。爸，这精武的底蕴果然深厚。苏雨的手指在光幕上滑动，眼花缭乱的武技让他有些难以抉择。光是高阶以上的刀法就有上千种，每一门拿出去都能让外面的宗师抢破头，那是自然。我抿了一口茶，淡定的装逼。精武毕竟是联邦第一学府，没点压箱底的东西怎么镇得住场子？不过贪多嚼不烂，选最适合你的。苏雨点了点头，目光最终锁定在一门名为三火雷刀的武技上。三火雷刀，2阶上品。苏雨轻声念着简介，刀法刚猛霸道，以自身气血摩擦刀身，模拟雷火之威，武圣之下可借此提前感悟元素之力。若至武圣，可引动天地真火与9天神雷。三火为烈火焚身，浑火灼魂，煞火攻心；三雷为阳雷破血，阴雷蚀骨，水雷炸裂，刀出如雷火炼狱，霸道绝伦。苏雨的眼睛亮了，他虽然有破空刀，但那是主修速度和锋利的刀法，在面对大范围敌人或防御力极强的对手时，缺乏一种爆破性的手段，而这三火雷刀完美弥补了他的短板。这个不错，就这个了。苏雨果断点击了确认，兑换成功，剩余可选武技数量。苏雨没有停歇，继续浏览。既然攻击手段有了，身法有父亲传授的踏叶身法，虽然名字土，但还算是好用。防御有混沌体硬抗，那么苏雨感觉自己还需要一种能瞬间爆发，甚至在绝境中翻盘的底牌。突然，他的目光在光幕的角落停住了，那里有一本电子封面呈暗红色的秘籍《血煞变》，秘法类武技。苏雨仔细阅读说明：血煞变，一阶极品残篇，上古武学，引动天地煞气入体，燃烧自身气血，短时间内让实力暴涨3倍，但副作用极大。气血不足者强练，轻则经脉寸断，重则爆体而亡。注：非气血如海者慎选。若是普通武者看到这爆体而亡4个字，早就吓得滑走了。但苏雨看到气血如海这4个字时，嘴角的笑容却怎么也压不住。气血不足，开什么玩笑？他可是拥有混沌体的男人，只要有小白这个充电宝在，或者在战场上不断杀敌吞噬，他的气血就是无穷无尽的。这门副作用极大的拼命技，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就是他了。苏雨眼中闪过一抹兴奋的光芒，再次点击确认，兑换成功。八荒陆河宫三火雷刀血煞变数据包传输中。看着手环上进度条加载完毕，苏雨长舒了一口气，感觉自己仿佛握住了通往强者的钥匙。选完了。一直看电视的我，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儿子的动静，立刻转过头问道：“选完了？”苏雨兴奋地说道：“爸，我选了三火雷刀和血煞变，我觉得行了行了，具体的你自己悟。”我摆了摆手，打断了儿子的分享欲，一脸严肃地说道：“武技只是皮毛，功法才是根本。那本八荒陆河宫可是直通新主境的绝学，你现在的功法虽然不错，但毕竟上限低了点，赶紧去修炼室，先把功法转修了。转修功法最耗时间，别磨蹭。这倒是实话，虽然我是为了自己能赶紧同步，但让苏雨尽早打好新主境的根基，也是重中之重。是，爸。”苏雨不疑有他，立刻起身，带着满腔的热血冲向了地下修炼室。看着儿子消失的背影，我嘴角的笑容逐渐变得放肆。嘿嘿，好儿子，爹的外挂就靠你续费了。穿越高武世界，我成了个毫无修为的中年废人，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那个被称作万年难得一遇的妖孽儿子。我本打算这辈子就此认命了，把所有希望都压在望子成龙上。谁知这时突然激活了扶贫子贵系统，我的实力始终会比儿子高4个大境界。于是我开始扮演一个贫苦父亲，白天在工地搬砖弯腰驼背，晚上则在家中不断割血卖菜，只为让儿子疯狂努力，而我则可以在背后不劳而获。此时夜色渐深，万籁俱寂，我并没有睡觉，而是盘膝坐在2楼露台，静静地等待着时间1分1秒过去。终于，当时针指向凌晨2点时，地下修炼室传来了一阵隐晦的气血波动，紧接着我脑海深处那熟悉而美妙的机械音如天籁般响起。叮，检测到子嗣苏雨正在转修新主级功法八荒六合功，天资卓绝，钢盔门径，扶贫子贵系统判定功法等级极高，触发超级顿悟反馈。宿主八荒六合功自动演化至圆满境界，恭喜宿主领悟八荒六合功核心奥义，元素掌控，成功掌握天地元气的使用方法。轰！就在这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托举着，冲破了肉体的束缚，深入到了一个更高的维度。世界在我眼中彻底变了，原本在我看来只是空气的虚空，此刻变得五彩斑斓，无数细小的光点在空中跳跃流动，红色的暴躁火，蓝色的温柔水，青色的灵动风，紫色的威严雷，黄色的厚重土，这就是天地元气，这就是构建这个世界的基石。原本我虽然达到了武圣，能够靠着强大的精神力强行调动这些元气，但是并没有使用它的正确方法。但
现在，随着八荒陆河宫的圆满，这些元气在我眼中变成了听话的士兵，变成了身体延伸的一部分。原来如此，我伸出手，指尖轻轻在虚空中一点，嗡！原本平静的元气海洋瞬间沸腾，红色的火元素欢呼雀跃地汇聚在我指尖，温顺的像个孩子。这就是所谓的多属性功法吗？我眼中闪过一丝明悟。其实，天地元气本无属性之分，它们是混沌的。武者通过不同的功法运行路线，将其转化为特定的形态。普通的武圣往往只能专修一种属性，比如李博的火，想要兼修2种，不仅需要极高的天赋，还容易导致体内元气冲突，走火入魔。但八荒陆河宫不同，它之所以能成为精武的绝学，就是因为它包罗万象，以一种极其玄奥的架构，强行兼容了火、水、雷3种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克制的属性。我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那股强大的力量。现在的我，才算是真正的武圣。云顶庄园虽然大，但绝对经不起一位武圣的折腾。我按耐住心中的激动，身形一闪，2分钟后，我已经凭空出现在了苍兰基地外50公里的一处荒芜山脉中。这里怪石嶙峋，鸟无人烟，正是最好的试炼场。来吧，让我看看这新主级功法的威力。我悬浮在数百米高空，衣衫猎猎作响。我深吸一口气，不再压抑体内的力量。火来！我单手向天一指，轰！方圆10里的火元素瞬间暴动，它们疯狂地向我掌心汇聚。眨眼间，一颗直径足有10米的巨大火球凭空出现。这火球并不是普通的红色，而是呈现出一种极致的金白色，温度至少是10000度。我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的热浪，连空间都被烧得颤抖。这种火焰比李博那个所谓的离火强了不止一个档次。散！我挥手散去火球，双手再次结印，水来！哗啦啦！明明是干旱的荒野，空气中却突然响起了潮汐奔涌的声音。无数蓝色的水元素汇聚，在我脚下形成了一条长达100米的深蓝色水龙。这条水龙并非普通的水，每一滴水都沉重如汞，一源重水，一滴可压碎岩石，一条河可压垮山脉。雷来！我眼中紫芒一闪，咔嚓！晴朗的夜空突然乌云密布，一道水桶粗细的紫色狂雷从天而降，精准地落在我的手掌之中。我并没有被雷电劈伤，反而像是握住了一条紫色的长鞭，电弧在我指尖跳跃，散发着毁灭的气息。火、水、雷，我看着在自己周身环绕的3种力量，眼中满是兴奋。那么，如果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呢？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在常规武道理论中，水火相遇必炸，雷火相遇必崩，但八荒陆河宫的精髓就在于那个合字，水雷火咒起。这是八荒陆河宫中所记载的一种秘法。我神色肃穆，双手在胸前快速变换法印，快得只能看到残影。随着我的动作，3种天地元气开始缓缓向我胸口汇聚，嗡嗡嗡，3种能量接触的瞬间，爆发出了极其不稳定的震颤。给我融！我低喝一声，凭借着圆满级的掌控力，强行将这3股狂暴的力量揉捏在了一起。几秒钟后，所有的异象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悬浮在我掌心的一颗只有拳头大小的3色圆球。这颗圆球表面流淌着红、蓝、紫3色光晕，看起来美丽而妖异。它没有散发出任何热量或威压，安静的就像是一颗玻璃球。但只有我知道，这颗小小的球体内部压缩了多么恐怖的能量，那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微缩力场。去！我目光锁定了远处一座高约500米、光秃秃的石山。我屈指一弹，咻！3色小球划破夜空，留下一道绚丽的尾焰，速度快到了极致，瞬间没入那座石山的腹部。1秒、2秒，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嗡！一道刺眼的白光瞬间照亮了方圆50里的夜空，让黑夜亮如白昼。轰隆隆隆，迟来的巨响如同天神雷鼓，震得大地剧烈颤抖。只见那座500米高的石山，像是内部充气过度的气球，瞬间膨胀，然后解体。没有碎石飞溅，因为所有的岩石在爆炸的瞬间就被极致的高温气化。炽热的火焰风暴冲天而起，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紧接着是狂暴的雷电网络，将周围的一切生物碳化。最后是沉重的水压冲击波，将方圆1公里的地面硬生生刮低了3米。火焰焚烧，雷电毁灭，重水碾压，3重打击，生生不息。良久，烟尘散去，我悬浮在空中，看着下方那个直径1000米、深不见底的巨型陨石坑，以及坑底还在流淌的岩浆和跳跃的电弧，忍不住吞了口唾沫。这威力有点过分了吧？那座山没了，连渣都没剩。这种破坏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武圣的全力一击，甚至我怀疑，就算是那个所谓的新主境强者来了，硬接这一招也得脱层皮。这还是我随手搓的一个小球，如果我全力施展，凝聚一颗，我打了个寒战，那画面太美，我不敢想。八荒陆河宫果然不愧是直通新主境的绝学，这水雷火咒以后就是我的常规必杀技了。我满意地点了点头，散去周身的气息，我身形一闪，消失在荒野之中，只留下那个还冒着热气的巨坑，成为了苍兰基地外一个新的未解之谜。与此同时，江南大基地王家府邸金碧辉煌的议事大厅内，此刻却笼罩着一层令人窒息的低气压。王家现任家主王振正端坐在紫檀木雕花的主位上，他眉头紧锁成川字，双眼布满血丝，手指无意识地重重敲击着扶手，显然正处于极度的焦躁之中。这时，一位身着华贵锦袍的中年美妇端着餐茶，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她察言观色许久，终究还是忍不住开口道：“老爷，柳云供奉去苍兰基地有些日子了，按理说处理那点小事早该回来了，至今杳无音信，连通讯都断了，妾身担心是不是在那边遇到了什么意外。”啪！话音未落，王振猛地一挥手，将那盏价值连城的茶盏狠狠扫落在地，滚烫的茶水溅了一地。滚！妇人之见。王振猛地站起身，指着美妇的鼻子怒吼道：“柳云是堂堂武王巅峰，在那这种穷乡僻壤能出什么意外？你是嫌我现在还不够烦吗？梁家那群疯狗最近在城西的丹药市场上步步紧逼，已经吞了我们3个核心铺子了，家族生意都要火烧眉毛了。你这时候还拿柳云这种板上钉钉的小事来烦我，给我滚出去！”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距离武考结束已经过去了近1个月。庄园地下
下修炼室，轰隆隆，沉闷的雷声在封闭的空间内回荡，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血腥味与焦糊味。苏雨赤裸着上身，浑身肌肉紧绷如铁，皮肤表面流淌着一层诡异的暗红色光晕。随着他每一次呼吸，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染成了血色，一股暴虐嗜血的气息从他体内喷薄而出。血煞变，这门一阶极品的残篇秘术，以燃烧气血为代价换取极致的爆发。对于常人而言是饮鸩止渴的毒药，但对于拥有混沌体的苏雨来说，却是如鱼得水。给我！您！苏雨低喝一声，体内的混沌漩涡疯狂旋转，将那股狂暴的血煞之气强行压缩、驯服。与此同时，他手中的战刀猛地挥出，滋啦！刀锋之上，三色小火苗与三色电弧交织，三火雷刀入门。虽然只是入门，但那股毁灭性的力量已经让合金墙壁留下了深深的焦痕。呼！苏雨收刀而立，眼中的红光逐渐消退。他看了一眼时间，嘴角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1个月，2门武技入门，这速度应该不算慢了吧？与此同时，2楼露台，一直处于挂机升级状态的我，正惬意地躺在摇椅上，手里端着一杯冰镇的快乐水。就在苏雨收工的那一刻，我的脑海中响起了那美妙的天籁之音。叮！检测到子嗣苏雨天资卓绝，成功将三火雷刀修炼至入门。富平子贵系统判定，触发100倍感悟暴击。恭喜宿主，三火雷刀自动演化至圆满之境。宿主成功掌握三火烈火、魂火、煞火与3雷阳雷、阴雷、水雷之力。而早在10天前，我的血煞便就自动演化到了圆满之境。轰！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气息从我体内爆发，但被我那入危急的控制力死死锁在周身3尺之内。我心念一动，调出系统面板，宿主绑定子嗣苏雨，子嗣境界宗师境中期，宿主境界武圣境中期，功法八荒路合功圆满，3属性武技三火雷刀圆满，血煞变圆满，莽牛拳圆满，以生拳意，破空刀圆满，以生刀意，踏叶身法圆满，战斗技巧入危级武圣中期。我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那仿佛能捏爆星辰的力量。到了武圣这个境界，每一个小台阶的差距都是天壤之别。而现在的我，身负至尊混沌体，手握圆满级功法武技，再加上这武圣中期的修为，武圣巅峰也未必不能敌。我缓缓站起身，目光变得深邃而玩味，而且似乎有只小老鼠已经盯着这里很久了。云顶庄园外，1000米高空的一朵乌云之后，一道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的曼妙身影正悬浮在虚空之中。他身穿黑色的内密隐身衣，整个人仿佛是一团没有实体的阴影。李家暗卫首领魅影，武圣境巅峰，他是李渊家主手中最锋利的刀，也是李家最隐秘的底牌。此次前来地球，他的任务只有一个：查清苏武的底细，确认其背后是否有隐士势力的支持。如果有，按兵不动；如果没有，杀无赦。奇怪，魅影透过高科技战术目镜，死死盯着下方的庄园。根据情报，这个苏武1个月前才刚刚突破武圣，可为什么刚才那一瞬间，我从他身上感觉到了一股令我心悸的波动？作为武圣巅峰，他的直觉从未出错过。刚才那一刹那，苏武身上爆发出的气息，虽然转瞬即逝，但那种层次的压迫感，甚至让他想起了家主李渊。难道他隐藏了修为，还是说他手里有某种强大的鼓舞神器？魅影心中惊疑不定，他决定再靠近一点，凭借他引以为傲的暗属性元气，哪怕是同阶武圣，也很难发现他的踪迹。然而，就在他刚刚挪动身形，准备潜入庄园内圈的一瞬间，露台上的我突然抬起了头，隔着1000米虚空，隔着重重夜幕，那双泛着紫金光芒的眸子，精准无误地锁定了魅影藏身的乌云，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冷笑。看够了吗？一道清晰的声音，并非通过空气传播，而是直接在魅影的脑海中炸响。什么？魅影浑身汗毛倒竖，心脏猛地一缩，被发现了，而且是直接神念传音，这意味着对方的精神力强度丝毫不弱于他这个武圣巅峰。不好，作为顶级刺客，魅影的反应极快，他没有丝毫犹豫，整个人瞬间化作无数道黑色的蝙蝠虚影，朝着苍蓝基地外的荒野疯狂遁去。既然来了，何必急着走？我的声音依旧不紧不慢，仿佛在耳边低语。下一刻，轰！一道紫金色的流光冲天而起，速度快到了极致，竟然比魅影的遁术还要快上一线。苍蓝基地外300公里，荒芜山脉，2道身影一追一逃，瞬间跨越了数百里的距离。该死，他的速度怎么这么快？魅影回头看了一眼，心中大骇。他主修的是暗影身法，以速度和诡异著称，可身后的我就像是复古之居，无论他如何变向加速，始终无法甩开。既然跑不掉，那就……他猛地停下身形，悬浮在半空，双手结印。嗡！方圆10里的光线瞬间被吞噬，整个空间陷入了绝对的黑暗。在这黑暗中，魅影的气息彻底消失，仿佛他就是这黑夜的主宰。雕虫小技，我的身影停在领域边缘，我没有丝毫慌乱，反手从虚空中一抓，一把普通的合金长刀出现在手中。虽然刀是凡铁，但在我握住它的那一刻，它变得不再平凡。刚好领悟了新招式，就拿你来试刀吧。我深吸一口气，体内的八荒路合功疯狂运转，圆满境的三火雷刀奥义全面爆发。滋滋滋！只见那普通的合金长刀之上，瞬间燃起了3种截然不同的火焰：赤红的烈火焚烧肉身，幽蓝的魂火灼烧灵魂，黑色的煞火引动心魔。与此同时，3种雷霆缠绕其上：金色的阳雷刚猛无仇，紫色的阴雷诡异莫测，白色的水雷炸裂万物。3火3雷，6种极致的能量在刀锋上完美融合，散发出的波动让周围的空间都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我低吟一声，双手握刀，对着那片无尽的黑暗轻描淡写的一劈，撕拉，一道长达1000米的6色刀气，裹挟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横贯夜空。这一刀仿佛将整片
天幕强行撕成了2半，原本笼罩在天地间的永夜领域，在这6色刀器面前，脆弱的就像是一块黑色的破布，瞬间被撕碎、焚烧、净化。黑暗中传来魅影惊恐至极的尖叫，他只觉得眼前一亮，紧接着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力量扑面而来。见此，魅影再也顾不得隐藏实力，武圣巅峰的修为毫无保留的爆发，无数道黑色的能量在他身前凝聚，化作一面面厚重的黑色护盾，甚至召唤出了一个个小型的黑洞漩涡，试图吞噬这恐怖的刀器。然而一切都是徒劳。轰隆隆隆，刀器与护盾碰撞的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芒，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方圆百里，强大的冲击波将下方的山脉直接削平了3座，无数巨石化为齑粉，咔嚓咔嚓，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黑色护盾，在6色刀器的绞杀下，仅仅坚持了不到1秒，便如同玻璃般寸寸碎裂。这怎么可能？这6色刀器中蕴含的力量太纯粹、太霸道了，这简直就是为了毁灭而生的招式。眼看刀器即将临身，魅影眼中闪过一抹决绝，砰！他猛地一掌拍在自己胸口，喷出一大口本源精血。那一瞬间，他的身体竟然直接炸开，化作了成千上万只黑色的血蝙蝠，向着4面8方疯狂逃窜。轰！6色刀器斩过，至少有1大半的血蝙蝠被当场气垮，连渣都没剩，但终究还是有几只最核心的血影，借着爆炸的掩护，勉强遁入了虚空之中，消失不见。烟尘散去，我手持长刀，静静地悬浮在半空。此刻刀身已经因为承受不住力量而融化了一半。我看着那些逃窜的血影，并没有去追，因为我知道对方使用了这种自毁根基的秘法逃生，就算活着回去，也是个半废之人，修为至少跌落到5圣初期，甚至终身无法寸进。跑得倒是挺快。我扔掉手中半融化的长刀，拍了拍手，神色淡然。5圣巅峰，王家虽然在江南有些势力，但底蕴太浅，看来是火星李家没错了。打了老的，来了更老的。李家，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啊！虽然被一位星主级强者盯上是个麻烦，但我心中却并无惧意。经过刚才那一刀的验证，我对自己现在的战力有了清晰的认知。在圆满级武技和至尊混沌体的加持下，我的攻击力已经溢出了5圣的范畴，触碰到了那个所谓星主的门槛。时光如指尖沙，悄无声息的流逝，转眼间已经过去了整整2个月。这2个月里，我为了给儿子打下完美的大宗师根基，简直是不计成本的投入。潘红送来的资源，甚至我还偷偷去了一趟黑市，用5圣级的实力强行换回了数株极其罕见的天地灵物，比如能洗金法髓的星辰兰，能强化精神力的魂因果。在如此海量且顶级的资源堆砌下，再加上混沌体那恐怖的消化能力，苏雨的修为飞速提升，宗师后期，宗师圆满，半步大宗师。终于这一天，地下特级修炼室，呼，盘膝坐在蒲团上的苏雨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这口气渐如白虹，竟然在合金地面上击出了一个小坑。此时的他周身缭绕着一层淡淡的金色光晕，那是体内气血浓郁到极致，即将液化并产生质变的前兆。在他面前摆放着一个精致的玉盒，盒子里静静躺着一颗通体赤红，表面流淌着岩浆纹路的丹药破镜丹。这是我花费了巨大代价，请苍蓝基地里一位炼丹宗师亲手炼制的，能增加大宗师突破几率5成，且无副作用。就是现在，苏雨眼神一凝，没有丝毫犹豫，仰头将破镜丹吞入腹中。轰！丹药入口即化，瞬间化作一股狂暴至极的热流，如同一条怒龙冲入他的4肢百骸。给我破！苏雨紧咬牙关，强忍着经脉撕裂般的剧痛，疯狂运转八荒路合功，体内的混沌漩涡在这一刻全功率开启，将那股狂暴的药力强行镇压、吸收、转化。咔嚓，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体内碎裂了，那是人体极限的枷锁。嗡！一股浩瀚如海的气息从苏雨体内爆发，原本在经脉中流淌的气血，在这一刻彻底完成了液化。大宗师，18岁的大宗师。苏雨猛地睁开双眼，2道金光如闪电般射出，他感觉自己现在的力量比之前的宗师巅峰强了至少10倍。与此同时，2楼露台，一直为儿子护法的我，正慵懒地躺在摇椅上，手里拿着一本星空异闻录看着。就在苏雨突破的那一刹那，我脑海深处那熟悉而美妙的机械音如期而至。叮！检测到子嗣苏雨修炼刻苦，根基完美，成功打破人体极限，晋升大宗师初期。富平子贵系统判定子嗣跨越大境界宗师大宗师，且为18岁的大宗师，触发超神级反馈，宿主境界同步中，生命层次终极跃迁开启。恭喜宿主打破星球束缚，晋升星主境1阶。轰隆隆，这一次的晋升动静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恐怖。我只觉得自己的意识在一瞬间被拉扯出了身体，仿佛漂浮在无尽的宇宙星空之中，周围是璀璨的星河，脚下是蔚蓝的星球。一种全新的凌驾于凡俗之上的力量开始在我体内诞生，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疯狂分裂、重组、进化。原本的人类基因链在这一刻被彻底改写，变成了更加完美、更加适应宇宙环境的星空生命体。如果说5圣是借助天地之力，那么星主就是自成天地。我闷哼一声，全身骨骼发出爆豆般的脆响，紧接着最惊人的变化发生了，在我的丹田深处，那原本充盈的气海和气血竟然开始向中心坍塌、压缩，无数的能量汇聚成一点，最后猛地炸开。嗡！一个微小却散发着混沌光芒的漩涡在我丹田内缓缓成型，它缓缓旋转着，周围缭绕着点点星光，仿佛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微型宇宙。星璇，这是星主境强者的标志，也是力量的源泉。有了它，我不再需要像5圣那样去借天地元气，而是可以直接吞噬、储存天地元气，甚至在没有空气的太空中，星璇也能从宇宙射线中提取能量，维持生命运转。这就是星主境吗？我缓缓睁开眼，我的瞳孔深处仿佛真的有2颗星辰在旋转。我伸出手，轻轻握了握拳。经过这次跨层次的晋升，我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体质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我深吸一口气，心念一动，体内的星璇微微加速旋转。呼！方圆百里的天地元气瞬间暴动，如同百川归海般向我涌来，甚至连离区上空的云层都被这股吸力扯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状云窝。
散，我不想搞出太大动静，连忙散去异象，收敛气息。此时的我看起来依旧是那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大叔，但只有我自己知道，现在的我一拳下去，恐怕真的能打爆一座小型城市。这就是新主境武者吗？我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爸，我成功了，我突破大宗师了。就在这时，地下室的门被推开，苏雨像个兴奋的孩子，一路小跑着冲上2楼露台，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喜悦。不错，我看着儿子，满意地点了点头。18岁的大宗师，放眼整个联邦历史，也是凤毛麟角。看来那些资源没白花，妾不就是个大宗师吗？看把你激动的，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沙发上正在舔爪子的小白翻了个白眼，一脸的不屑。他抖了抖那身雪白柔顺的毛发，身后的尾巴骄傲地甩出一个弧度，一股强横的气息瞬间释放出来。武皇境中期，看到没？本座这2个月也没闲着，顺便突破到了武皇中期。小白得意洋洋地抬起下巴。现在本座要是变身，一爪子能拍死10个，你信不信？苏雨虽然很想反驳，但不得不承认，这只神兽确实变态。自己拼死拼活才大宗师，这货睡睡觉吃吃灵果就武皇了，这就是种族天赋的差距吗？好了，别打击他了。我笑着敲了一下小白的脑袋，你是兽，他是人类，起点就不一样。不过雨儿，你现在的实力，就算放在京都5大那种怪物云集的地方，也算是有立足之地了。对了，我神色一正，语气变得柔和了几分。3天后我们就要出发去燕京基地了，那里距离苍兰10万8千里，以后回来的机会恐怕不多。这几天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或者有什么想见的人，就去见见吧。我意有所指地看着苏雨，苏雨愣了一下，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道歉意。他重重地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坚定。我知道了，爸。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苍兰基地 C 区，这里是中产阶级的聚居地。虽然没有一区奢华，却充满了温馨的生活气息。一栋联排别墅前，路灯将苏雨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穿着一身简单的休闲装，手里并没有拿什么贵重的礼物，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目光有些忐忑地看着那扇熟悉的房门。这是他第一次以大宗师的身份来见他，却比面对一头兽王还要紧张。咔嗒，门开了，一个身穿淡蓝色连衣裙的少女走了出来。今晚的旭乐乐显然是经过精心打扮的，那一袭长裙如同月光下的湖水，裙摆随着微风轻轻摇曳，她的长发被一只玉簪挽起，几缕碎发垂在耳畔，显得温婉而动人。她没有像往常那样扎着高马尾，也没有穿那种干练的武道服。此刻的她卸下了武者的坚强，只剩下了少女的柔情。你来了。旭乐乐站在台阶上，双手有些局促地绞着裙摆，声音很轻。我来了。苏雨看着他，喉咙有些发干。两人就这么静静地站着，谁也没有说话。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变得粘稠起来，带着一丝淡淡的离愁别绪。此前录取通知书下发，苏雨毫无悬念地被京都5大录取，那是联邦最北方的政治与武道中心。而旭乐乐虽然也很努力，但天赋有限，最终被江南的一所重点5大录取。一北一南，相隔数万公里。在这个虽然有飞船但学业繁重的高武时代，这不仅仅是异地恋，更是2个世界的分割线。你要走了。旭乐乐率先打破了沉默，他低下头，不敢看苏雨的眼睛。苏雨点了点头，走上台阶，来到他面前。3天后就走了，爸说早点去适应一下环境。旭乐乐的声音有些低落。那恭喜你啊，精武可是最好的学校，你以后一定会成为很厉害的武者。乐乐，苏雨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他伸出手，轻轻抬起旭乐乐的下巴，让他看着自己的眼睛。这只是暂时的分别。少年的眼神清澈而坚定，仿佛藏着星辰大海。我会努力修炼，变得很强很强。等我到了那个高度，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能瞬间出现在你面前。而且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我们可以天天视频啊。听到这句有些直男的话，旭乐乐原本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但嘴角却弯起了一抹好看的弧度。笨蛋，谁要跟你天天视频啊？我很忙的。他吸了吸鼻子，破涕为笑。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递给苏雨。这个送给你。苏雨接过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条手工编织的深蓝色手链，绳结很复杂，看得出编织者花了很多心思。在手链的中间挂着一颗小小的玉石，上面刻着一个娟秀的月字，这是我亲手编的平安结。旭乐乐红着脸说道：“我听老人说，带着它可以挡灾。你去京城那么远，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好运。”苏雨看着那条手链，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不值钱，甚至连他平时用的一支 C 级营养液的零头都不到，但在他眼里，这比什么地阶神兵、天才地宝都要珍贵。谢谢。苏雨郑重地将手链戴在左手手腕上，就在脉搏跳动的地方，我会一直带着它，就像你一直陪在我身边一样。听到这句情话，旭乐乐的脸瞬间红透了，像个熟透的苹果。他突然踮起脚尖，在苏雨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个轻如羽毛的吻落在了他的脸颊上。这也是送你的。说完，少女像是受惊的小鹿，转身就跑进了屋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只留下苏雨一个人站在风中，摸着被亲过的脸颊，傻傻的笑了。回到云顶庄园时，已经是深夜。我站在2楼露台，看着一脸傻笑走回来，脸上留着淡淡的红印的儿子，无奈的摇了摇头。这小子这点出息，不就是被亲了一口吗？想当年我的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我想起了20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那个叫林婉儿的绝美女子，也是这样羞涩的吻了我，然后许下了一生一世的诺言。婉儿，我抬头看向浩瀚的星空，眼中闪过一抹刻骨铭心的思念。我们的儿子长大了，他不仅成了大宗师，还有了喜欢的女孩。你看到了吗？再等等我，很快我就能带他去见你了。我深吸一口气，将眼底的柔情收敛，重新换上了那副坚毅的神情。3天后启程，目标燕京基地，也是时候去会会那个所谓的联邦中心，究竟有多少牛鬼蛇神了。3天后，云顶山庄已经
经房门紧闭，一艘印着京都五大校徽的 S 级星际穿梭机从苍兰基地的港口缓缓升空。苏雨趴在舷窗边，看着下方越来越小的城市，看着那个承载了他10几年记忆的家，眼中虽然有不舍，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而我则坐在头等舱的真皮沙发上，闭目养神。S 级星际穿梭机刺破云层，开始减速。苏雨趴在舷窗边向下望去，瞳孔瞬间收缩，震撼，那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震撼。只见下方的大地之上，一座钢铁巨兽般的城市匍匐在平原之间，那黑色的合金城墙高耸入云，延绵近100公里。城墙之上，密密麻麻的重型激光炮台在阳光下闪烁着森冷的寒光，每一尊都足以秒杀兽皇。而在城市上空，一道半透明的淡蓝色能量光幕如同巨大的碗倒扣而下，将整个基地笼罩其中。这就是燕京基地。苏雨喃喃自语，与之相比，他生活了18年的苍兰基地简直就像是个偏远的村落。10分钟后，穿梭机平稳降落在燕京港口的 VIP 停机坪。刚下飞船，迎面便走来一位身穿京都五大制服、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工作人员，他胸前挂着迎新专员的牌子，脸上挂着标准的职业化微笑。请问是苍兰基地的苏雨同学和苏武先生吗？工作人员微微躬身，语气恭敬且热情。我是金武招生办派来的接引员，负责带苏雨同学前往学校报道。我上下打量了一眼这个工作人员，气息平稳，步履扎实，是个宗师初期。在金武这种卧虎藏龙的地方，派个宗师来接引学员，倒也合乎情理。我点了点头。苏先生，根据金武的校规，为了锻炼新生的独立性，家长只能送到这里，接下来的路需要苏雨同学自己走。工作人员歉意地说道。我并没有表现出异议，我转过头看向整装待发的儿子，去吧。我帮苏雨整理了一下衣领，语气平静。到了学校，安顿好了给我发个消息，我就在基地里，有事随时叫我。知道了，爸。苏雨深吸一口气，眼中闪烁着对新生活的期待。还有你。我伸出手指弹了一下趴在苏雨肩膀上装死的小白，照顾好他，要是让他少了一根汗毛，我就把你炖了。知道了知道了，啰嗦的老头子。小白不满地甩了甩尾巴，用屁股对着我。看着儿子跟随工作人员远去的背影，我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奇怪，我眉头微皱，一种源自强者的直觉让我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下一秒，我的身影微微一晃，凭空消失在原地。离开港口后，苏雨跟着那名工作人员坐上了一辆内部摆渡车，随后在某个偏僻的站点下了车。苏雨同学，前面就是精武的魔力区了。工作人员指着前方一片有些荒凉的建筑群，笑着解释道：“这是学校今年的新规定，所有学员在正式入学前都要徒步穿越这片老校区，以示不忘初心。”原来如此，苏雨点了点头，并没有多想，毕竟精武是顶级学府，有些奇葩规矩也很正常。然而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四周的建筑越来越破败，甚至墙壁上还爬满了枯萎的藤蔓。路上不仅没有看到其他新生，连个鬼影都没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安静的让人心慌。小子，不对劲！一直趴在肩头睡觉的小白突然睁开了眼睛，原本慵懒的眼神瞬间变得警惕起来。他用小爪子抓了抓苏雨的脖子，通过神念说道。苏雨心中猛地一凛，小白对危险的感知从未出错过。他不动声色地放慢了脚步，手悄悄摸向了腰间的合金长刀，同时试探性地问道：“老师，请问还有多远？”我记得地图上显示，精武的正门在东边，我们好像一直在往北走。走在前面的工作人员脚步并没有停，只是声音变得有些低沉。快了，就在前面，那里有一条近路，通往地狱。话音落下的瞬间，苏雨浑身的汗毛炸起，退！他没有丝毫犹豫，脚下踏叶身法爆发，整个人向后暴退数十米。与此同时，那个原本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工作人员缓缓转过身，他脸上的职业化微笑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扭曲、阴毒，甚至带着几分非人特征的狞笑。反应倒是挺快，那人歪了歪脖子，发出咔吧咔吧的骨骼错位声。可惜你是插上翅膀也难飞。轰！一股属于武皇境的强大气息从他体内爆发，但这股气息并非纯正的气血，而是夹杂着一种令人作呕的黑气。死吧，天才！那人脚下一蹬，地面炸裂，整个人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冲向苏雨。他的手中多出了一把漆黑的匕首，直刺苏雨的心脏，速度太快了。苏雨虽然是大宗师，但在这种爆发状态的武皇面前，依然显得有些无力。他的动态视觉勉强跟上了对方的动作，但身体却来不及反应，找死！就在匕首即将刺中苏雨的瞬间，一道白色的残影从苏雨肩头射出，后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在狭窄的巷道中炸响。小白的身躯在空中迎风暴涨，瞬间化作一头足有猛虎大小的威猛异兽。他浑身白毛如钢针般竖立，周身缭绕着神圣的金光，一爪子狠狠拍向那人。什么东西？那人显然没料到苏雨身上还藏着这么个怪物，仓促之间，他只能举起匕首格挡。当扑哧，金铁交鸣声后，紧接着是利刃入肉的声音。小白那锋利无匹的爪子直接抓碎了匕首，于是不减，狠狠地在那人的胸口抓出了5道深可见骨的血槽。呲啦，那人的胸膛被直接开膛破肚，整个身体倒飞出去，重重砸在一面废弃的墙壁上。呼，吓死本座了！小白落在地上，依然保持着战斗姿态，回头看了苏雨一眼，小子，欠我一顿大餐。苏雨松了口气，不对，小白突然炸毛了。苏雨定睛看去，顿时头皮发麻。那个被开膛破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死，从他那恐怖的伤口中流出来的不是鲜血，而是一种粘稠的墨绿色的液体。更恐怖的是，他体内的内脏正在疯狂蠕动变形。结，那人从废墟中爬起来，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情报有误，竟然还有一只武皇级妖兽护岛。不过这样更好，杀了你们就是双倍的功勋。滋滋滋，伴随着一阵令人牙酸的撕裂声，那人的皮肤彻底炸开，无数条布满吸盘和倒刺的触手从他体内爆射而出，他的头颅裂开，变成了一张布满利齿的口器。短短几秒钟，他已经不再是人，而是一个半人半兽的恐怖怪物。而随着变身完成，他身上的气息竟然开始疯狂攀升，直接突
突破了武皇的极限，达到了武圣境。星魔教魔人，苏雨高中有学习过，一眼就认出了这种怪物的来历。这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反人类邪教星魔教的招牌手段，将人类与星空异兽的基因融合，制造出这种不人不鬼的杀戮机器。跑！小白想都不想，一口咬住苏雨的衣服，转身就想跑。武皇打武圣，那是找死，跑得掉吗？怪物发出一声尖笑，背后的10几条触手瞬间暴涨100米，如同天罗地网般照了下来，封死了所有的退路。完了！苏雨看着那遮天蔽日的触手，心中升起一股绝望。难道刚到京城，还没进校门，就要死在这里了吗？就在那沾满粘液的触手即将把一人一兽搅成肉泥的关键时刻，时间仿佛静止了。嗡！一股无法形容的宏大威压，毫无征兆地降临在这片废弃区域，周围的空间瞬间凝固。那些狂舞的触手，就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僵硬地停在半空，距离苏雨的鼻尖只有不到10厘米。谁？那个怪物惊恐地转动眼珠，他发现自己竟然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他体内的魔气被死死压制，仿佛遇到天敌。一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苏雨和小白的身前。我穿着简单的休闲装，双手插兜，神色淡漠，但我站在那里，就像是撑起了整片天空。爸，老大，你终于来了！小白也变回了毛球大小，嗖的一声钻进了我的怀里，瑟瑟发抖。我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然后转过身，目光冰冷地看着那个丑陋的怪物。星魔教，我的声音听不出喜怒，但周围的温度却瞬间降到了冰点。光天化日，在精武的地盘劫杀新生，你们的胆子很大吗？星主，怎么可能？怪物发出含糊不清的嘶吼，他在我身上感受到了毁灭性的威胁。我没有回答，我只是缓缓抬起右手，对着那个怪物虚空一握。八荒路河宫，一元重水，水牢，哗啦啦，空气中的水分子瞬间汇聚，化作一只巨大的深蓝色的水流大手。这只大手晶莹剔透，却重若千钧。他一把将那个处于武圣境的魔人死死攥在掌心。啊！怪物发出凄厉的惨叫，他那坚韧无比的触手在水流的挤压下寸寸断裂，墨绿色的血液刚流出来就被净化蒸发。说，谁派你来的？还有多少同伙？我眼神如刀，怪物被捏得骨骼尽碎，但他的脸上却露出了一抹疯狂而扭曲的笑容。嘿嘿，你杀了我又怎么样？圣教的计划已经开始了，不仅仅是他，所有的人都要死。说完，他的身体突然剧烈膨胀，体内的一颗黑色核心开始发出刺眼的红光。想自爆？我冷哼一声，若是以前的武圣境，面对同阶魔人的自爆，或许还要退避三舍，但现在的我是星主，在我面前，你连死的资格都没有。我手掌猛地一握，噗！一声极其沉闷的闷响，那足以夷平半个防区的自爆能量，竟然被我硬生生压缩在了掌心内方寸之间。恐怖的爆炸在水牢内部发生，却连一滴水花都没有溅出来。那个不可一世的武圣级魔人，就这样变成了一滩墨绿色的肉泥。啪嗒！我随手散去水牢，一块黑色的晶体掉落在地上，那是魔人的核心，也是唯一的遗物。爸，苏雨走上前，看着地上的晶体，依然心有余悸。这到底是？半小时后，京都武大招生办主任办公室。什么？星魔教招生主任雷震看着我扔在桌子上的那块黑色晶体，还有那滩尚未干涸的恶臭液体样本，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豁然起身。这是高等魔化晶核，只有武圣级的魔人才能产出。雷震的手都在颤抖，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号称全联邦最安全的燕京基地，在金武的眼皮子底下，竟然混进了一只武圣级的魔人，还要劫杀他们的学员。如果不是我暗中保护，苏雨这个绝世天才今天就真的折在这里了。苏先生，请稍等，此事太大了，我需要立刻上报。雷震顾不上礼仪，直接抓起电话。燕京基地某处不可知之地，这是一间极度奢华却又昏暗的房间，墙壁上挂着诡异的星空图腾，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熏香。一个身穿暗红色丝绒西装的男子正慵懒地靠在宽大的高背椅上，他长相极为妖异，一双眸子呈现出罕见的树瞳状，手里轻轻摇晃着一杯猩红如血的液体。星魔教地球分支大祭司夜宵大人，阴影中一名黑袍人单膝跪地，声音恭敬。清除计划第1阶段汇报，目标109人，确认清除73人，重伤15人，任务基本完成。73个吗？夜宵抿了一口杯中的液体，舌尖舔了舔嘴唇，脸上露出一抹陶醉的神色。这些天才的鲜血，味道果然是最鲜美的。可惜了，跑了几个，是属下办事不力。黑袍人低下头，其中代号猎刀的魔人前往劫杀100号目标，结果失去联络，魂灯熄灭。现场传回的最后一点能量波动显示，那里疑似出现了新主境的强者。新主境，夜宵摇晃酒杯的手微微一顿，狭长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意外，有点意思。看来这届新生里有人背景不小啊，竟然有新主级强者做保镖，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恐惧，反而嘴角的笑意更浓了。无妨，一个新主而已，改变不了大局。夜宵站起身，走到那幅巨大的星空图腾前，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整个宇宙。大事已成，这73个天才的陨落只是个开始，恐惧的种子已经种下，很快，这颗星球乃至整个太阳系都将成为我圣教的牧场。传令下去，启动第2阶段。昏暗的房间里回荡着夜宵那疯狂而优雅的笑声，宛如恶魔的低语，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在燕京基地掀起。京都武大行政大楼顶层，星魔教的人既然能精准掌握我们新生名单，甚至连苏雨的路线都一清二楚，这说明说话的是一位须发皆白、身穿中山装的老者，他面容清癯，眼神却深邃如渊。京都武大副校长徐良，新主境5阶。徐良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声音冰冷刺骨：我们内部有鬼，而且这个鬼的级别还不低。站在一旁的招生办主任雷震，此刻额头上满是冷汗。作为这次招生的直接负责人，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死了73个天才，他难辞其咎。徐校长放心，雷震咬牙切齿地说道：我这就去安排，在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之前，所有接触过新生档案的人员全部隔离审查。徐良微微眯起眼睛，摆了摆手：这件事你不用管了，我会让别人接手，你去安抚一下那些幸存的学生和家长，别让恐慌蔓延。是。雷震如蒙大赦，连忙应声退出。随着雷震离开，办公室的大门
缓缓合上。徐良转过身，目光越过办公桌，看向了另一侧的真皮沙发区，那里坐着2个人。苏雨正襟危坐，神色平静，而我则翘着2郎腿，手里把玩着那个从魔人身上掉落的黑色晶体，一脸的不耐烦和冷漠。你们京都武大号称联邦第1学府，号称绝对安全区。我将黑色晶体随手抛在茶几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结果呢？新生还没进校门就被截杀了大半。如果不是我有2把刷子，现在我儿子恐怕已经被那个怪物杀了。徐校长，你们办事真是一点也不让人放心啊！我站起身，身上那股独属于新主境的威压隐隐爆发，竟然与徐良分庭抗礼。原本我想着入乡随俗，遵守你们的校规，家长止步，但现在看来，这校规不要也罢。为了我儿子的安全，我必须留在他身边。如果你们不同意，那这学我们不上了。这是一句赤裸裸的威胁，但徐良并没有生气，反而眼神中闪过一丝金光。他一直在观察我。根据资料，苏武只是苍兰基地的一个落魄武者，可现在看来，这哪里是落魄武者，这分明是一条过江猛龙。新主境1阶，而且气息凝练，根基深厚，甚至在面对自己这个5阶新主时都没有丝毫胆怯。这意味着对方手里绝对有能威胁到自己的底牌。苏先生严重了。徐良脸上露出了一抹和煦的笑容，原本紧绷的气氛瞬间瓦解。此事确实是我金武的疏忽，让苏雨同学受惊了。苏先生爱子心切，我完全理解。徐良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金色烫金文件，推到我面前，这是我刚刚签署的聘书。徐良笑着说道：“鉴于苏先生的实力以及对本次危机处理的贡献，我代表京都武大诚挚邀请苏先生成为我校的名誉客卿。”名誉客卿，我挑了挑眉，拿起文件扫了一眼。没错，徐良解释道，这个职位不属于编制内，没有任何强制性任务，也不需要坐班，但却拥有极高的权限，可以自由进出校园除境地外的所有区域，享受教授级待遇，并且可以申请住在校内的专家别墅区。这样一来，苏先生既可以随时照看苏雨同学，也能在金武这块宝地修身养性。不知苏先生意下如何？这是一招极其高明的阳谋，一方面给了我台阶下，满足了我保护儿子的需求；另一方面，将我纳入金武的体系，既能拉拢一位新主境强者，又能方便监视。毕竟一个来历不明的新主在燕京乱晃，总归是个隐患。我看着那份聘书，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我当然知道这老狐狸在打什么算盘，但我不在乎。成交。我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半小时后，一辆黑色的商务悬浮车穿过重重关卡，驶入了京都武大的核心区域——生活区。不同于外面那些高楼林立的学生宿舍，这里是一片依山傍水的别墅群，绿树成荫，灵气充沛，环境清幽的仿佛是世外桃源。前辈，苏雨同学到了。负责引路的年轻人将车停在一栋编号为186的独栋别墅前，恭敬地打开车门。这里是专家级导师的专属住所，徐校长特批将这栋闲置的186号别墅分配给2位。年轻人微笑着介绍道，别墅内设有独立的重力修炼室、药剂调配间以及全套的智能家居系统，地下还直通学校的原脉节点，修炼效率是外界的2倍。我背着手，神念一扫，便将整栋别墅的结构了然于胸，安全系数很高，周围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邻居，终于有地方歇脚了。苏雨早就憋坏了，车门一开，他就拉着小白冲了进去。哇，这沙发是什么做的？好软。爸，这里的冰箱里全是 B 级以上的营养液，还有这个修炼室，重力倍数居然能调到50倍。看着儿子的样子，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转头对那个年轻人说道：“替我谢过徐校长，这里我很满意，您满意就好，那我就不打扰了。有任何需要，随时呼叫生活管家。”年轻人躬身告退。随着大门关上，别墅里只剩下父子俩和一只小白。行了，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正在和扫地机器人较劲的小白，神色变得严肃起来。雨儿，虽然进了金武，住进了这安乐窝，但别忘了那73个死去的学生。苏雨手上的动作一顿，脸上的笑容收敛，眼神变得锐利。我知道，新魔教这笔账迟早要算。我点了点头。明天你要去见你那个所谓的新主级导师，金武的院长级别人物，都不是省油的灯，好好表现。放心吧，爸。苏雨握了握拳。次日清晨，阳光透过稀薄的晨雾，洒在京都武大的校园里。苏雨吃过早餐，带着小白跟着昨天那个向导年轻人，正式踏入了金武的教学区。一路上，苏雨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联邦第1学府。这里的学术氛围浓厚的令人发指，而且正如传闻所言，这里的学生强得离谱。苏雨随便扫了一眼的路人，其身上的气息至少都在宗师境，而那些看起来像是核心弟子的人，更是个个气息深沉，不少人已经摸到了武王的门槛。苏雨同学，前面就是静灵园了。向导在一片茂密的紫竹林前停下了脚步，神色变得异常恭敬，甚至有些畏惧。穿过这片竹林，就是洪院长的居所。院长喜静且脾气比较独特，我就不送进去了，你自己多保重。说完，向导像是逃跑一样，一溜烟没影了。脾气独特。苏雨挠了挠头，看向肩膀上的小白，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怕什么？有本作在，什么妖魔鬼怪都得跪下。小白不屑地撇了撇嘴。苏雨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服，踏入了竹林，穿过一条幽静的鹅卵石小径，眼前的视野豁然开朗，一座古朴甚至有些破旧的四合院出现在眼前。门楣上挂着一块摇摇欲坠的牌匾，上面写着静灵园3个大字，但这3个字写的龙飞凤舞，透着一股狂放不羁的意味，仿佛随时会破匾而出。苏雨推开那扇发出吱呀声的木门，院子里的陈设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一口水井，一棵老槐树，几只正在啄米的土鸡，而在老槐树下放着一张掉漆的藤椅，一个身穿大裤衩、白背心、脚踩人字拖的小老头，正毫无形象地瘫在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脸上盖着一本花花公子，正在呼呼大睡，呼噜声震天响，连嘴角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这就是新主级院长。苏雨嘴角抽搐了一下，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门了。那个晚辈苏雨见过洪院长。苏雨试探性的喊了一声，没反应。呼噜声依旧，嗨嗨，晚辈苏雨前来报道。苏雨提高了音量，还是没反应。老头装死呢。小白看不下去了，他最讨厌别人在他面前装逼。他从苏雨肩膀上一跃而下，化作一道白影，直接跳到了老头的肚子上，准备用爪子去拔那老头稀疏的胡子。喂，老头，起床接客了。然而就在小白的爪子即将触碰到胡子的一瞬间，原本睡死过去的老头突然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丝毫睡意，反而闪烁着如同顽童般的狡黠光芒。哟呵，哪来的小野猫，还挺凶。老头的手速快得如同瞬影，啪！还没等苏雨看清不可一世的小白，就已经被老头单手捏住了后颈皮，像拎小鸡一样拎在了半空中。放开我，你个臭老头！小白拼命挣扎，四只爪子在空中乱挥，还会说话。老头嘿嘿一笑，露出满口黄牙，敢拔老夫的胡子，这就是你的见面礼！啪！老头毫不客气，反手一巴掌拍在小白那毛茸茸的屁股上，力道控制得极好，不伤筋动骨，但绝对疼。嗷呜！小白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眼泪都飙出来了。长这么大，还没人敢打他屁股，服不服？老头又是一巴掌，不服，服了服了，爷爷饶命！好汉不吃眼前亏。小白瞬间认怂，两只爪子捂着红肿的屁股，委屈得像个孩子。苏雨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想笑又不敢笑。好了，小家伙滚一边玩去！老头随手一抛，把小白扔到了墙角的草堆里，然后慢悠悠地坐起身，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苏雨。苏雨是吧？老头抠了抠脚丫子，漫不经心地说道：“长得倒是挺精神，晚辈。”苏雨刚想谦虚两句，别跟老夫整那些文绉绉的。老头摆了摆手，指了指苏雨腰间的合金长刀：“你是练刀的，来拔刀。”老头站起身，身高只有1.6米，弓过来，用刀，让老夫看看。是。苏雨眼神一凝，神色瞬间变得肃穆。他知道这是考笑，也是下马威。如果不拿出点真本事，恐怕以后在这个不正经的院长手下没好日子过。洪院长得罪了。轰！大宗师初期的气血毫无保留的爆发。苏雨拔出腰间的长刀，3火雷刀，起手式。虽然这门武技他还没练到父亲那种圆满的境界，但在我的言传身教下，苏雨已经掌握了其中的一些精髓。滋滋滋，刀身震颤，虽然没有显现出明显的3色雷火，但一股灼热与狂暴的气息已经附着在刀刃之上。斩！苏雨低喝一声，身形如电，一步跨越10米距离，长刀带着开山裂石之势，对着老头当头劈下。这一刀快、准、狠，且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刀意。老头眼中闪过一抹惊讶，面对这势大力沉的一刀，他没有躲避，甚至连脚都没动，他只是伸出了2根干枯的手指。叮一声清脆的金属颤音，苏雨那足以劈开坦克的长刀，竟然被老头用2根手指轻描淡写的夹住了，纹丝不动，力道不错。大宗师初期能有这般怪力，看来你也是个特殊体质。老头点评道，随即手腕微微一抖，嗡，一股柔和却无可抗拒的力量顺着刀身传来。苏雨只觉得虎口一震，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向后退了3步。再来！苏雨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破空刀乱舞。既然力量比不过，那就比速度。刷刷刷，苏雨的身影化作残影，围绕着老头疯狂出刀，一秒100刀，每一刀都指向老头的必救之处。然而老头就像是在逛自家后花园，他背着一只手，只用另一只手随意挥洒，拍、拨、点、按，每一次出手都精准地打断了苏雨的进攻节奏。3分钟后，停！老头突然一声轻喝，一指点在苏雨的眉心前1寸处。苏雨浑身一僵，冷汗瞬间下来了。如果这一指点实了，他的脑袋已经开花了。呼呼，苏雨收刀后退，大口喘气，眼中满是敬佩。晚辈输了，院长神功盖世，马屁少拍。老头收回手，重新躺回藤椅上，但眼中的赞赏却怎么也藏不住。不错，真不错。老头拿起蒲扇扇了扇风，啧啧称奇。没想到你的刀法根基竟然如此扎实，甚至比同时期我的刀法还要强上不少，算得上刀法天才。苏雨挠了挠头笑道：“院长过奖了，晚辈只是平时练的勤快些。从今天起，你就是老夫洪天养的弟子了。”是，师傅。苏雨恭敬地行了个拜师礼。行了行了，别整这些虚的，去把那边把你那个装死的白毛球捡回去。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已是2个月过去。自从拜入洪天养门下，苏雨的生活便变得极其规律且枯燥。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紫竹林时，他便已经站在了静陵园外练武场上。这里没有高科技的辅助设备，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虚拟投影，只有一柄柄被岁月打磨得发亮的木刀和满地的落叶。刀不是手臂的延伸，那是外行人的屁话。洪天养依旧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模样，穿着大裤衩，手里拿着那个不知用了多少年的紫砂壶，一边滋溜滋溜地喝着茶，一边看着正在挥汗如雨的苏雨。刀是你的意，是你的魂，是你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唯一能把道理讲通的权杖。起初几天，苏雨并不理解，他有着我传授的刀法技巧，自认为在刀法上已经登堂入室。直到有一天，洪天养只用1根枯树枝，便轻易挑飞了他手中的合金战刀。那一刻，苏雨才明白什么叫意在刀先。这些日子里，洪天养也时常与苏雨吹牛逼。30年前，老夫也就是你这个年纪。洪天养躺在藤椅上，眼神飘向了遥远的东方，语气中带着几分追忆，几分轻狂。那时候老夫心高气傲，便一人一刀横渡大洋，去了那个崇尚刀法的樱花国。那地方的人有点意思，他们极度偏执，将刀法练到了极致的杀人技，什么聚合、2天一流、烟反，花样多得很。苏雨停下手中的动作，静静地听着。老夫在那边待了3年，第1年我挑战了他们的道馆100人斩，从九州岛砍到了北海道，断了800把武士刀。那时候他们叫我支那恶鬼。洪天养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第2年，他们的刀圣坐不住了，那是位半步星主的老怪物，约我在富士山顶决斗。那一天大雪封山，那一战打了3天3夜，他的刀很快，快到能斩断雪花，但老夫的刀更重，重到能压垮山岳。最后老夫悟出了一刀，
刀，一刀劈开了他的血国领域。从那以后，樱花国武道界听到洪天养3个字，便要低头3尺。听着师傅的讲述，苏雨仿佛看到了那个大雪纷飞的富士山顶，一人一刀镇压一国的绝世风采。小子，你知道老夫为什么跟你说这些吗？洪天养看向苏雨，苏雨沉思片刻，试探道：“师傅是想告诉我实战出真知？”屁！洪天养翻了个白眼，老夫是想告诉你，我非常牛逼。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在洪天养的指导下，苏雨开始尝试将自己的情绪意志融入刀中。与此同时，精武作为联邦第1学府，其资源供给也是极其恐怖的，有着序列学员的身份，再加上我暗中提供的各种极品丹药，苏雨的修为如同坐火箭一般飙升，体内的大宗师气血不断压缩提纯。终于在入冬的第1场雪落下时，轰！近陵园内一股磅礴的气息冲天而起，震落了满园的积雪。大宗师中期，苏雨手持木刀站在雪地中，虽然还没有彻底凝聚出属于自己的刀意，但他已经摸到了那扇门槛。186号别墅，外界的风雪无法侵入这栋恒温的豪宅。我慵懒地躺在柔软的真皮沙发上，手里拿着平板电脑，正在浏览着关于星魔教的最新情报。这2个月，星魔教仿佛销声匿迹了一般，那个隐藏在精武内部的高层内鬼，也如同泥牛入海，查无音讯，暴风雨前的宁静啊！我揉了揉眉心，我知道对方绝不会善罢甘休，如果不将其彻底铲除，苏雨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有危险了。就在这时，我脑海深处突然响起了一连串密集的提示音。叮！检测到子嗣苏雨天资卓绝，在名师指点下，成功领悟刀意雏形，并成功晋升大宗师中期。富平子贵系统判定，子嗣在武道意志层面取得重大突破，宿主境界同步中，感悟同步中。恭喜宿主，修为突破至星主境5阶。恭喜宿主，基于圆满级3火雷刀与入危级技巧，自动演化出神通。刀域出阶，轰！一股无形却恐怖至极的波动，以我为中心，瞬间席卷了方圆百里。但这股波动被我控制得极好，没有对物质世界造成破坏，而是直接作用于规则层面。我猛地睁开双眼，那一瞬间，我的瞳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2片无尽的刀海。星主5阶，我缓缓抬起手，看着自己修长的手指。如果说星主1阶是刚刚拥有了自己的星璇，能够通过意念进行粗糙的元气输出，那么5阶就是对这股力量的精细化掌控达到了毫巅，体内的星璇扩大了整整10倍，宛如一颗真正的恒星在丹田内燃烧。那磅礴的元气足以支撑我连续进行数月的高强度战斗而不枯竭。但最让我惊喜的是那个新觉醒的神通刀域。刀域，武者领悟意境之后，不仅仅是自身使用，还能够将其外化成领域。在领域之中，我即是刀，刀即是我，万物皆可为刀，且领域内敌人的兵器会受到绝对压制，自身攻击增幅10倍。我心念一动，嗡！以别墅为中心，方圆千米的空间瞬间发生了一种诡异的扭曲。此时，若是有一位星主强者闯入这个范围，他会惊恐地发现，空气中漂浮的每一粒尘埃都仿佛化作了最锋利的刀片，甚至连风吹过的声音都变成了割裂皮肤的利刃声。起，我对着茶几上的果盘轻轻一点，唰，那把原本用来切水果的不锈钢小刀瞬间化作一道流光，在空中自动解体，化作无数细小的金属粉末。而这些粉末在刀域的加持下，每一粒都蕴含着足以洞穿武圣护体气血的恐怖威能。这不仅仅是玉物，这是赋予死物以刀的属性，好强的神通。我眼中闪过一抹兴奋，有了这刀域，再加上我那圆满级的水雷火咒，现在的我若是遇到星主6阶的强者，恐怕不需要动用底牌就能跟他五五开，甚至斩杀他。这并非盲目自信，系统出品的5阶含金量远超普通武者。我的根基是完美的，我的武技是圆满的，我的肉身是至尊混沌体。越阶战斗对我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雨儿啊雨儿，你可真是爹的福星。我收敛了气息，散去了刀域，别墅内一切恢复如初，仿佛刚才那恐怖情况只是一场幻觉。1周后，大雪初霁，整个精武校园银装素裹。苏雨带着小白踩着积雪来到了静陵园，刚一进门，他就发现今天的气氛有些不同。平时这个时候，洪天养应该正躺在藤椅上喝茶或者骂街，但今天院子里多了一个人，那是一个看起来40多岁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身一丝不苟的灰色中山装，鼻梁上架着一副复古的圆框眼镜，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他手里拿着一个奇怪的金属仪器，正对着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扫描，嘴里还念念有词：“小雨，你来了。”洪天养看到苏雨，招了招手，难得正经地介绍道：“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学校宇宙物种研究学院的院长，也是联邦最顶尖的生物学家齐云山。齐院长，齐院长。”苏雨连忙躬身行礼，能在精武当院长的，最次也是星主境，而且宇宙物种研究这个名头听起来就很高大上。齐云山推了推眼镜，目光从老槐树移到了苏雨身上，眼神温和却透着一股探究。早就听洪老鬼吹嘘他收了个绝世天才，今日一见，气血如汞，神隐内敛，果然是块璞玉。行了，老齐，别拽文词了。洪天养不耐烦地摆摆手，今天叫你来，不是为了看徒弟，是为了看这个小东西。说着，洪天养指了指苏雨肩膀上正缩成一团取暖的小白。齐云山的目光瞬间锁定了小白，那一刻，他原本温和的眼神陡然变得狂热起来，就像是单身汉看到了绝世美女。这就是那只疑似拥有高等智慧的凶兽。小白被那狂热的眼神看得浑身发毛，炸着毛往苏雨脖子后面缩。你干嘛？本座不好吃的，本座有好几天没洗澡了。果然会说话。齐云山一眼看出情况，更加兴奋了，而且发音器官与人类完全不同，是通过精神震动模拟声带，完美，太完美了。小雨，能不能让我检查一下？齐云山搓着手，一脸期待。苏雨有些犹豫，看向小白，大家伙。小白刚想拒绝，但看到洪天养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又想起了被打屁股的恐惧，只能委屈巴巴地伸出了爪子。轻点啊！齐云山接过小白，动作轻柔的像是在捧着稀世珍宝。他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取出一个只有手掌大小，却构造极其复杂的银色仪器，轻轻贴在小白的腹部，正
在进行基因序列比对，正在检测能量波段。仪器发出微弱的蓝光，投射出一排排苏雨看不懂的数据。片刻后，仪器发出了一声尖锐的风鸣，屏幕上的数据变成了刺眼的红色。齐云山的手猛地一抖，差点把小白扔出去。齐云山死死盯着屏幕，瞳孔地震，声音都变掉了。基因所重合度0，能量层级无法估量，甚至检测到了星核反应。老齐说人话。洪天养皱眉道。齐云山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眼神中充满了敬畏与惊恐。红老鬼，这根本不是什么凶兽，也不是变异兽。良久，齐云山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又说道：“或许是星兽。”星兽。苏雨和洪天养同时一愣。齐云山神色严肃，开始科普。所谓凶兽，是星球本土生物受到元气复苏影响，基因突变而来的产物。它们再强，也脱离不了星球生物的范畴。但星兽不同，齐云山的指尖都在颤抖。它们是宇宙的宠，诞生于星云深处，以恒星光辉为食，以陨石带为巢穴。每一只成年星兽都拥有肉身横渡虚空、撕裂战舰的恐怖实力。最关键的是，星兽的血脉极其高贵且稀有，在我们第一星区已经有300年没有出现过活体星兽的记录了。这小东西一旦成长起来，至少是星主境巅峰。听到这话，苏雨倒吸一口气，他知道小白很强，也知道他是我从落霞山脉那个诡异的地方带回来的，但没想到他的来头竟然这么大。但是齐云山话锋一转，脸色变得极为难看。星兽的出现往往伴随着灾难，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对于宇宙中那些高等文明或者强大的掠食者来说，一只幼年期的星兽就是行走的唐僧肉，能够圈养或者是吃掉，对他们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苏雨心中一紧，下意识的想要抱回小白。然而就在这时，异变突生，一直被齐云山捧在手里的小白，原本还在听着关于自己身世的八卦，仿佛有一把看不见的钥匙插入了小白大脑深处的某个封印，一股古老、苍凉且充满了无尽恐惧的记忆碎片瞬间在他的脑海中炸开。他看到了火，漫天的火，一颗巨大的紫色的星球在燃烧，无数长着6只眼睛的生物在屠杀与他一样的小兽。下一刻，一头体型堪比山岳的白色巨兽，为了保护他，被一道贯穿星河的光束击碎。跑，孩子，快跑，不要回头，跑！那绝望的嘶吼声跨越了时空，在小白的灵魂深处回荡。啊！小白突然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这叫声不再是之前的奶声奶气，而是充满了野性与疯狂。吼！一股恐怖的气浪从他小小的身体里爆发出来。砰！齐云山首当其冲，直接被这股气浪掀翻，重重的撞在院墙上，手中的仪器炸成碎片。怎么回事？洪天养大惊，身形一闪，想要镇压，但已经晚了。只见小白的双眼瞬间变成了血红色，原本雪白的毛发开始迅速变长，化作银色的鳞片。轰隆隆！近灵园上空的天地元气彻底暴走，无数的元气疯狂地向小白汇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状风暴。紧接着，一道长达数千米的银白色光柱从小白身上冲天而起，直接刺破了苍穹，贯穿了燕京基地的防护罩。燕京基地作为人类联邦在华夏大区的核心，其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却又危机四伏。往西数百公里，便是那条横跨华北大地、宛如巨龙脊背般巍峨的太行山脉。这里是旧时代的风景名胜，如今却是人类的禁区，凶兽地天堂。山脉深处，终年云雾缭绕，古木参天。这里生活着数以万计的高阶凶兽，其中达到5圣级别的兽圣就不下1000头。而在那人类卫星都无法探测的深处，更是传闻沉睡着几尊比肩星主境的恐怖兽神。往东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与波涛汹涌的渤海湾，平原上变异的爬行类凶兽如同过江之鲫，它们在废弃的城市废墟中穿梭，将曾经的文明踩在脚下。海洋中更是深不可测，巨大的变异鲸鲨翻动身躯便能掀起100米巨浪，深海巨妖的触手能轻易搅碎核潜艇。平日里，这些盘踞一方的霸主们都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井水不犯河水。然而今天，当那道贯穿天地的银白色光柱从燕京基地内的近灵园升起，直刺苍穹之时，一种源自血脉深处的悸动瞬间席卷了方圆千里的所有凶兽。后，太行山脉深处，一头沉睡了100年的金翅大鹏猛地睁开双眼，双翼展开足有1000米，遮天蔽日。它仰天长啸，声音穿金裂石，带着一种朝圣般的狂热。嗷呜！平原之上，数以百万计的狼群、鼠巢、蛇群停止了厮杀，它们不约而同地调转方向，朝着燕京基地的方向匍匐颤抖。渤海湾内，海面沸腾，无数海洋凶兽浮出水面，那密密麻麻的背鳍如同黑色的森林，它们疯狂地登陆，去追寻那道光柱的源头。万兽朝拜，这不仅仅是能量的吸引，更是下位者对上位皇族本能的臣服与渴望。燕京基地的最高警报在这一刻拉响。检测到超 S 级兽潮反应，太行山脉、华北平原、渤海湾3方兽潮正在汇聚，预计2小时后抵达燕京防线。整个基地室瞬间乱作一团，无数探照灯划破夜空，城防军紧急集合，所有的激光炮台开始充能，一场浩劫近在咫尺。近灵园那道银白色的光柱依旧在喷薄，将整个院子照得如同白昼。处于光柱中心的小白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他的身体蜷缩成一团，银色的鳞片在不断生长、脱落，气息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攀升。觉醒？不，这感觉又不像。齐云山推了推鼻梁上被震裂的眼睛，看着眼前这违反常识的一幕，喃喃自语，这更像是一种血脉返祖的进化仪式。嗡！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凭空出现。我没有带起任何风声，但当我落地的瞬间，周围狂暴的元气风暴竟然诡异的平静了下来。此时的我神色凝重，周身紫金色的气血隐而不发，但那股如渊如玉的气势，让在场的洪天养和齐云山都感到呼吸一滞。爸！一直守在旁边的苏雨连忙迎了上去。小白他，我已经知道了。我摆了摆手，目光落在光柱中的小白身上，我能清晰的感知到，小白体内有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正在苏醒。把事情经过再说一遍。我沉声道。苏雨语速极快地将齐云山检测血脉，小白突然失控，发
发射信号的过程讲述了一遍。听完后，我转过头，深深地看了一眼齐云山，这一眼让身为新主境生物学家的齐云山背脊发凉，仿佛被一头远古凶兽盯上。这小东西现在的状态很特殊，一时半会停不下来。而且齐云山抬头看了看天空，他导出来的动静太大了。洪天养在一旁皱着眉头看着我，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就是苏雨的父亲，那个家伙口中的一阶星主。开什么玩笑？作为老牌星主，洪天养的直觉敏锐无比，他从我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只有在面对大海、面对星空时才会有的浩瀚感，那种深不可测的底蕴，甚至让他这个3阶星主感到绝望。苏雨，你先回去。我突然开口，语气不容置疑。爸，可是小白。苏雨焦急道：“放心，有我在。”我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一股柔和的力量将他推出了院门。去吧，别让我分心。看着我坚定的眼神，苏雨咬了咬牙，转身离去。他知道自己留在这里只会成为累赘。送走了苏雨，我转过身，独自一人站在光柱前。我双手负后，身形挺拔如松，宛如一尊不可侵犯的守护神。齐云山和洪天养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他们没有走，而是默默退到了角落。燕京基地，星魔教据点，好强的元气波动。大祭司夜宵站在祭坛前，贪婪地深吸了一口空气中游离的能量，脸上露出了陶醉的神色。不是你们干的吧？他回头问道。不是。黑袍人恭敬回答，随即像是想起了什么，声音变得激动起来。大人，您还记得总部下发的那个通缉令吗？那只从星空深处逃亡至第一星区的皇族星兽幼崽。你是说？夜宵猛地睁开那双树瞳，这动静是那只皇族幼崽搞出来的？极有可能。属下曾在一本古籍上见过星兽皇族觉醒的描述，那是能引动万兽朝拜、星河共鸣的意象，与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夜宵狂笑起来，笑声震得祭坛嗡嗡作响。皇族星兽啊，若是能将其捕获，献祭给魔神大人，又是大功一件。半小时后，近灵园上空风云突变，两道强大的气息毫无征兆的降临，并瞬间锁定了下方的光柱。来人是一男一女，男的身穿联邦特制的蓝金战甲，面容刚毅，眼神却透着一股阴鸷；女的金发碧眼，身着紧身衣，身材火辣，周身元气环绕。联邦华北战区总监察使赵峰，联邦华北战区总监察使凯瑟琳，这两位是目前驻扎在燕京基地的最高战力，在此代表着联邦。两个星主5阶，我一眼便看穿了对方的底细。星兽，原来如此。赵峰居高临下，看着光柱中的小白，眼中露出了毫不掩饰的兴奋，而且看着血脉纯度，绝对是高等星兽。然而当其看到一旁的中年男子苏武，赵峰眉头一皱，似乎是认出了这个中年男人。这只星兽的存在会危及到燕京基地的安全，甚至危及到太阳系的安全。我们联邦要带走这只星兽。一旁的凯瑟琳解释道。我一步踏出，身体缓缓升空，直至与两人平视。小白也算是我的半个家人。我身上紫金色的气血骤然爆发，5阶星主的气息毫无保留的释放，甚至比对面的两人更加凝练，更加霸道。你们今天若想带走小白，就得先过我这一关。星主5阶，赵峰和凯瑟琳脸色微变，但是此人的气血强度远远超过了5阶星主，是特殊体质吗？赵峰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你这是在公然忤逆联邦，你有没有考虑过燕京基地人们的安全，太阳系人们的安全？凯瑟琳厉声喝道，手中元气缓缓凝聚。我冷笑一声，手中突然出现一柄长刀，长刀缓缓抬起，刀尖直指两人。这些与我苏武何干？我只知道谁动我的家人，我就杀谁。轰！我周围的空间猛地扭曲，刀域瞬间展开，方圆千米的空间瞬间化作了我的领域，方圆千米的空气化作无数把利刃，并将赵峰和凯瑟琳死死锁定。那种如芒在背的危机感，让两人瞬间冒冷汗。这是什么感觉？好奇怪！赵峰心中大骇，他是5阶星主，而且有着凯瑟琳这位5阶星主一起，但他能感觉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动手，他们有70%的概率会被我重创，甚至斩杀。我绝对不是普通的5阶。该死！怎么会这样？赵峰眼神闪烁，心中的贪婪被死亡的恐惧冲淡了不少。为了抓一只星兽，跟这种疯子拼命不划算。赵，怎么办？打不打？凯瑟琳看向赵峰，他也察觉到了我的不简单，也不敢轻易动手。然而就在这时，赵峰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苏武，你很好。赵峰突然收敛了气息，脸上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不过现在兽潮临城，我身为守护者，要先去前线抵御凶兽，没空跟你在这里内耗。说完，他看向凯瑟琳，我们走。可是凯瑟琳愣了一下，走。赵峰笑着看向凯瑟琳，相信我。凯瑟琳点了点头，两人化作流光，迅速飞离了静灵园，朝着城墙方向飞去。走了。下方的洪天养和齐云山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那两个平日里高高在上的联邦监察使，竟然真的被我几句话给震慑住了。只有我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眼中的寒意更甚。我清楚两人不会善罢甘休的。离开静灵园后，赵峰并没有去城墙前线，他悬浮在半空，打开了手腕上的加密通讯器，直接拨通了一个跨星际的长途视讯。滋滋滋，全息投影展开，一个威严老者的身影出现在光幕中，正是火星李家家主李渊。赵监察，在地球有时间不好好快活，联系老夫，有何贵干？李渊坐在主座上，神色有些不悦。最近苏武的事情让他有些头疼。李家主，送你个消息。赵峰嘴角挂着阴毒的笑容，你心心念念想要除掉的那个苏武，就在刚才我见到他了。李渊挑了挑眉，那个1阶星主的武者，其实李家1个多月前就已经打探到苏武背后并没有其他势力，而苏武当时的话大概率也是唬他们的。但是那时苏武竟然成为了京都武道大学的名誉客卿，这让他们一时犯了难。1阶，呵呵，你们的情报该更新了。赵峰冷笑道，就在刚才，他爆发出了星主境5阶的实力，连我都差点在他手里吃亏。什么5阶？李渊猛地站起身，脸上的淡定瞬间消失。不可能，几个月前他才刚刚突破，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破4阶？就算是种子也不可能有这种速度。事实就是如此。赵峰悠悠地说道，此子天赋妖孽，身上必有大秘密，而且
你也知道他跟你们李家可是有仇的。现在他5阶了，你觉得等他到了6阶、7阶，会不会直接杀上火星，灭了你李家满门？这句话精准的击中了李渊的软肋，恐惧，一种对未知潜力的恐惧，瞬间攥住了李渊的心脏。才几个月，连升4级，这种成长速度简直就是怪物。如果不趁现在按死他，若是对方记仇，李家必亡。你想让我做什么？李渊的声音变得沙哑而杀气腾腾。很简单，赵峰指了指下方的燕京基地，现在燕京正面临受潮，一片混乱。苏武为了保护一只觉醒的星兽，被困在近陵园无法脱身，这是杀他的最好机会。我作为联邦守护者，不方便直接对他出手，但如果是你们李家，那就跟我没关系了。届时你们也算是为联邦贡献了。李渊沉默了，这是赤裸裸的借刀杀人，但他没得选。好，李渊眼中闪过一抹决绝的狠厉，既然他找死，那老夫就成全他。通讯挂断，赵峰看着光幕消失，脸上的笑容愈发狰狞。苏武啊苏武，跟我斗，你还嫩了点，等你死了，那只星兽照样是我的。凯瑟琳悬浮在赵峰身旁，眼中闪过一丝犹豫，但很快被坚定取代。他虽对赵峰的计划心存疑虑，但身为联邦监察使，对高阶星兽的渴望以及联邦可能给予的丰厚报酬，让他选择了沉默与配合。他深知此次行动若成功，自己在联邦中的地位将更加稳固，甚至可能触及到那梦寐以求的更高境界。与此同时，地球大气层外，一艘通体漆黑、印着血色星辰徽章的宇宙飞船正以亚光速冲破云层。剑桥之上，气氛肃杀。一家主、卢家主，李渊端坐在主位上，手中把玩着2枚温润的玉核桃。他虽然看似平静，但眼底深处那抹阴冷的杀意却怎么也藏不住。那苏武小儿不仅辱我孙儿，废我族老，如今更是为了区区一只畜生，公然对抗联邦，此子不除，我李家颜面何存？坐在左侧的一家主是个身形消瘦、眼神阴鸷的老者，他手中托着一个散发着诡异波动的青铜方块，阴笑道：“李兄放心，自从先祖移民火星，咱们3家便是铁板一块，多少事情都是我们一起扛过来的。”那苏武虽然有些邪门，但他毕竟只有一个人，而我们一家主环视四周，语气傲然：“3位6阶星主，6位5阶星主，这等阵容，哪怕是去围猎1位7阶星主都够了，杀他一个野路子，算得上是杀鸡用牛刀了。”右侧的卢家主身材魁梧，浑身散发着冰冷的寒气，狞笑道：“没错，听说那小子身上有大秘密，能在短时间内连破4境。等杀了他，搜魂夺魄，那秘密便是我们3家的。”李渊微微点头，眼中的贪婪一闪而逝。既如此，那就速战速决。联邦那边虽然有赵监察打掩护，但金武那个老东西也不是吃素的。我们只有10分钟，速战速决吧！全速前进，目标近陵园。轰！战舰尾部的推进器爆发出耀眼的蓝光，如同一颗坠落的流星，带着毁灭的气息，直扑燕京基地近陵园。银白色的光柱依旧直冲云霄，小白蜷缩在光柱中心，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已经隐隐触碰到了星主境的门槛。光柱旁，我盘膝而坐，我看似在闭目养神，实则全程都在警惕之中。紫金色的气血在经脉中如大江大河般奔腾，神念覆盖方圆百里。有人来了！我猛地睁开双眼，几乎是同一时间，刺耳的破空声响起，一艘庞大无比的黑色战舰毫无征兆地出现在近陵园上空，遮天蔽日，将整个院落笼罩在一片令人窒息的阴影之中。舱门打开，9道身影裹挟着滔天的威压，轰然落下，为首3人，气息深渊如海，赫然是3位6阶星主。而在他们身后，6位5阶星主一字排开，每个人的眼神都冷漠得如同在看死人。躲在远处的齐云山倒吸一口凉气，李家、易家、卢家、火星3大家族的家主全来了。这阵仗是要把燕京翻过来吗？洪天阳也是紧握手中的铁刀，手被青筋抱起。徐校长他们被星魔教牵制住了，根本赶不过来。这下麻烦了。半空中，李渊居高临下，俯视着下方的我，就像是巨龙在俯视蝼蚁。苏武，你妨碍联邦行事，私藏星兽，不上交联邦，罪大恶极。李渊的声音经过元气扩音，如滚滚雷霆炸响。我火星李家，身为联邦荣耀家族，今日便替天行道，清理你这颗毒瘤，将你就地格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缓缓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替天行道，原来是火星李家这帮不要脸的狗东西，打了小的老的来是吧？我抬起头，目光一一扫过空中的9人，眼神中不仅没有恐惧，反而燃烧起了一股疯狂的战意。3位6阶，6位5阶，你们还真是看得起我啊！废话少说，动手！一家主显然不想给我拖延时间的机会，他手腕一翻，那枚青铜方块瞬间飞出，迎风暴涨，化作一个巨大的半透明立方体，将我以及周围1000米的空间全部笼罩在内。2阶极品古堡困世方。嗡！我只觉得眼前景色一变，原本熟悉的近陵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灰蒙蒙的奇异空间。这里没有天地元气，没有退路，只有无尽的束缚之力。哈哈哈！进了我的困世方，就算是7阶星主也得脱层皮。一家主的身影在空间内浮现，一脸得意。苏武，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紧接着，李渊、卢家主以及其他6位星主也纷纷现身，成9宫之势将我团团围住。与此同时，这8位星主各自祭出了自己的武器，当然每人的武器都是强大的鼓舞，有飞刀，有长剑，有长枪，而李渊祭出的是一柄赤色长刀，即便是没有出手，都让人感到一股凌厉的刀意扑面而来，仿佛能割裂空间。面对这令人绝望的包围圈，我的神色依旧平静的可怕。我并没有第一时间拔刀，而是深深吸了一口气。我突然笑了，笑得有些狰狞。很好，既然这里与外界隔绝，那我也不用担心打坏花花草草了。既然你们想关门打狗，轰！我体内的气血毫无保留的爆发，心弦疯狂运转。面对9位星主，我不敢怠慢。我知道若是稍有不慎，自己便会命丧于此。血煞变
变，至尊混沌体，甚至我猛地一咬舌尖，喷出一口紫金色的本源精血，燃血秘术。这一刻，我的气息瞬间暴涨，直接冲破了5阶的瓶颈，短暂的达到了6阶巅峰的层次。我手中的合金长刀，在这一刻被灌注了难以想象的恐怖能量，滋滋滋，3色火焰燃烧，3色狂雷炸裂，整把刀都在悲鸣，仿佛随时会崩碎。李渊感受到那股令人心悸的能量波动，脸色大变。然而晚了，我的身影在原地凭空消失，下一微秒，我出现在了李渊的面前，两人的距离不到3米，李渊甚至能看清我眼中那疯狂旋转的血色瞳孔。不，李渊惊恐的想要举刀格挡，借你的刀一用。我低吼一声，手中的合金长刀已经不堪重负，在挥出的瞬间就炸成了碎片，但我并没有停下，我以手带刀，裹挟着那炸裂的雷火碎片，以及那一往无前的恐怖刀意，狠狠地劈向李渊的脖颈。3火雷刀斩，噗嗤！这一刀快到了极致，狠到了极致。李渊那护体的元气，在这一刀面前如同薄纸般脆弱，鲜血如喷泉般涌出，染红了灰蒙蒙的空间。一颗大好的头颅高高飞起，那双眼睛还瞪得滚圆，满是难以置信。火星李家家主，星主境6阶强者李渊陨落。我一把抓住李渊手中那把赤色长刀，顺势一脚将李渊的无头尸体踢向了一家主。第一个，我舔了舔嘴角的鲜血，如同地狱归来的修罗，冷冷地看着剩下的8人，全场死寂。这怎么可能？其余8位星主全都傻了，一个照面，李渊就被秒杀了，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啊！苏武，我要把你碎尸万段！一家主看着那具无头尸体，吓得肝胆俱裂，但紧接着便是无尽的恐惧与疯狂。李渊死了，他如果不把苏武留下，不仅仅是李家，一家绝对也会陪葬。所有人不要留手，全力将其格杀！一家主怒吼一声，手中的困世方光芒大作，无数道金色的符文锁链从虚空中射出，如毒蛇般缠向我。卢家主也反应过来，手中长枪一抖，一条冰霜巨龙咆哮而出，冻结虚空。其余6位5阶星主更是疯狂输出，各种刀光剑雨，能量光束如同狂风暴雨般将我淹没。来得好，我手持抢来的赤色长刀，眼中战意滔天。有了这把鼓舞，我的实力再增3成。刀域全开，嗡！以我为中心，方圆100米瞬间化作刀气的海洋。斩！我不退反进，身形如电，主动冲入了那漫天的攻击之中。砰砰砰！我用身体硬抗了2道能量光束，肩膀和后背瞬间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但我连哼都没哼一声，手中的长刀带着雷火之威，狠狠斩在卢家主的冰霜巨龙上。咔嚓！巨龙崩碎，我皆是欺身而上，一脚踹在卢家主的胸口，将这位6阶星主踹得倒飞数百米，口吐鲜血。困！一家主操控符文锁链，终于缠住了我的左腿，给我断！我回身一刀，雷火刀气爆发，硬生生斩断了那堪比合金的符文锁链。但我也被这短暂的停顿拖累，被3名5阶星主联手的攻击轰在背上。噗！我喷出一口鲜血，身体踉跄了一下，我受伤了！快，趁现在！一家主大喜，以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我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脸上的笑容却更加狰狞了。我体内那因为至尊混沌体而诞生的混沌漩涡疯狂旋转，不仅快速修复着伤势，更是在疯狂吞噬周围游离的能量。再来，我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疯虎，再次冲入人群。5分钟后，灰蒙蒙的空间内，鲜血横飞，断肢残臂四散。我浑身是血，有敌人的，也有我自己的。我的左臂骨折了，肋骨断了3根，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但我手中的赤色长刀却越挥越快，越挥越重。在我的脚下，已经躺下了3具5阶星主的尸体，而剩下的一家主、卢家主以及另外3人，虽然还活着，但也个个带伤，眼神中充满了深深的恐惧。这是个什么怪物？为什么气血无穷无尽？为什么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战力？呼呼！双方暂时拉开了距离。一家主捂着被削去一半的肩膀，眼中满是绝望。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我们都要死。卢家主也是一脸惨白，他的长枪已经断了，胸口有一个恐怖的刀痕。拼了！用本源秘术。2人对视一眼，决定燃烧生命，发动最后一击。然而我并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该结束了。我站在尸堆之上，手中的长刀斜指地面，鲜血顺着刀锋滴落。我缓缓抬起左手，刚才在混战中，我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利用入微级的控制力，将战斗中一散的水、火、雷3种元气悄悄压缩在左手掌心。现在火候到了，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微笑。八荒陆河宫，水雷火咒，嗡！2颗散发着毁灭波动的3色光球，毫无征兆地从我的掌心射出，速度快若惊鸿。什么东西？一家主和卢家主刚准备施展秘术，就看到那2颗美丽而危险的光球已经贴到了脸上，一股死亡的寒意瞬间冻结了他们的灵魂。不，轰隆隆隆，2颗光球同时引爆，在这狭小的困世方空间内，爆炸的威力被成倍放大。炽热的极致烈火，狂暴的毁灭雷霆，沉重的重水冲击波，瞬间交织成一场毁灭风暴，将一家主和卢家主连同剩下的3个5阶星主全部吞没。啊！惨叫声只持续了不到1秒，便被爆炸声淹没。咔嚓咔嚓，就连那号称坚不可摧的地阶法宝困世方，在这股恐怖的内部爆炸下，也终于承受不住，表面布满了裂纹，最终轰然崩碎。这些星主的空间戒指与鼓舞自然是被我收入囊中。外界近陵园上空，那个巨大的半透明立方体突然炸裂，漫天碎片中，一道浑身浴血的身影，手持长刀缓缓走出，在我身后是9具残缺不全的焦黑尸体，如下饺子般坠落。我站在虚空中，宛如一尊浴血的战神，一人一刀成功斩杀9位星主。这怎么可能？齐云山的声音嘶哑，他怔怔地望着高空中那道浑身浴血的身影，大脑彻底宕机。那可是整整9位星主啊，其中还有火星李家家主李渊这种成名已久的6阶星主，甚至那一家家主还动用了空间古堡，如此堪称豪华的恐怖阵容，竟然在短短10几分钟内被我一个人全灭了，真是个怪物啊！齐云山喃喃自语，感觉自己毕生的5道常识都被我按在地上摩擦。呼，洪天仰深吸了一大口冰冷的空气，强行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不管怎么说，天上那个如同杀神般的男人是自己宝贝徒弟的亲爹，徒弟的爹赢了，自己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然而空中的我却并没有任何放松警惕的迹象，我手持那把抢来的赤色长刀，悬浮在空中，胸口、后背、左臂上到处都是深可见骨的恐怖伤痕，鲜血正顺着我的衣角不断滴落。
低落，但在下一秒，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出现了。嗡！我体内那原本已经消耗极大的紫金色气血，突然如同沸腾的岩浆般疯狂涌动。至尊混沌体运转，周围天地间游离的能量，甚至连那9位死亡星主尚未完全消散的残余元气，都被一股霸道的吸力强行扯入我的体内。肉眼可见的，我身上那些皮开肉绽的伤口边缘，开始生长出无数细密的肉芽，断裂的骨骼发出咔咔的结合声，翻卷的血肉以一种违反生物学常识的速度迅速愈合、结痂、脱落。短短3个呼吸的时间，我除了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之外，那些足以让普通星主躺上大半年的致命伤，竟然恢复如初，就连苍白的脸色也重新变得红润起来。这就是至尊混沌体的恐怖，只要不被瞬间秒杀，我就是永不疲倦、杀不死的怪物。藏头露尾的鼠辈，我微微抬起头，那双恢复了冷冽的眸子死死盯着虚空中的某处。刀锋遥指，既然来了，那就像刚才那9个废物一样，乖乖滚出来受死，何必在这里藏着掖着？此言一出，下方的洪天养和齐云山心中又是一阵惊雷炸响，竟然还有人在暗处。他们2位也算是见多识广的强者，但此刻神念全开，却根本察觉不到周围有任何其他生命的气息。啪啪啪，一阵缓慢而低沉的鼓掌声突兀的在虚空中回荡起来，仿佛是从4面8方同时响起。紧接着，在我刀尖所指的方向，原本空无一物的空间突然泛起了一阵如水波般的黑色涟漪。一名全身笼罩在宽大黑袍中的神秘人，如同幽灵般凭空浮现。他的脸上戴着一张没有任何五官的白色无相面具，周身萦绕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充满了腐败与堕落气息的黑雾。不愧是能够以一己之力越阶屠戮9位星主的存在，阁下的感知之敏锐，肉身之强悍，简直堪称完美的艺术品。黑袍人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像是2块生锈的金属在相互摩擦，听得人耳膜生疼，心魔叫得杂碎。下方的洪天养一眼就认出了那标志性的恶心黑雾，顿时咬牙切齿，眼中喷出怒火。就是这群阴沟里的老鼠，在精武大门口劫杀了那么多天才，但他只敢怒骂，却不敢冲上去，因为那黑袍人身上无意间散发出来的威压，赫然达到了星主境6阶。现在的他上去，纯粹是白给。我目光冰冷地盯着黑袍人，没有说话。黑袍人轻轻摇了摇头，那张无相面具上竟然诡异地浮现出一丝悲悯的神色，发出一声叹息：可惜，可惜啊！如此惊艳绝伦的力量，若是就此陨落在这小小的地球上，实在是暴殄天物。黑袍人缓缓张开双臂，语气中充满了狂热的蛊惑：苏武，投入圣教的怀抱吧！以你的资质，若是接受了伟大魔神的恩惠与洗礼，打破这片星空的桎梏，晋升星王之境也只是时间问题。到那时，你将与神明同在，你可愿意？魔神的恩惠，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眼神轻蔑到了极点。什么躲在暗处的下三滥鬼东西，也敢妄称神明，想让我当狗？你先问问我手里的刀答不答应？话音未落，杀机已至，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便化作圣教的养料吧。黑袍人冷哼一声，双手猛地向前一推，轰！他周身弥漫的诡异黑气瞬间如火山爆发般翻滚涌动，眨眼间竟在半空中凝聚成了成百上千柄漆黑如墨的长枪。这些长枪并非实质的金属，而是由最纯粹的怨念与魔气压缩而成，枪尖上甚至还隐隐传来无数冤魂的哀嚎。去！嗖嗖嗖！漫天黑枪如同密集的暴雨，带着撕裂空间的尖笑声，铺天盖地的向我刺来。我眼中金芒一闪，神念瞬间锁定了这些长枪。星主境6阶的攻击，我自然不会拖打。然而，就在第一柄黑枪靠近我周身3米范围的瞬间，我只觉得大脑猛地一沉，那并非物理层面的打击，而是一股极度邪恶、扭曲的意念，如同无数根冰冷的钢针，顺着我的感知强行刺入了我的灵魂深处。这黑气所化的长枪，竟然带有无视物理防御的精神污染。在这一刹那，我的思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我的眼前出现了无数尸山血海的幻想，心中不可遏制地涌起一阵暴躁、绝望，甚至想要自毁的冲动。中了我的冤灵刺，就算是7阶星主，灵魂也会瞬间被污染同化，变成一具只知道杀戮的行尸走肉。黑袍人发出得意的狞笑，如果是普通的星主，或许真的会在这1秒的僵直中被万枪穿心，但我是苏武，滚出去！我的识海中仿佛响起了一声开天辟地的怒吼。至尊混沌体，面对这外来的精神污染，我体内的混沌漩涡根本不需要我主动控制，便直接爆发出护主的本能，那足以让普通人发疯的邪恶怨念，在接触到混沌本源的瞬间，就像是掉进了黑洞，连个水花都没溅起，被直接搅碎吞噬。仅仅是1微秒的停顿，我的双眼便重新恢复了清明。我冷喝一声，身形不退反进，我脚踏虚空，如同一道紫金色的闪电，直接撞入了那密集的黑色枪林之中。手中的赤色长刀爆发出刺目的光芒，3色火与3色雷在刀锋上完美交织。我挥刀如风，没有任何花哨的招式，只有极致的速度与力量。当当当当，凌厉的刀光化作一张密不透风的雷火之网。那些触碰之必受污染的黑色长枪，在接触到雷火刀光的瞬间，直接被那至刚至阳的力量劈成一缕缕黑烟，彻底蒸发。